没有很炸裂的标题，但我感觉我就是那种爱思考意义的人。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也爱思考。我和女朋友谈了1年，上周是1周年纪念，去泰国玩，女朋友很喜欢海，我也很喜欢，我们一拍即合，但期间出现了一次分歧，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计划在 Day 2出去玩，少做计划，计划的这么细啊。Day 2在酒店游泳，轻松一点。可惜那天天气不好，阴天，在酒店的无边泳池给女朋友拍照，她一直不满意，泡在水里我也怪凉的。一来二去我就没信心了，上楼之后就开始掰扯了。到底重点是以自己开心去享受，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开心而拍照？什么玩意儿？你们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的问题是到底重点是要以自己开心享受为主，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开心而拍照为主？你这问题设错了，兄弟。我不知道，应该是个男孩吧，兄弟。我到后面再跟你说，你这个辩题设计就错了，你就没有说到人家那个女孩真正喜欢的事儿。哼，啥也不懂。我女朋友就不开心，不说话。我的观点是，完了，全完了，他提出观点，还有观点，哎呀，我的妈呀，悲剧的开始有观点了。还有观点，哎呀，这还往后看啥呀？还有观点，你怎么能有观点呢？完了呀！他说我的观点是，真给我编混成。我看到这个辩题我就心生不妙。哎，我的观点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加上一些留学的经历，我经常原图直出，即便 P 图也不会花太多精力。在我的概念里，社交网络可以记录美好时刻，但不应该刻意创造美好时刻，为了炫耀。哎呀，稀碎！你这观点。奇葩说第一轮海选你都过不了。另外，我也想到我蹦迪的时候都不会想掏出手机拍摄，即便是拍视频也都是自己跟唱的声音。而我当想以拍摄为主要目的的时候，我必须克制自己跟唱的欲望，因为可能要发给不能来的朋友们。镜头是一种可怕的第三视角，我不喜欢。这个目的我和我女朋友一开始就没达成共识。我跟朋友说了这事儿，我朋友说我太会 PUA 了，一般啊，你这 PUA 水平也就那么回事儿。真的是我的问题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丝滑的处理呢？恳请大农解惑一下，拜托拜托。牛脆脆孜然味很好吃。首先这就不要出这种辩题啊，不就是个拍照的事儿吗？俩人还观点上，少整这么多观点啊！我的目的，我和我女朋友一开始没达成共识。哥们儿挺有意思。这女朋友呢，你看她就不太理解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啊，咱们今天探讨一下啊。肯定在看的肯定有很多那个女生爱拍照的女生肯定也很多是吧？他认为他跟他女朋友出现分歧的原因是，出来玩重点到底是自己享受，还是说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在享受而去拍照？他认为这是两个选项。我对女孩拍照的心理的理解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多为了让别人看啊。首先你这俩也不太冲突啊，其次呢，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很理解。咱们讨论啊，我可能也是错的，大家那个我要错了，大家那个教我，我可能这个理解也是错的，把我的底光关一下。我呢就是这个，你说拍照哈，女生很多那个女生要拍很多很多照片呢，记录美好时刻，留下美好回忆，
是一种，这个好理解。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拍这么多，然后出来玩坐那修图，然后发朋友圈过后看这个图片，这个恶趣是啥呢？我很早以前我也不懂，我后来的理解是，这个恶趣可能就像我有时候吧，我写了一篇我自己特别怎么说呢，觉得还不错的文章吧，比如我就会反复看。我就是有一天看的时候反应过来了，就是我就看，我说哦，人家可能是把这个照片修的美美的，在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哎很有乐趣，我觉得是这种乐趣，我感觉是这种乐趣。对吧？他还不是说，你当然它是个很复杂的行为啊。它其中呢，拍照呢，第一说记录美好的回忆，肯定有；第二，说这个让朋友们看到自己那个生活，跟朋友们分享啊，这肯定也有，这很复杂。但是最让这个不怎么拍照的，长成这样不怎么拍照的人，这还不是说光女生啊，有的这个男生也喜欢拍完了自己在那 P。像我们这种不怎么拍照的人，就是最不理解的那个乐趣到底是什么。我就是后来有一天反复在看我自己写的不错的文章，自己在那臭美洋洋得意的时候，就应该是这种心理吧。人家长得好看的人，应该是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化个妆，然后 P 的好好的。隔个10天又打开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是我这种心理吧？我就理解了。我是这种理解的，就是他还不太一样，他还真不光是记录生活，他有一种比较自我欣赏的感觉在里面，对吧，朋友们？哎，你看，还是有人说对，过度自恋，还真不是。你说自恋这个词，首先自恋这个词就有点重了，过度自恋就更重了。啊，我们在这儿不做这个心理学语义辨析啊，只是说这个自我欣赏距离自恋呢还有一点距离的啊，人还是要学会自我欣赏的，它离自恋还是相当有距离的啊。你这个没有自我欣赏的话，这个也很可怕的啊。我觉得人就是对吧，宁可自恋吧，你要非说这是自恋的话，宁可自恋也比这个瞧不上自己好吧。是吧？我真的发现了，我后来也是自己感受，也是认识人多了，哎，聊天聊多了。因为这个我还跟很多这个男孩我也交流过，不光是女生，我身边有那种帅小伙，就帅的就是那种，就是哇就那样的，就是哎也很喜欢发朋友圈，然后 P 自己健身肌肉照片。兄弟，我说这，后来就聊多，我说啊，就是人家就是自我欣赏，这太好理解了。特别好理解，就最后就理解了。你们这个可能长得比较漂亮，然后这些爱拍照的朋友可能不太能，你们也得理解长成我这样的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的过程很艰难啊，真的挺难理解的，就是理解了一段时间的。我想这个照片有必要吗？出来玩咱这无边泳池，你泡水得了呗，这一会儿换个灯，一会儿化个妆的，这干啥呀？这是，来想想啊，就理解了。喝的啥椰子水？椰子水，
所以呢，刚刚这个哥们儿，你看啊，你们这个人生啊，就我刚刚说远了，我就说这个理解这个拍照的时候，我就是突然想起我自己，我没人家没有专注在人家这封信啊，我就是突然想起我自己对这事儿的理解过程。你出去玩呢，他产生矛盾是说他跟他女朋友，他女朋友要拍照，他就把这个事儿上升到一个辩题的角度了，说，哎呀，出来玩要自己好好享受，enjoy，还是说我要，哎，拍照给别人看，你这个就我的事实呢，我输了，算了，这就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啊，就是简单的把这个世界分成两种选项，第一他们也不冲突，第二选项多的是，选项太多了。解决办法也很简单，以后出去玩呢，多叫点朋友，总有那个爱互相拍照的，你不就不爱拍照吗？不用想那么复杂，多叫点朋友，让他们爱拍照的互相拍。你喜欢游泳，你好好游，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吧？他呢是这个，把事儿想的容易，想事儿的时候容易往这个，哎呦，就想出一番道理来，想出一个观点来，没那么多观点，你直接想解决办法不就完事儿了？你叫点那个爱拍照的朋友一起出来玩不就行了？可以有那个爱拍的，出来背3、4个相机，这一个这个胶片的，那一个这个拍给得了，人家可开心了，是吧？乐在其中。你呢，实在是就俩人的时候，你这手机支架你总会当吧？你就负责当手机支架，你把手机就这么举着给人家举好，然后用那个3、2、1定时，你女朋友摆好了，她自己会拍的，你就支好就行了，你也不用学拍照技巧。哎，不至于上升到爱不爱啊，就是这很简单的一点小事儿。还有1分钟发券啊，一点点小事儿，不至于，他俩这都上升不到爱不爱，就这么点小事儿。这个男生写信，这个男生应该也是很还就是，对吧？年纪轻吧，就是多经历经历，多拍拍，也许你还会爱上拍照呢，是不是？谁知道？实在不行，就是做好一个支架就完事儿了。这事儿太小了，哎，生活不就是，其实大部分不都是小事儿吗？你们还想天天听那种伦理大戏，天天念那个伦理大戏，我感觉我这个头不行了，我就真的晕得很。我还读点这种，我还挺高兴的。我觉得这很幸福啊，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小烦恼，就挺好的。咱们其实不就生活中都是大部分不都是这种幸福的小烦恼吗？挺好的。净整那个巨大的不幸，天天整那个巨大的不幸，真受不了啊，头晕啊。送的酒杯，你买的是啥酒啊？你如果是买这个绿酒呢，买这个2瓶绿酒，它是微微甜，青苹果风味吧，它是葡萄酒啊，也不能说青苹果，就是有点那个感觉。2瓶送的是这个杯啊，盲盒杯给你展示，就是你收到的不一定是，但是可以给你展示一个，有可能你收到的是这个杯。然后还送你4瓶这个水，就可以自己回去对着喝。它就是偏甜，你直接就得加点气泡，加点冰块喝。哦，我们上次卖的很好的这个柚子酒和桃子酒还在啊。大家还嫌那个度数高，你就整这个6度，只有6度，6度的柚子酒，酸味的，就是柚子本身那酸味的。然后桃子酒呢是甜味的，6度，它的桃子味呢是那个桃罐头那个罐头汁味啊。大家对这个酒精浓度需求不一样，给你们把散热器拔一会儿。
给我的 iPad 充会儿电。嗯？什么意思 ？iPad 为何你不充电 ？iPad 你不认识这个充电器吗？iPad 很娇气啊，经常有时候这个别的线它充不进去。嗯？大家都是 Type C， 怎么的？行，不勉强你，我一会儿给你找你的去。椰子水好喝，哎，喝完了，我拿个椰子水去。哎，我顺便把充电器找回来吧。这椰子水很好喝，大家帮我售卖一下我的这什么吧，还是锅巴吧。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卖点锅巴，挺好。卖锅巴，我去找一下充电器，找点椰子水喝。手上是巧克力，太埋汰了。完蛋！完蛋！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充电器又丢了吗 ？Again， 又丢了？啊，出来了！越军丢仨充电器，哈哈。哎，吓你没跳吧？关错灯了。不是故意的啊，抱歉抱歉。这没礼貌呢，瞎关什么灯呢？哎，整点这多功能线，看看它认不认。iPad 有时候确实是很娇贵，不认外面的线。这怎么说你胖你还喘了？你这怎么的？这不都 Type C 吗？怎么的就给你充不进去了？不都电吗？插键盘上呢？真行，插键盘上他还给我把屏幕都给我熄灭了。太事儿了。iPad，你不能这样，你不随和呀？啊？大家都家用电器，你怎么的？你就高人一等啊？人家都是万能，就是咔就都通用，就你这不咋的呢？你要咋的？哎，没事儿，咱们再读会儿吧。这一会儿再没电了，再找一圈。一般都是这样的。现在找不着是因为它还有电，
一会儿彻底的没电的时候，我就能找着它的充电器了。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故事都是这样的。我现在找应该是找不着的，不找了。一会儿等它彻底没电再找的时候就能找。欢迎大家。我刚去拿的那个椰子水儿，还拿了个生茶。欢迎大家，感谢各位老朋友，可以看看新品啊，今天上了点新品，还有你们喜欢的那个大西梅回归了。新朋友嘛，点开销冠看看，大家自助下单一下。蛋总，我在学科群里遇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帅哥，要怎么追？我们是在这节课的大群里认识的，他在群里问作业的问题，我回复了他，要不要讨论一下，他就加了我微信，他叫我把我的答案给他看，但是我害怕抄袭，所以拒绝了他。他似乎就不怎么愿意交流了啊，想抄作业呗。我此时好奇点开他的朋友圈，完全是我的 type。后来他发了一个能硬拉100kg，100kg 啥？100公斤，100公斤的视频。可我定睛一看，其实才80kg，就评论了为什么才80。你是健身教练啊，姐们儿，你往哪定睛呢？你点开人朋友圈，完全是你的类型。人家发一个硬拉100公斤的视频，你定睛一看，我以为你要往哪定睛，定睛一看，你往杠铃片上定睛，定睛一看才80公斤，你往哪定睛呢？少看那些不该看的啊！你干啥呢？你是教练吗？你干啥？净看那些不该看的呢？还给人评论，我定睛一看，其实才80公斤，我就评论了为什么才80，并希望他能回复我无果。你回去看看朋友圈，那条评论都没了，应该还回复你，还无果，那能有果吗？回复你点啥呢？啊？说我们这儿的公斤，比别的健身房的重。回复你啥？人家能回复啥？说你没看见我手腕上还有20公斤呢？回复你啥呀？回复啥？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9宫格包含了我的爱好和长相，仅他和另一个朋友可见，但是依然无果。哇，你这3步让你走的，人家跟你借作业，你拒绝了；人家发个健身，你说为什么才80？然后你发一个朋友圈，9宫格包含我的爱好和长相，哼，仅他和另一个朋友可见。哇，你这3步棋下的，你下的什么棋？跳棋。人家都下大棋，你怎么下跳棋呢，姐妹儿？连下3步跳棋啊，看不懂啊！你这一步没有一步我看得懂的，什么棋你下的？你干啥呢？你哇，你的身法太诡异了，姐妹儿，抓不住你啊！我抓不住你，我相信他也不可能抓得住你。
现如今上个作业的事情可能让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别可能啊，自信一点，把可能去掉。未来还有俩作业，我在朋友圈委婉的揭他短啊！你再自信点，你把委婉去掉啊！我在朋友圈委婉的揭他短，你把那个可能呀、委婉都去掉，好吧？你就是上个作业的事儿产生了隔阂，然后你在朋友圈揭人家短，我还和他不是一个班的，见面都见不到，我和他是不是彻底没戏了？蛋总，诚心求教，哎，你这跳棋选手，我该怎么帮你呢？你这3步跳棋下的。本来可能有戏吧，杆20，你看有同病相怜的，你是不是上次也举说100，然后有人说你80来着？杆20是吗，朋友？杆有20公斤啊？杆20，怎么还有打抱不平呢？说杆20，真有啊？我不懂啊，我没举过，真的，你看看，你瞧瞧，那从这里打开呗，姐妹儿。那咱们这样吧，好了，方案有了，大方向有了，但是我怀疑你这个跳棋选手你执行不好，一步都不许错啊！拿个笔记下来，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不有他朋友圈吗？你不是看到他在哪儿健身了吗？你知道他在哪儿健身对吧？你下次就去他同一个健身房健身，打打招呼，点头之交总还是有的嘛。一个班上课的是吧？也加过微信，别说别的啊，就你好就行了，别说别的啊，默默那种点个头，然后开始练，先热身，该干啥干啥练，节奏不要乱。练差不多，你看他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你突然举起一个空杆，说：“哎呦，哎，哦，就发出这种举不起来的声音啊，就哦，这是那个举那个空杆啊，但是就出这个死动静啊。但也别太夸张啊，应该你还是能举得动的，但是你就是就大概吧，有点死动静就行了。”就是震惊那种感觉啊，就是震惊，然后用特别大的声音说：“哦，原来空杆有20公斤啊！”相信你健身的时候还挺累的，吃点牛脆脆啊，或者健身的时候呢，吃点蛋白棒都是可以的，好吧？去健身房的时候带着蛋白棒。下一步呢，就是空杆说20公斤，给自己整挺累，然后就坐那吃那个咔咔吃蛋白棒，补充体力，酷炫牛脆脆，吃。然后说：“哎，你上次还能拉得动这100 kg 啊？你怎么拉动的啊？我才知道空杆都有20公斤。”一片牛脆脆递到他的手中，一段美好的情缘也不一定就此开始吧，但是试试看吧，对吧？主要他前3步跳棋下的太好，很难接。就从空杆20吧，只能聊这个。我觉得有机会啊，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这姐们会成为健身房的传说之一。你看，对吧？要么收获一个帅哥，要么成为一个传说啊，都挺好的，对吧？
哪种结局 ？boss OK 啊，玩去吧，赶紧啊！空杆20。还发9宫格，发自己的兴趣爱好，仅对人家可见。连咖啡现在这次不送杯子了，改袋子了。反正上2次买的朋友不都收到杯子了吗？你这次再来补货连咖啡，你就会收到袋子了。我们这连咖啡还是挺贴心的，每次换换赠品。送个帆布包这次啊，还有12分钟发券。我吃的辣味的，我为什么吃辣味的呢？我明明最爱吃原味的，我为什么吃辣味的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原味的被我吃完了，自然那个吃完了，吃完了，没那么辣，还行。这个茶好喝，对，这个茶好喝。哎，太有意思了，这个姐们儿，太逗了，真挺幽默啊。牛脆脆开播1个小时吧，卖了1000件了已经，还有7000件，今天现货是8000件一共。感谢各位，欢迎大家。今天美颜这么帅，嗨，胖了胖了，吃胖了。哎，还能干啥呢？我看看啊，除了这个，确实让你去空杆20，估计对你也是一个挑战。你未来不还有俩作业吗？你接着跟人家交流作业呗，说这次作业我不会做了，咱们能不能讨论讨论？想抄一下你作业。他上次为啥不给我抄作业？啊？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儿，我连空杆20都不懂，现在我懂了。讨论讨论是吧？讨论讨论也不是说抄作业，你们讨论讨论不好吗？交给交给我，啊，还是有机会的。我和他是不是彻底没戏了？不知道，试试看呗。好消息是你很难，怎么说呢？很难更差的，姐妹儿，就是你俩的这段关系，你处理的很难更差了。所以你再怎么处理，应该也就这样了。所以未来上升空间是无限的，我觉得还有机会，是吧？哎，我看看我的猫山王画的，盒子很漂亮，但是呢，我这里头就放了一个，因为其他的还在动着，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说明，我看看它是怎么说的。本产品属于冷冻产品，收到后请务必冷冻，解冻20分钟左右，打开，沿着侧面花纹轻轻挤压一圈，缓缓倒出，口感更佳。建议
解冻30分钟内食用完毕，差不多了，可以吃了。他让挤压了，哎呦，臭，现在就有点那种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了。哎，不给个勺吗？没事，以刀当勺。哎呦！我这可能画的有点过了，哎，不用画这么久。哎呦，我上次吃的时候没有画这么夸张，我上次吃的时候还是比较冰冻冰沙的感觉。画大了，画过了，其实有点冰沙更好吃，但依然很好吃。哇，罪恶，又一个罪恶。这比巧克力可过分多了，纯纯的糖，纯纯的热量，纯纯的快乐。我把它放在冷藏，给它冰一下。怎么可以这样？齁甜啊，甜，齁甜。这个榴莲那么甜，它用的还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榴莲，纯马来西亚进口榴莲。我喝的是这个玉米泡茶，100%榴莲果肉的内馅啊。我去马来西亚那个当地朋友跟我说，吃他们这个猫山王榴莲不能喝酒，你们听说过这种说法吗？很奇怪啊，所有当地的人都告诉我，吃这个猫山王榴莲不能喝酒。然后我没理他们，我该喝还是喝吧，也没啥事儿。没明白为啥会有这种说法。非常上火，没感觉呀，反正平时我也上火。我一读信就上火，这读信比这个榴莲配酒可上火多。我更喜欢栀子乌龙，但是聪明的朋友不禁要问了，说：“你更喜欢栀子乌龙？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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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喝生茶呢？为什么？因为栀子乌龙喝完了啊。”因为这生茶也挺好喝的。还有4分钟发券啊！但有个问题困扰我2年了。我和男朋友在一起1年多，办公室恋情发展到现在异地，一路磕磕绊绊。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没有多爱我，他就是年纪到了，家里人催婚催得紧，但我还是很爱他。他的各方面条件也都符合我的择偶标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爱我。他的不爱我体现在对我没耐心，无法承接我的任何负面情绪，不理解我，我们也总是无法同频。怎么符合的择偶标准？你这择偶标准太奇怪了。我到底是该忍着和他结婚，还是该武断啊？该当断则断，去找一个爱我的人呢？
最大缺点是不爱你。没想到在这个缺点之下，居然还能有优点吗？这是那种绝杀型缺点啊，这不是缺点了，这是那种就是绝杀啊！再见。欢迎大家，可以大家了解一下新品啊。这要干什么啊？你懂吗？那它的优点是啥？符合它择偶标准？不懂，不懂，很难懂，不懂。薏米水没了，你可以买点我们这个红豆薏米茶泡着喝喝。有些朋友喜欢喝着热的，是吧？喜欢热水烫的，你可以拿这个泡着喝。红豆薏米，反正你都看得见的原料。这一包是多少个？这一包不止10个，是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个。是19个吗？我还是我数错了？这红豆薏米多一点啊。刚刚那个竹蔗雪梨那个是10包啊，这个是19包还是20包？我是不是数错了？哎，无所谓吧。反正这个就是你可以喜欢喝热水，喜欢泡着喝这个。我同事来准信儿，还有1分钟发券啊。20啊，玉米须茶是10袋每盒啊，这个红豆薏米茶是20袋每盒啊。我们这个绿酒啊，你买2瓶是送那个杯子，买1瓶送帆布袋，这个酒袋。这个就是菊酒老板他们家那个酒公司，五花马呀啥的那个母公司就这个。Watts Family 买1瓶就送着这个袋儿，你可以拎这个酒出去野餐呢，出去喝吃饭什么，拎着。2瓶送个杯子。我这迅速的乱糟糟起来了，我收拾一下。发券了，发券了。好的，趁着发券，快大家发券，快手忙脚乱，帮我卖会儿锅巴，我再去找一波那个什么充电线。哎，真头晕啊！天天丢充电线呢。不行，这不是。能放了。你们听到我的脚步声，肯定以为我要回来了。不，我要去另一个房间找一找。iPad，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不要再伤我的心了，iPad。大家都是在一个家工作的家用电器，人家都能充得进去，你为什么充不进去？
少整那出啊！看看啊，插上你给我亮啊！哈，还是得 PUA 呀！好了，冲上！锅巴啥口味？咸，咸口的。这个我们小卖部一直都卖的非常好的，上面这是黑的芝麻。坛子酒在啊，有人问我们坛子酒，坛子酒在啊。你们是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毯子？不放心的，毯子也在啊。买就送，一瓶也送，两瓶也送，一瓶100出头，两瓶170出头，比较划算。这么一个入门的 A4 白葡萄酒。哎呀，嚯，坛子放这时间确实有点长了，灰尘。介绍一下黄酒。哦，我们今天上了另一款啊，那个东趣贵一点，也很好喝。潘天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都在啊。黄酒，这黄酒呢是冰饮，配啥呢？配我们这儿卖的泥螺，配这个虾干都特别配。咸鲜口的东西配这个酒，冰饮啊，冰饮非常好喝。柚子酒是酸的。这黄酒好喝，微甜，对，微甜。冰饮啊，听劝。东趣想看看瓶子，下次吧，我那快递我懒得拆了。下次啊，下次，不好意思。东趣那个瓶子做的确实是比较那个，它是那种瓷瓶，就是看着就贵。想要3关6码头的年糕条，有吗？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可以给大家谈一下。有的话，反正3关6码头的锅巴一直在，年糕条应该也有吧，可以给大家谈一下。有的话，我这个确实啊，我这个痘印怎么一直好不了呢？但是比上次是不是淡多了？我要不说你们是不是都没注意？只有我自己在注意。我涂点。一涂更明显。但最近有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我看看，最好不要困扰到我。我从小学习很好，也自诩比较聪明，但我想的比较多。这种性格有利有弊吧，想得多啊，想得多，看看你能有多想得多。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他觉得我想事比较周全，遇到什么事都该问问我。我男朋友其实也很优秀，名校毕业，但就是在与人交流的事情上不太行。我本来觉得替他操心一下也没什么，但是呢，可能受我原生家庭影响吧，我看过太多出力不讨好的事儿，而且现在有时候我给他出主意，但他又有自己的想法，也会表示抗拒，不完全听我的，我又会着急怕他吃亏。有时候他不认同我的建议，我就会反思，真的是我想的更全面吗？还是按他那么做更好？我如果没办法说服自己相信他的做法更好，就总是想到这个事情，还时不时和他抱怨当初为什么没听我。也许按我的做结果会更好，但我该怎么办？还要不要管他的事情？如果完全不过问他的事情，我又不放心。你不是他女朋友吗？我读错了吗？你不是他的母亲吗？你不是他女朋友吗？母亲也不应该管这么多。哎，我又不放心。有我的帮助，他确实能做出更好的决定。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那是更好的决定？但是我管太多，好像也会有点力不从心。他来问我的意见，如果是很小的事情，我就会觉得他怎么连这些都应付不了。如果他不认同我的意见，我又恨铁不成钢。哎呀，真成妈了啊！怎么回事？恨铁不成钢都用上。但我该怎么办？少管啊！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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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管。管好自己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也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他也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行了。我看这个小红书上，因为我现在不是干这行吗？我天天不读信吗？完了，一天给我投稿的人，这又回避型依恋了，那又焦虑型人格了，这又高敏感了，那又咋的了？我还刷到一个什么课题分离，经常刷到一个什么课题分离。这课题分离不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啊，这课题分离也没那么玄妙啊，这也有道理。我不是说人家这个课题分离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啊，但是呢，没必要整这些新词儿。好多朋友吧，整点心理学吧，整点新词儿呢，最后的收获就是那点新词儿。我的感受呢，很多朋友看书看这个心理学，最后就收获了一堆新词儿，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帮助。我没有说人家不好，我觉得人家课题分离说的很好，那个说法是很好的。但是你如果不能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就少整那些新词儿。你就跟我再说一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管好自己，就是最简单的话就能听懂就行了，不用课题分离。课题分离其实也就这么点事儿，管好自己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很多朋友，就这个小红书上，很多朋友就是分享这个，说这是他的课题，这是我的课题，对吧？你就用这套说法也可以说嘛。你男朋友的事情是你男朋友的课题，然后呢，你男朋友来找你出主意，你出主意，你愿意给你男朋友出主意是你的课题，但是你男朋友不听你的，那又是他的课题了，你就别操心了，是吧？你已经出了你的主意了，出完就出完了，出完之后他不听，他做错事了。哎，你心想，哈哈，哎，你看，不如说按我说的做了吧，这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你说完就完了，没事了。你愿意帮他呢，可以帮他，但是这是你的事儿，不是人家的事儿啊。人家听不听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不愿意听就不听了，怎么的呢？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关注我。点开这个可以加入一下那个群聊，连咖啡买2次了，感谢啊！肯定还会有回来补货的。今天连咖啡呢很贴心，又换了一个赠品。上次不是杯子吗？上2次各种不一样的杯子，这次换了一个那个帆布袋啊！你们又来补货连咖啡的话，你就又变成帆布袋了。这玩意儿爱喝咖啡的人消耗量应该挺大的，一天喝个2、3的都有。就这个冰川呢没那么苦，你就是平时要是咖啡有点
就是喝的有点猛，你就买那个火山的吧，偏苦。他用那个什么叫 fresh drop 技术，其实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就是人家比较厉害吧，就是一撕开这口就直接是咖啡液弄好的，有那种低滤的感觉，直接喝就行。我觉得火山的好喝，对，有很多这个平时喝咖啡的跟我反映都是火山的好喝。还有朋友像我似的，完全就是说啊，一点苦一点酸都不行，你就试试这个茶卡啊，我们有这个茶卡，茉莉花茶的茶卡，大红袍的茶卡，不酸不苦的。我们榴莲月饼每小时抽3个朋友送啊，赠送，买个榴莲月饼的朋友每小时抽3个赠送。你们此时此刻如果在别的平台看到我直播，肯定是盗播的，不是我。可以去叫他们来小红书小卖部，但是呢，这些人也很坏，他盗播我的时候，他都会把评论区关了，你也没法说话，都是很有经验的。你在那儿买东西，他那卖的也不是我卖的东西啊，你们买了容易出事儿啊，注意安全的。柚子酒，柚子酒，柚子酒，柚子酒啊，有柚子酒，6度的柚子酒，柚子酒，6度柚子酒，6度的柚子酒，酸的柚子酒啊，在这儿呢啊，怎么一直喊柚子酒还打感叹号，在这儿呢啊，别喊了，在这儿呢，别害怕啊，别慌，他在。刚有人刷屏，柚子酒，一直咋了？这在这儿呢啊，在这儿呢。10个收到了，10个还有10个收到了，怎么样？刚其实我一开播的时候穿的不是这衣服，滋一身吃这10个，没注意。有朋友刚开播的时候再给我作证，确实这个汁儿比较饱满，吃的时候小心。我刚穿也是另一个白短袖，滋一身没法穿了，换的。背后是床单3件套，4件套吧，应该是。柚子酒是偏酸的啊，不咋甜，就是柚子本身的那个酸味儿。一晚上吃的真杂，嘿嘿，我还没点一根呢。道具啊，牛肉干，这是牛肉干条。我已经看到下一封故事的长度了，是时候点一根了。随着夜越来越深，来信越来越长，牛肉干条就得出现了。但这是一个离谱的故事，希望大家轻点喷啊，大家不要喷他，好吧？我和男主是在我本科快毕业的时候认识的，他比我大10岁，2个人认识以后都迅速的坠入爱河，每天都非常甜蜜。毕业以后就异地了，他飞过来2次看我，后来我出国了，飞回国看他1次，他把我照顾得很好，每天一睁眼就有早饭。哎，我读到这儿就觉得很不妙了。你们一共在一起几天？还每天一睁眼就有早饭？你出国读书不就飞回国看他？哎，我往后看看，他还会提前给我切好水果放在小冰箱里。买东西吃饭也从不吝啬，但有天开车的时候，路上突然和我坦白说，其实自己已婚，还有一个孩子，他自己住，老婆孩子住在另一套房，巴拉巴拉的说了很多，我很震惊，眼泪止不住的掉。我坐在副驾驶，很想摔门而去，但我没有。然后我冷静了一下，问他：“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机，你说我这根牛肉干点的。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啊，好的。他以为自己是一个爱老婆爱孩子的人，会安安稳稳过一生啊。本来觉得可以不告诉我，因为之前呢本来也就是暧昧嘛，实质性的进展也不是很多。哎呀，你还得谢谢他是吧？意思他现在好勇敢，告诉你他已婚了是吧？是这意思是吧？还得谢谢他。可能这段关系异地以后会越来越淡，慢慢就结束了。但他现在越来越喜欢我。以前谈恋爱从来没有过这样强烈的感受，那肯定没有呀，那肯定跟你强烈啊，那以前肯定没有。真的很想跟我一直在一起，肯定啊，肯定是很想一直跟你在一起啊，所以一直在挣扎，觉得他不能太自私，应该告诉我啊，你赶紧给他写封感情信嘛，你给他送个锦旗，叫那个叫什么呢？这个天下第一勇敢，世界最佳坦白啊，什么玩意儿？送这种锦旗啊！天哪！接着他问我有没有想过以后的事儿，哎呀，还问上你了，哎，怎么办？我能想到啥呀？和我说，如果他离婚，他能拿到房子、车子、存款还有多少什么什么的。我说这样代价很大，离婚不是随便说说的，离婚就是随便说说的啊。你错了，姐妹儿，他就是随便说说的。他说他真的愿意离，这些在和我之前，他脑子里已经和我说之前，他脑子里已经演练过无数次了。但是他担心的是，我爸妈不会同意我嫁给一个离过婚的人。哎呀，这会儿担心上了，好妙哦。但我怎么也要等我读完书再考虑这些。还要考虑，大几啊？本科快毕业，出国读书，我的妈，还要考虑啊？行，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现在要求人家离婚，因为我也确实没办法给什么承诺。哇，这一招叫责任转移是吧？这一招叫痛苦转移 plus 责任转移。哎，唰转移，然后马上说无忧，马上跟这女孩说，哎呦，哎呦，我也确实没办法给什么承诺，我也不能要求他离婚。还有高手是吧？哇，一个小连招。不能影响人家，这对别人太不好了，哇，太厉害了。还有高手，转移了是吧？啊，多厉害，唰转移了是吧？本来是他的责任、承诺、痛苦，哎，没有，全转移到他身上，哇！我不想做插足别人感情的人，虽然事实上已经这样了，但我也还是真的很喜欢他。每次一说到这些都痛哭流涕。我现在陷入了一个不想让他现在就离婚，因为我没办法对他的未来保证。但是他不离婚，我心里的坎儿过不去。我不想偷偷摸摸的谈恋爱，而且还有点离不开他的死循环。我好像一个清醒的恋爱脑，每天都在折磨自己。在国外读书，每天都要应对巨大的工作量，下课了还要这样消耗，我到底怎么办？怎么办？你休学吧，你上课也消耗吧，你还怎么办？你休学吧，你回来好好那个什么吧，结婚吧，你生孩子吧，你怎么办？你这不行啊，别读书了啊，你这遇到真爱了啊，赶紧回来吧。啥学业啥的不重要啊，回来结婚吧。
呦，哎呀，我也确实没办法给他什么承诺，不能影响人家。哎，姐妹儿，我觉得你还知道给我写信，你还有救啊！我不讽刺你了，我刚那个是讽刺你，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觉得你还有救。哎，我这从何说起呢？我这是千头万绪，我这是我揪哪个线头我都想骂一顿。我这从何说起呢？我应该啊，我从何说起啊？我真服了你了。哎呀，姐们儿啊，他是这样啊，我不轻易揣测别人，我也没说他这个，不说这个道德上的事儿了，我就给你分析分析现实发生了啥。这封信啊，你这封信的题眼叫，但是他担心的是，我爸妈不会同意我嫁给一个离过婚的人。他这句话是说给你听的啊，他不是担心，他不是真的担心。你以为他真的担心啊？他说给你听的。他说给你听的，说给你听干嘛呢？为什么说这种话给你听？让你有愧疚感。这个乾坤大挪移这一招叫啊，武学上记载叫乾坤大挪移。本来嘛，他骗你，他说他骗你，他单身，处着处着估计也瞒不下去了，可能也是对你的性格有个充分的了解吧，觉得可以了，是时候开始发动我的乾坤大挪移了，然后就跟你说啊，我其实有老婆，有孩子。然后在你稍微哭冷静下来之后呢，第一招叫做这是第一次啊，这是我第一次。本来可以觉得呢，可以不告诉你。本来我想着咱们也是暧昧暧昧，后来我真的动心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爱过一个人，是这么说的吗？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觉得不能太自私，应该告诉我。第一是吧，起手招，哎，先把这个愧疚感揽到一部分揽到自己身上，哎，整的你还有点尴尬了，说哎，什么意思？很爱我。马上第二招说，不能离婚，我要离婚啊，我可是要离婚，我要跟你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不能离婚呢？也是为了你。我虽然想你听听这话，这逻辑啊，我离婚呢是为了咱俩在一起，但是我不离婚也是为了你。哎，因为咱俩离婚了，你爸妈可能不能接受我，所以我是想离婚啊，我肯定要离婚啊，我肯定要离婚，我就要离啊，我为了你，我必须咱俩在一起，我必须离。但是啊，我真离了你。你爸妈不接受我，你看你到时候你不更难受吗？全是为你想的。快跑啊！干嘛呀你还？你冷静冷静啊！你这稍微这出国读书，你这也本科毕业的，你这稍微逻辑，你想想这是逻辑吗？这逻辑通顺吗？一个人做一件事儿，说做这件事是为了你，不能做也是为了你。至于能不能做呢？不能做，因为都是为了你。什么时候做还得听你的。
这是逻辑吗？啊？还有3分钟发券哈。朋友，碰上高手了。你要不相信我说的话呢，你就跟他说你现在就离婚，你看看他离不离？你说我给你5天时间，你离一下，我看看。我没见过人离婚，你给我表演一下。5天以后，你就会惊讶的发现他不怎么理你了。逻辑太乱了啊，姐们儿，我说你了，醒一醒，清醒一点啊，清醒一点。但是我这样说呢，你肯定听不进去，是吧？我毕竟是个外人，这你俩肯定有感情。我这个说话不是那么绝对啊，你俩肯定是有感情，是吧？感情这个东西呢，跟不好的人也会产生好的感情。感情这个东西就是很奇妙的，有的时候呢，跟一个很不好的人，但是还是感情是很好的，这就很麻烦，是吧？所以呢，你也别伤心。你让你快跑呢，你也做不到。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吧？你现在不是在国外好好读书吗？见不到吗？你说你那什么吧，离婚的时候离了那天来找我，没离就别联系了，这比较简单吧？这能做到吧？这能做到吗？这可以做到吧？这个不是很难吧？反正你也在国外嘛，姐妹儿，这行不行啊？你俩这个轰轰烈烈的爱情，咱们先不给他画上一个句号，你就说还是很爱你啊，但是现在确实耽误我学业了，我也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说我还要为你负责呢，是吧？你是说负责吗？对，我对你的未来还要有保证呢，我得好好学习。然后呢，现在你不离婚呢，咱俩天天这么整着，我学习不好，咱俩先别联系了。你哪天离婚了呢，你再飞过来找我，到时候再说。你好好学习一段时间，你清醒清醒，冷静冷静。到时候他真离了，你也未必看得上他啊！你冷静冷静。你这个身处热恋嘛，人容易不冷静，太上头了哈。发券了，发券了。不好劝，不好劝，不好劝。关键呢，我相信他这个感情很有可能是很炙热的。这个男的吧，咋说呢？咱也不能就说他有，咱也不能就说他多那啥。哎，反正是，反正无论如何不会冤枉他的方法就是你离个婚再找我，咱就不会冤枉他，对吧？肯定也不会不冤枉他。我抽的是一个超干牛肉条的这个道具啊，朋友们别害怕，抽烟有害健康，不要抽烟啊，抽点牛肉条挺好。毒性也有害健康，毒性之余抽点牛肉条，挺好。姐妹儿，我这个刚刚说的呢是让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跳开一步，你这个年纪轻，我多跟你聊2句，别太自责。也别觉得，第一不要太自责，第二将来呢你们一定会分开的。分开的时候呢，别觉得太后悔，别觉得太那个，觉得自己不好啊还是什么的，你就当是一段经历吧，一段神奇的体验，好吧，就行了。
人总要经历的，好事坏事都要经历，是吧？也还有这种又好又坏的事儿，总要经历的啊！你就经历了一个又好又坏的事儿，好坏比例不一定，你自己看吧。反正就是你就当它是一段经历就好，别太往心里去，总会过去的。长大了回头想想吧，就是哈哈一笑。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就那个学习，出国了还不好好学习啊？这坐飞机不累吗？啊，我这坐一会儿飞机我都腰疼，还是年轻吗？嘎嘎的出国读书，这腰不疼吗？你为了你的腰，你好好学习不行吗？一天，牛肉干推荐原味儿，多累呀！后来想想，是吧？当它是个好玩的体验就行了。我分享一个我与可恶韩男的分手故事。韩男，哦，韩国男人啊，我与韩男在美国同一个学校读博，不同专业。刚入学的时候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第一次约会对他印象很好，长得太帅了，太温柔了，我俩就聊起来了。约完会后我就狠上头啊，他也很上头啊，电光火石啊，我们在一起了呀。生活仿佛变成了一出韩剧啊！不得不说，韩男谈恋爱真有两下子呀，给我整得晕头转向啊！但是好景不长，在我们交往3个月后，本来约好了一起出去玩，他突然说他要回韩国，因为奶奶去世了。我不应该笑，但是我怎么感觉？对不起，我不应该笑。但你这个，你前面说生活仿佛变成了一出韩剧，这奶奶就去世了。他突然说要回一趟韩国，因为奶奶去世了，他得回去参加葬礼。我当然就让他去了。结果他回去没几天，又跟我说他爸得了癌症住院了。这么韩剧吗？没有必要这么韩剧吧？他家人之前一直瞒着他，是他回去之后才发现的。我又震惊又非常心疼他，只能讲一些没用安慰的话。我想这个事对他冲击太大，很长时间都没有去打扰他。好几天没有他消息之后，我焦虑的快发疯。他给我发来一条长长的短信，大概意思是他非常担心他爸爸的病情，所以决定休学1年，留在韩国。我看这个信的长度肯定是有转折的，我刚刚这个猜测应该没错，这信还有很长，应该是有转折的。他说他没办法跟我继续交往。哎，我收到这个消息我人麻了，我好不容易遇上真爱，怎么发生这种事儿？这个事儿嘛，我最后想想也还行，虽然遗憾，也算是一种 BE 美学，但接下来的事儿就相当炸裂了。到了第2个学期，有一天我看到我俩共同的好友去滑雪，因为我马上也要去，我就问他现在雪况怎么样，他说还不错。然后就问我是不是要跟那个韩男一起去，我说啊，我们已经分手了，你不知道吗？他说啊，怎么回事？然后又加了一句，我这周末去找他玩呀，到时候问问他。我说啊，你要去找他？他不休学了吗？他在美国。你看我刚是吧，我这个人可能心态坏了，我刚看到那儿我就觉得我这朋友过了好一阵才回我说你啥意思？我立刻猜到了，他应该是去感觉不妙，去跟韩男串供去了。我跟他解释，我说韩男跟我分手，说他要照顾他爸爸，现在应该在韩国。我这朋友过了很久以后回我说他没骗你，他爸确实生病了，但他没跟我说，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气笑了，俩人想这么半天，居然想这么烂的解释。更加实锤的是，我在韩男所在的实验室网站上发现了他们上礼拜去聚餐的合照，他那张可恶的帅脸就在里面。
我到现在依然不知道韩南从何时开始骗我，为何骗我，我也不想知道了。我现在有个新的约会对象，是一个比韩南还帅、还高、还壮的阿根廷小哥，哈哈，挺难是吧？把这个事儿写出来，完全是想提醒姐妹们不要轻易对韩南上头，容易被撞飞。这么极端的应该也比较少，这这不就韩剧吗？这不整成韩剧了呢？这太极端了。那么极端的应该也少。哎，又跟挺难好上了。欢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老朋友可以点开加入一下群聊。点开我们这个红色的袋儿呢，新朋友看看销冠吧。我手给这个超干牛肉条啊，美味的虾干呐，买大号就行啊。还有今天只有8000罐的牛脆脆，卖完了就改预售了，可以买点销冠。新朋友呢，点开我们的新品看看，不是老朋友点开新品看看。上椰子水了，老有人问椰子水，然后老有人问我们这个西梅也回归了。这个西梅嘛，就是配料表只有俩字儿，西梅。一大包40来个，然后注意事项，千万注意啊，千万注意，千万注意，千万注意。有一些朋友买回去就没注意，可以分享一下不注意的后果。这西梅还是比较大的，没有核，就是一颗完整的大个西梅。就长这样。这个悠着点啊，千万听劝啊。你好，如果9月7日的直播，今天就是9月7号了，我被抽中的话，这会是我最好的结婚10年纪念日的礼物啊！恭喜啊！不是说有多荣幸，主要因为我老公也指望不上了。不是那他指望不上了，你啥意思呢？你这10年纪念日在我们小卖部过啊？不是你老公再指望不上，你说这要是生日的话指望不上，咱们一起过就一起过了。你这结婚10年纪念日，你老公指望不上，你指望我们啊？这赔不了呀，这事儿呀。过去10年里，我们就没有过过纪念日，之前的9个没有计较，因为我自己也会忘。我们的情感模式挺像兄弟的，不那么需要陪伴。因为我们嘛，学习能力都很强，在各自的业余生活圈里都是大佬，但我们的深度交流很密集，互为拓展思维的启发者啊。而今年结婚纪念日，我有点矫情，我很想他能好好准备一次。还好吧，10年，这不能叫矫情吧？这很正常。因为去年我们感情出现了危机，我发现他跟女下属有暧昧的关系。虽然是女方主动吧，他只是对爱慕没有拒绝，也没有发展成出轨，但我还是被刺痛了，也一直没有疗愈。上周我提醒他纪念日，他以工作太忙为由敷衍，我的积怨就爆发了。争吵过后，虽然他表达了歉意，但也没能抚平我的创伤。不管你们觉得我这个老公咋样吧，反正我日子还算能凑合过。想被蛋总读出来，只是需要倾诉，希望有人倾听。好的，完成了啊，倾听了。我知道，其实很多男人处理烦恼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被人听见以后就好过了。日常如水，不求甜甜蜜蜜，只祝我的婚姻未来太太平平。补充说明，我没有接受他有暧昧对象这件事儿，一发现就已妥善处理。姐妹们，请安心，以后再有绝不姑息啊！这是一个受伤了，姐妹受伤了是吧？受伤了，哎，受伤了嘛，然后人又很成熟很沉稳，就觉得受个伤嘛，还是在这自我疗愈。来我们小卖部也是想找个自我疗愈。日常如水，不求甜甜蜜蜜。
只祝我的婚姻未来太太平平。哎，伤感啊，这咋办呢？帮不上你啥忙，太成熟，人太成熟。姐们儿，该说不说啊，我说话你可不听。你虽然只是想倾诉，也没想什么建议，但我居然还是有一个建议。该哭哭，该哭想哭哭一鼻子吧啊！我知道我能大概心里有你的画像，一个很成熟，在社会上啊朋友中都是那种很可信赖的人，但不是说这样的人就不能哭吧？该伤感的时候就伤感，想哭就哭吧，想发泄就发泄去，没有必要非得那么成熟。啊，姐们就是受伤了，很刺痛，但是自己的教养是吧？自己这些年对自己的这个训练，自己的学识，导致自己认为这种事儿也应该成熟的应对，不一定，不一定。这个时候闹心是可以爆发一下的。啊，这个时候闹心了可以爆发。你要是真的觉得你跟你老公呢还能过，这事儿得交流啊。我看你这意思就是觉得还能过嘛，日子还算能过下去。你看你跟你老公嘛，肯定是很有共同语言，深度交流很密集。你俩深度交流很密集，结果这种事儿你不交流，深度不是说只有知识、理性、大脑的深度叫深度，更深的深度是番茄的深度吗？不是啊，更深的深度是心的深度，是吧？这儿你有什么各自业余圈里生活的大佬啊，什么深度啊，什么这都是很浅的深度。真正的深度交流是心的深度啊！你这心都伤成这样了，你要真的跟他有深度交流，就应该交流这个，这个要交流一下，交流一下，交流完了呢，婚姻未来太太平平，是吧？我也祝福你婚姻未来太太平平，但你想通过装作无事发生，它可有点难啊！你还是得交流一下，你们的婚姻可以那什么一下，重新加载一下啊，重新加载一下，整点酒吧。我送你个绿酒，是不是这个名字不太吉祥？我不能送他绿酒啊，我送他点啤酒吧，就送这个重新加载吧。那个我的同事啊，把这个重新加载这个酒给这个姐们儿，给他送一下。你祝你的婚姻未来太太平平啊！我祝你的婚姻重新加载啊！你跟你老公哥俩喝点聊聊，哎，你如果觉得他人还行，能深度交流，哥俩一人喝个3罐啤酒，聊开了就完事儿了啊，好吧？聊聊得了啊。伤心了，伤心了，又哭不出来，喝点酒容易哭，哭哭就好了，聊一聊，是吧？结婚10年了，我也不是啊，大家经常看切片，看我直播一说李诞就劝分劝离，不是啊，你看这姐们儿，很成熟的人嘛，她自己思考的也很完整。我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挺不容易的，在一起10年挺不容易，能好好过，我也希望大家能好好过。我劝离的那些是真的看着就实在是不行。你这但凡有点希望，我也是希望是吧？能好好过还是好好过吧啊！祝你们重新加载，太太平平啊！喝点啤酒，这个酒容易上头，这个精酿啤酒嘛，喝点就容易晕。有一些真的太离谱了，那个正常人看到都不会劝他们好好过了，那没法过是吧？你说刚刚那个咋过呀？这正常。
经常读一些，这咋过呀？这个吧，就能够过一过吧，还是。抖音看到了盗播，对，应该已经有人在处理了。有请下一位受害者。别这样，咱们这也有幸福的是吧？我看看有没有，咱们尽量，咱们别老受害者呀。这怎么全程受害者能行吗？你找点这个好的，快乐的。欢迎大家。怎么这有请下一位受害者？这太过分了。哦，今天这个风干压缩骨卖的很好啊，已经400件了。新品里，哎，我压缩骨呢？我压缩骨了，没事，吃点牛肉干顶替一下。欢迎大家，牛脆脆还有6000件吧，今天一共8000件，买完了就改预售。淘米水还有吗？淘米水下了，但你爱喝那个薏米，你可以买这个西小野的红豆薏米，这个你直接自己泡。很多朋友也反映爱喝热的，是吧？我经常卖，我卖的一切我都推荐大家冰饮。我今天上个热的，你可以泡着喝。我更爱喝这个玉米须啊，我在这泡的是这个玉米须茶。你们爱喝那个薏米，买那个红豆薏米泡着喝，它那个薏米还处理过。我看人家咋说了，人家说这个薏米呢是切碎以后蒸熟，再低温烘焙至香熟，这样的制作工艺不仅不会破坏薏米和赤小豆的营养，也去除薏米的凉性。这不太懂，我不太懂这一块，我只是说这个它确实挺香啊。我有时候觉得是心理作用啊，大家别说我。我有时候喝这个，就其实刚开播的时候我说了，我喝这个玉米须茶嘛，大家也会说玉米须茶有什么健康功效，我也不知道，我确实也不知道，但是我喝着就是心理作用吧，感觉好像挺健康的，尤其那个水特别烫的时候，感觉就是健康。大家就当个心理安慰吧。售罄了，啥玩意儿又售罄了？啥玩意儿又售罄了？怎么又售罄了？什么东西又售罄了？你在别的平台看到都是假的啊！玉米须售罄了，抖音有盗播，我的同事应该在处理了。听说又有一些那个啥的盗播的，快！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我们这儿是那个，我目前只在这儿播，目前只在小红书播。你主要在别处那儿呢，你就看我，你想看个读信，看个好笑是吧？都在哪看都一样。但是你在那买东西容易出问题啊，因为那都不是我卖的，你都不知道他卖的啥东西，容易出危险。大家还是，尤其是吃的东西，尤其是吃的东西，大家还是注意安全。椰子水好喝吗？好喝。千万要冰饮，这个我就不劝你喝烫的，这一定要冰饮。配料表就仨字儿：椰子水。
鸭锁骨我就推荐椒盐的哦，就在这儿。你说它这个包装做的多奇怪，它就在我手边我都没看见。你是不是看到这种包装也会一眼忽略？我觉得他们这种老厂家是1993年的老厂家，这包装做的就是一种让你不想让你知道它是什么品牌。我这么看，你知道这个鸭锁骨什么品牌吗？你就盯着它的正面，你都不知道它的品牌是什么，是不是？它叫全阿饼。咱们为啥呀？咱们为啥呀？咱们不能把这字打大点吗？啊？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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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以前是做供应链的，就是那个就不太会包装设计上。啊，好吃是挺好吃，这保质期只有7天啊，所以大家那个看个人需求啊，别买了坏了。我很不解，我觉得这真的很费解。哎，给你们再看看我们这牛脆脆，哎，你看人家这包装，嘿嘿，我真是服了，你怎么想的？怎么琢磨的？你看，哎，哈尼牧场，哎，出现了，行，我真服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哎，我真不是。就这个品牌传播，很多人现在越来越不觉得是门手艺了，其实它还是门手艺。营销品牌传播一直都是门手艺，很多人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好学的，他还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脏年糕条吃一个，脏年糕条，脏年糕条长这样，它吃起来就是那个鲜贝的感觉，硬的鲜贝，更扎实的鲜贝啊，然后是外面刷了一层红糖，甜口的鲜贝的感觉。不吃了，我今儿吃甜的吃太多了，我刚吃了一个茅山榴莲王月饼，我还吃了一块巧克力，我还吃了一个黑芝麻爆浆的蛋卷儿。不能再吃甜的了，我吃点牛肉干行。手机壳有朋友要看手机壳，手机壳长这样，上面这些可爱的玩意儿都可以换啊。哎，他们家其他人呢？你们家其他人呢？小海星，小海星，我刚不都带了吗？那些刺猬啥的啊，这儿呢，还有小刺猬啊。就转着不过瘾，小刺猬一般，小蜗牛比较好。我喜欢这个，它这个后面可以转，比较解压。哎呦，还有一种迷幻的效果，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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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4分钟画卷。小蜗牛，还有 Snake， 这是 Snake 吧？不是 ，Duck。Goose 啊，这是 Goose， 这不是 Duck， 鹅啊，这是鹅。看脖子有点像，光看脖子有点像 Snake， 看嘴像 Duck， 看完整了是 Goose。算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海星，有点畸形，他那些为了转怎么能做成那样？这个比较可爱啊。
英文不错，不是我要整，是他手机壳上写的。就刚那个嘛，这人家自己写的，故事，不是我非要整英文。还有3分钟发券啊！打个解压小玩具吧。好的，哎呀，我真服了，又一个瞧不起我的商家，西小野，我在大理参加那个小红书活动认识的品牌，红豆薏米和玉米须都已经售罄了啊，现在是预售7天，售罄。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干嘛呀？瞧不起我们小卖部啊？多备点货怎么的了呢？牛脆就买自然味的吧。还有2分钟发券。我不是神经病，突然舔自己手指头，是一不小心又碰到了刚刚没吃完的巧克力。还有1分钟发券，发完券读信吧啊！我把这个道具吃了。牙口不好就别买这超干条了，牙口不好就买牛脆脆吧。超干条就是费牙，我觉得还好啊。有些朋友牙口就那样就算了，因为我们从小吃肉，我牙也不好，但是从小吃肉就觉得无所谓。啤酒你就买这重新加载倒酿，这个精酿经常去酒吧玩的朋友，你应该经常能喝到，他们家。这倒酿很多家的那个贴个标，很多酒吧贴一个自己的标，其实用的都是他们家的酒，很好喝，精酿，是纯香的那种，有点发苦，你喝不了就还有那个果味儿，他们家也有果味儿的。葡萄酒推荐是这个是我们上次举酒鹅版的推荐嘛，绿酒，经常看我小红书直播的，买1瓶就送给这个酒袋，2瓶呢送一个杯子，再给大家放一遍吧。重温经典，这个酒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葡萄牙北部有一个产区，那个产区它就是绿酒产区。绿酒意思就是比较年轻的酒，喝上去就是形容这种果味。然后我想要加的就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只有9.5。喝上去的话是微甜的感觉，但是不仔细品的话还是干型的，就没有那么甜，就是酒精度低，然后比较容易上口。另外你还记得我们打开时候它有一些微微的气泡的，这个你可以跟那个观众们那个特意说一下，这个就是正常。它故意保留一些这个微气泡，喝上去的话比较清爽。啊，好吧，买2瓶呢送一个杯子，哎，不是这个杯子，买2瓶送一个这个杯子。要冰着喝啊，冰着喝，放冰桶，放冷藏都行。这个蛋卷我吃的是这个黑芝麻酱的这个爆浆，很过瘾。
你爱吃花生酱，你就买那个花生的呗，看你爱吃啥味儿。我爱吃这个黑芝麻的，买个鸭架好吃。那你注意啊，只有7天保质期啊，买了注意啊。大月饼，大月饼有人收到了吗？大汉饼，大汉饼，我们的大汉饼，饼才会呀，米那大汉饼，贼大啊！一个人就别买了。完了，它里头那个馅料里有蛋黄啥的，我个人最喜欢它里头那个麻薯，Q 弹弹甜甜，特别好吃。买2个还送1个碗啊，这个饼，我1个都吃着费劲，但是你买俩居然还送个碗，那个碗这么大。牛脆片就这样，就长这样。好不，我准备读信了，还有啥疑问？还有啥疑问？拜托我们的那个伟大的顾客朋友们了，进入全自动啊，就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在下面问，他们吃过的人会给你回答的，什么牛脆脆哪个好吃啊什么的。连咖啡喜欢苦一点买火山，不喜欢那么苦买冰川。加奶喝也行，加椰子水喝也行，加椰子水加奶喝也行，只加水喝也行，只喝那个行不行？不行，有点苦，有点酸啊！我试过了，不能直接喝，还是要加点水喝。怎么写信投稿？给这儿写，蛋蛋小卖部普通店员就在这儿。送长辈儿，虾干，你买那个大号的虾干，这个是不是长辈儿收到会挺开心的？直接吃也行，他们做个菜煮个汤蒸一下吃也行。这不是比较实惠吗？送长辈，你送大汉饼应该也行吧？但是我说实在的，不希望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吃那么高热量，还吃点虾干吧，还健康点。买点牛脆脆也行，酒就也悠着点，非要送酒送点黄酒啊，悠着点。年纪大了就别吃的那么猛。鸭架好吃啊，石榴也行。对，我咋把它忘了？这个送长辈应该是没问题，不用吐籽了。我个人感觉不用吐籽。牛肉干我一直在吃，我再来一根，这回先不吃了，先把道具点上。感谢大家关注，石榴超好吃，哎，已经有收到了是吧？怎么样，这个头？我这个神经多少有点不正常，我得看看去。但我想投稿一个没有drama的爱情故事，好，咱们读个温馨的。2023年是我在纽约生活的第4年。年初的时候，妈妈去世了。她离开后，我突然意识到人生短暂，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去学了跳舞。大半年过去，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有好好谈过恋爱。也许是妈妈保佑，4年无人问津的我突然桃花暴增。先是认识了一个195光头金融男，朋友又介绍了她男朋友的朋友给我。我们就叫他不配在纽约谈恋爱的佛罗里达红脖吧。隔壁实验室爱穿花衬衫的男同事也突然对我非常友好，经常约我一起喝咖啡。故事讲到这里，想让大家猜猜谁是我的男主？没错，男主就是爱穿花衬衫的男同事。因为当时我们都在申请博士，周末约着一起准备材料，一开始只把他当朋友。那段时间学跳舞，办了一个演出，他那天本来就是想等演出给我表白的，结果那个不配在纽约谈恋爱的佛罗里达红脖竟在男朋友面前先一步约我，我男朋友一整个措手不及。好在那个人不配谈恋爱，
发表了让我很不舒服的红脖子言论，只见个一次就结束了。跟那个金融男也见了见就不见了。我生日那天，男朋友约我出去，我问了他生日几号，他说是4月6号，跟我妈妈生日是同一天。当时真有种是我妈妈附身来陪我过生日的感觉。临走时她说 I had a crush on you， 我说 had， 那现在呢？她说我们当朋友也很好。那天阳光下的她头发也很好看，眼睛也很好看，睫毛弯弯的也很好看，睫毛弯弯。那之后我们就变得有些暧昧了。男朋友每隔几天就问我有没有见什么新的男性。再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电玩城，人挤人，他就牵我的手。我就问他，我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我只跟喜欢的人牵手。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交往了。几周前也见了他的爸爸妈妈，很喜欢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谈一场稳定的恋爱，之前总是在暧昧、猜测、焦虑中消耗自己。但我发现稳定的感情虽然没有那么刺激，但是让人更加有底气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现在想想，也许真的是我妈妈给我挑的男朋友吧。这么温馨吗？哎呀，我说读个温馨，我没想读这么温馨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这个有点感人了。恭喜啊，恭喜，太好了啊！恭喜啊！我这是说点难听的啊，我不应该在这么幸福的时候说这个难听的话。姐妹儿，如果你在听的话，我说一句难听的话，如果将来你俩闹什么不愉快了，要分手的话，你也记住啊，是你妈妈觉得，哎，差不多得了，可以分了，好吧？你别到时候分手的时候整太难受。我说的你不爱听的。你可别到时候接不住啊，说哎，这么天赐良缘怎么分手啊？哎，天赐良缘也会分手的。没分，我希望你们10年以后回来骂我是吧？嘿，你看我们感情多好，你看你说我们分手啊，我只会说一句恭喜，不会说别的。欢迎大家，感谢各位。这个胶木怎么弹起来了？不是说别拿么胶木吗？果蔬汁啊，100%果蔬汁，100%果蔬汁，没有水，里头只有黑莓、蓝莓、西梅、苹果、红甜菜根、胡萝卜、沙棘、红枸杞、黄瓜。这配点果蔬也不押韵呢。下次做一个押韵的啊，不适合我们这个念贯口，是吧？黑莓、蓝莓、西梅、草莓，哎，你是吧？你往下压呀！你这苹果是什么呀？喝是挺好喝的。我们还有这个黑枸杞，这个黑枸杞也是不加一滴水，只有黑枸杞，看个人喜好。番茄汁巨好喝，我们那个番茄汁呢，它只有番茄。我们那个番茄汁跟这个黑枸杞是一样的，它这个是只有黑枸杞。我们那个番茄汁呢，是一瓶里有3.5个番茄，大概只有番茄，水也没加。就像我们的椰子水也是只有椰子水，大家按需购买，随意挑选。大农好，这是一个普信女遇上普信男的故事。还给自己贴标签啊？啥呀？咋了？我今天去相亲了，整个过程无比煎熬，回来大哭一场，被对方给丑哭了，比你还丑。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就是客观描述呗。
还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被对方丑哭了，比你还丑，我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那你意思你在描述一个客观现实。我上一段恋爱是跟一个190大帅哥谈的，分手后相亲对象一个比一个丑。吃完饭回家，我都不想回他微信了。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冷漠，我该怎么回才能让他明白我的态度？你直说吧，你说话这不也挺直率的吗？你说你丑，比李诞还丑，不想跟你聊天了。我因相亲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难道我在介绍人心里只能配丑男吗？哎呀，我是这么真伪。你把你自己需求跟人家介绍人说清楚呀，你把那个你对外貌的要求你得说呀，你不说人家上哪儿猜去，对吧？你说给我介绍相亲，第一条长得不能比李诞丑，然后你就把我照片发给所有的介绍人，全懵了，当地的红娘全疯了，说为什么？哎，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有个女的出来相亲，随身带一张李诞的照片，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啊？什么情况？大家他现在在谈的是这个毯子酒，这个毯子酒我不能再拿那个毯子了，我发现我很久没有拿，我轻点拿起来了。这上次徐志胜盖过一次，怎么这么脏啊？这个毯子全是灰现在，轻轻拿起来还可以。买1瓶也送，2瓶也送，2瓶更合算一点，2瓶这个酒更便宜一点，170出头就2瓶。大家很多朋友已经买过了，家里已经有毯子了，就可以买别的酒。比如买我们这刚刚李泽介绍过的这绿酒啊，送那个杯子。你这儿卖健身人士的就多了，这个蛋白棒啥的。再看看毯子，不行，这不是那个全是灰，在这放时间有点长了，我自己确实没注意，我把它再清一清。但你不丑，啊？你看着我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你敢再说一次吗？真诚的交流啊，我们。看习惯了，对，你看习惯了很合理是吧？看习惯了很合理。马东老师就特别会夸人，我记得很多年以前，马东老师我们刚认识，就说起说李诞长得丑不丑，马东老师说李诞嘛长得肯定是不好看，但是他这个人长得很和谐。我也不知道，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是夸我还是骂我。他说我长得很和谐。没敢问啊，那会儿咱们也是刚认识，啥意思？和谐是什么意思？没敢问。丑到一块儿去了，对，丑到一块儿去了。丑的不奇怪，对，这人嘛，长得和谐就行。人，我觉得是夸我，我都当好话听了。哪有那么多帅哥美女啊，是吧？大家也不要太那啥，没有那么多帅哥美女啊。你看看这个，刚刚这朋友不就是很痛苦吗？觉得自己咋合适的？哎，外貌这个事儿，差不多得了。
但总好，我感觉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有点小众，肯定不小众，一般这种开头最后都不小众。我和我男朋友高中时在一起，后面分开个几年，大学异地见面后复合，刚开始特别好，失而复得的喜悦，后面发现相处时间越久我越难受。他很喜欢二次元，总是给我讲各种剧情和人物，一起吃饭也说个不停，我催他吃饭他也不吃，异地线上聊天也是，无论什么话题最后他都要聊他喜欢的二次元。我也委婉的提醒过他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但他也不 care。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分开太久导致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才会这样，我好苦恼啊！我真的不想听了。我看他讲的那么开心吧，我又不忍心打断，但请问我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共同话题了啊。他又想跟你聊聊天，就只能聊这些了。怎么办？看看去吧，还是有一些挺好看的。你要不试着看看呢？要不就算了，是吧？自己试几回，发现还是喜欢不起来，就算了。这不算是一个小众问题，这就是一个叫对方只愿意聊他感兴趣的话题，而我听不进去，我们该怎么交流啊？这不是个小众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试着感兴趣，是不行的话就你俩是能不能找点其他的共同的兴趣爱好，找一找。世界这么丰富。但总好，最近1个月一直跟一个男生聊天，比较平淡吧，我也一直在观望。但是因为我妈前几年给我算过命，说我24会谈恋爱，我今年24，然后说我26会结婚，要是26不结呀，估计就得30左右结。所以去年开始到今年，我总是忍不住把和我聊天的男生往算命的结果上去靠。哎，我就说少算命。你看，就影响你自己判断是吧？我该怎么办？最近我发现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跟我聊天的这个男生 B， 可能也没有很吸引我，就是没有像之前在学校追男生 A 时候那种感觉。后面是我太主动了，觉得对方一点都不主动，我很自卑，就慢慢断联了。B 发撩拨我的表情包或者一些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的是觉得好恐怖啊，他怎么这样？命中注定啊，这叫命中注定。我可能会觉得无所适从，就会有一种想退缩的感觉。朋友问我对 B 是什么看法，我说我不知道。你有啥不知道的？你不都说人家好恐怖了吗？你还不知道？怎么办？我是不是不会谈恋爱？你会呀，你不是追求过 A 吗？啥呀？是不是只能我喜欢人家？不过我承认我真的很看感觉，现在就是一个网恋阶段吧，属于2年前见过面再也没见过那种。真是浪费我的时间。那我读到这儿，2年前见过面再也没见过你在家给我这个算命先生都请出来了啊！赶紧见面去啊！我的同事刚刚谁在弹幕里发了一条，说蛋你的牙是波浪形的，哇，好神奇！没得夸可以不夸哈，牙不齐就说不齐了，这还成优点了，好神奇！哇，你们是真把我看顺眼了，我真服了呀！没得夸可以不，你咋不夸我能吃这个牛肉干牙真硬呢？说哇，这牙真硬，好神奇！还牙是波浪的，好神奇！这不就是不齐吗？还有啥神奇的？你不矫正牙齿就也会这样的啊！但小时候我们是特殊情况。
真头晕呢。没得夸可以不用夸啊，朋友们，咱们不要形成这种风气啊！咱们不要形成这种风气啊！这干啥呀？咱们不要过上这种互相吹捧的日子呀！啊！还有8分钟发券哈，朋友们，欢迎各位点点关注。这个老朋友看看新品。今天我刚喝的什么椰子水啊？这茶也卖断货了，这茶我还讲吗？卖断货了。那个石榴啊，枸杞汁啊，倒酿啤酒啊，大家看看啊，新品还是挺多的。蛋卷我就不信了，大家帮我销售销售，感谢各位。但我跟我对象是研究生同学，今年6月毕业，我留在内地工作，他去香港继续学习。我挺喜欢现在的生活的，没有什么压力，有时间去做一些运动啊，读书啊。昨天我美美的想，等今年过年，我牙也种了，车也学了，人还瘦了，这日子多美呀！然而接着我就接到了男朋友的电话，他跟我讲起了他的同门，就是读博士的同门是吧？新认识的啊，我就搜了一下其中一个女生的名字，搜到了资料，很漂亮，很厉害，也和我一样喜欢画画。在我心中，她就是从长相、学历、能力、爱好全方面碾压我。她的本科学校也跟我对象一样。本来我跟我对象约定过，他要回到那个学校教书，我也去他那个相同的城市工作。看到这女生的资料，我感到很自卑。如果是她与我对象没有交集，我会发自内心的欣赏她。但是他们现在变成了同门，我就觉得太自卑了。我不由得想，如果是我对象跟他在一起，一起读书学习生活7、8年，在一起回到那个大学教书，就一切顺理成章。现在我经常因为和他跟他异地，然后他和异性交往，我很不开心。他们读博本来就有很多强制的社交活动，他也比较热心肠，爱帮助同学。我每次本来心情好好的，看到他又跟别的女生聊天干啥的，我就不开心。你咋看到的？你俩不是都异地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自卑带来的内耗，也不知道这种状况怎么面对短则3、4年，长则7、8年的异地，面对不了，没辙。看哦，还有后续，但我们最近又因为类似的事情吵架了，分手了啊，也太快了。刚说完面对不了，他跟同门去吃饭，2男1女。我问他为什么那个女生总是坐你对面，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聊天？他说了很多遍他怎么注意男女有别的，说我太过分了，但是唯独不正面回答我，是不是没有都聊天？最后还说分手吧。我说分手可以，但是分手前你必须告诉我，你们俩是不是每天都聊天？他不说，哎呀，你俩真都够犟的，这事这么重要吗？手都分了，你说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每天聊天？我不告诉你，但是咱俩可以分手。哎呀，我的妈！于是我们互删了，你太犟了，你俩。但我知道我的控制欲有点强，也是有点焦虑型依恋。他删完我微信，又在小红书上说等我想明白，每次都是这样不处理，希望我能想明白，自己好好的回去。我不知道，我问他是不是每天都聊天这件事是不是我有病？你俩都够那啥的，哎，你俩是有点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意思。算了啊，分了就分了吧，你俩分了挺好。好好学习吧啊！好好学习吧啊！还3分钟发券吧，还3分钟发券，好好学习吧。太吓人了，你俩都有点那意思。你说异地完了你，我也不知道你咋看见的。
俩人都不在一个城市，你居然能看着他又跟别的女生聊天干啥呢？完了，经常能看到他什么同门吃饭两男一女，那个女生坐他对面，你这都咋看呢？然后呢，你就是不停的把他往那儿推，啊，你呢不停的把他往那儿推，他呢确实也是挺不抗推，可能已经推过去了，是吧？你那个感觉就是你仿佛在把他往回拉，你说你可不能跟这个女的，哎，这个女的你心里已经那什么自卑了，一会儿再说你这个自卑的事，你心里就觉得，哎，我全方面的不如这个女的，你不能靠近她，你不能靠近她，你不能跟她，你得跟着我，你以为你是这样的。但其实你心里一想呢，你这么想，你一这么想，你又这么做，你就是在推他。这男的嘛，也不是个很抗推，就不是个很成熟的人。你俩但凡有一个人成熟点吧，这事儿都不至于这样。你这么一推嘛，那男的本来还想着说，干啥呀？我这干什么？行，分，一推就推走了，也不太抗推，分了挺好啊，分了吧。你俩以后成熟以后再谈吧，再说。你这个自卑嘛，哎呀，你就怎么你是怎么想的？就是我觉得这很多朋友啊，这个自卑特别离谱。就你这个男朋友还是你这个女朋友，就你这个对象吧，在你眼里咋的就这么好？全天下的人任他挑。还我搜了一下这个女生，从长相、学历、能力、爱好全方面碾压我，然后他俩就必须在一起。就都可着他挑，就啊！大家有时候谈恋爱别把自己谈傻了，是吧？你一谈恋爱，觉得你这个对象是天下第一，全世界的人都等他挑，幻觉啊！就你拿他当个宝啊，幻觉。女生的直觉，幻觉，还女生的直觉呢，幻觉啊！发圈了，发圈了，发圈。好吧，现在在谈的是这个柚子酒，就是酸的那个味道，就是柚子本身的酸。你喜欢喝点甜的，买这个桃子酒。桃子酒呢，它是那个桃子罐头那个桃子汁儿的味道，甜甜的，冰着喝啊，很好喝。现在在谈的是这个大石榴，没有籽儿，啊，不是没有籽儿，有籽儿，它那个籽儿我觉得可以吃。它的汁儿确实很饱满，我这画了个短袖。刚开播的时候一呲一声，大家点开这个石榴讲解可能能看到那一幕。我现在吃的比较小心翼翼，很尊重它，把它拿得很远，离你们很近，很饱满，很好吃。感谢各位，点开这个头像可以加入一下群聊啊，感谢各位。来，我看看我的伟大的同事还要谈什么。啊，这个是刚刚说过的，菊酒老板推荐的绿酒啊，只有9.5度，比较清爽，冰饮呢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入口。买1瓶呢送一个酒袋帆布袋，买2瓶呢送一个杯儿。这杯子质量还挺好。俩杯碰一下，可以。我一开始以为这杯子是卖的呢，没想到是赠品。买2瓶那个绿酒就送一个这个，现货，上次还那个送完了，这次又做出来了。这杯子让我整的有点埋汰了，你收到的不是这么脏，我这个手我就算了，就这么着吧，懒得擦了，对不起。度数高一点买这个吧，这个呢，这个酒就是17度，这个喝着容易醉。
然后他还送你一堆这个4瓶吧，送你4瓶这个八给水，你回去加点气儿，加点冰，一喝挺容易醉的。但它是甜口的，你说甜口嘛就更容易，你喝的时候不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上头。然后他送的是盲盒杯，他这送的杯子也挺漂亮，但你收到不一定是这个盲盒，我拆开是这个，也挺好看哈，这杯子。盲盒杯有点意思，看你个人需求。然后刚刚谈了一下牛脆脆，是我们当之无愧的销冠。我们销冠牛脆脆嘛，今天有8000罐现货，应该现在还剩5000罐，可能我看一眼啊，我看牛脆脆还剩多少？有朋友们在偷偷补货吗？啊，差不多还剩差不多5000罐吧。本来阿蒙今天说全是预售，我特意跟他又要了点，这卖不完他不会笑话我吧？哎，无所谓，笑话。还有虾干啊。虾干你就买大号的就行了，非常好吃。我一直是放冷藏也没坏，但是大家呢，他建议你还是放冷冻，就是保存。但我确实这个放冷藏也有半个月了也没坏，但是这不构成建议啊，只是我自己刚闻了闻吃了吃也没啥事。但是它本来咸嘛，放冷藏确实没啥事，但是建议你还是放冷冻，能保存很久。这玩意儿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吃起来是很筋道，很有韧性。配料表就是虾、9节虾和盐。因为这个壳它是烤，肉比较好，一扒就扒掉了，壳肉分离。这不是齁咸啊，没有齁咸，它加盐也是为了提鲜。虾干很新鲜，不算咸，对，应该没你想象的咸，因为这种干的海货容易齁咸，确实容易齁咸。那你说它咸吗？它也咸，但它确实不是那种齁咸的。这玩意儿一吃你就知道它是干啥的了，下酒菜是吧？当然你做菜煲个汤啊，蒸着吃，微波炉热一下多好吃。我是直接吃当下酒菜，配什么酒呢？配黄酒。便宜嘛，我们潘天一直都卖的很好，很好喝。你想尝尝这个贵的，我们有东去，超级好吃。虾干超级好吃，你怎么能放那么久？我一顿就炫完了。我这多，他是各个型号都给我寄，我得试，我都是样品。我还得送呢，我得试啊！我有时候经常跟这些老板们说，你们就不用给我这么多，但确实也没辙，他也得给我一个整包装的。再吃一个独信，确实好吃。虾干兰州不发货，不好意思，确实有时候那个，我们都是走顺丰，我们这个虾干都是走顺丰，走顺丰嘛，他有的时候顺丰不给包赔，就不发了。这种吃的东西，确实怕出事儿，还是走这种安全。内蒙也不发，对，虾的皮也可以吃吧。你要这么说，它肯定是可以了，但它不是不好吃吗？咱们这不是硬吗？咱就吃这肉呗，肉多香。我吃的是大号的虾干，贼香。虾饺好吃，谈不到好吃吧，虾饺就是可以吃。我外婆说可以补钙，我从小，哎，咱们闲聊一会儿，边吃边闲聊。我从小吃虾，这虾因为它是烤干的，它又是9节虾，它这个壳呢挺锋利的。听，我就不吃这个壳了。我小时候我爸让我吃那种冻，就那基围虾煮的，我爸就这句话，吃虾壳补钙啊，然后他就吃下去，他就不吐壳。
我从小有样学样，我也不吐壳。最后我们家发展成啥呢？我爹虾壳不吐，鹌鹑蛋，慢慢的鹌鹑蛋也不吐壳了。说鹌鹑蛋也补钙呀，这蛋壳补钙行不吐。最后吃鸡蛋不吐壳，我说出来你们都觉得我夸张，我都惊了，我实在跟不上了。我说爹，你补吧，这钙我补不了了，你个人补吧。连壳吃鸡蛋见过吗？我爸吃那个，我爸吃鱼不吐刺儿，那都基本操作。我爸吃鱼不吐刺儿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吃那个带鱼啊，带鱼吃不中间剩一个吗？我爹，我有时候觉得他在，我不知道他要干嘛。我现在长大了想想，他在干嘛呀？他的行为好奇怪啊。他说这个鱼刺补钙，儿子你吃。我说啊，我说鱼刺哎，他说鱼刺补钙，你吃不吃？我说啊，我说不吃，你不吃给我。哇哇！我吃完带鱼，他把那个中间那个吃了。啊，我真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他难道在给我妈展示他的那个男子气概吗？他在干什么？我好难理解他。家里不就我们仨人吗？他在给谁表演？还是他已经预告到了我将来会直播，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全天下的人？他在干嘛呀？我好难理解他。还是他就是缺钙，他就想补钙。我爸真的很离谱，吃那个鸡爪子，就没有说吐骨头，没有，全吃了。从小告诉我们吃那个羊肉，你看我们这儿也卖那个羊肉，像那个羊肉上一般的脆骨肯定吃啊，这我卖那个羊肉上有脆骨吃就不说啥了。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羊肉啊？就是这个关节处的接缝的那个，这个关节有个嘎嘎哈嘛，嘎嘎哈下面那个脆骨下面有一段呢，那个骨头是偏软的，煮的时间长一点，那个都吃，就是那个真的是骨头啊，那可是也吃，吃了，真惊了。我从小也跟着这么吃。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吃那个鹌鹑蛋都是不吐壳的。我后来长大了，再吃鹌鹑蛋把壳扒了吃，是真好吃。这鹌鹑蛋不带壳是真好吃。这鹌鹑蛋带壳是为啥？完了，小时候还吃什么？但你说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呢？我也不知道，我个儿也挺高的，是吧？我小时候还吃什么东西？我现在养成的习惯，比如吃那个龙虾尾，你们吃龙虾尾吗？就不是小龙虾尾炒一盘那嘎嘎的龙虾尾。我到现在吃龙虾尾也是不吐壳的，这个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就是不吐了，就吃龙虾尾从来不吐壳，就都吃了。但你们别害怕啊，这个石榴这个不吐籽儿可不是说我一个人，我们老李家吃石榴不吐籽儿，我吃石榴还是吐籽儿的。为啥呢？因为石榴籽儿啊，它不补钙啊。这个石榴籽儿啊，它确实能吃得下去。我小时候吃石榴也吐籽儿，它石榴籽儿不补钙，我们就不吃了。但这个石榴籽儿可以吃，挺好咬的。那些壳也不补，我估计也不补，不知道啊。小时候吃太多了，真的很震惊。
生长环境太恶劣，为啥？读信咋说到这儿了？蛋总好，我最近遇到一件很棘手的事情，爸妈不同意我跟男朋友在一起，我俩是一个单位的，都是同事。我爸妈逼我去相亲，我态度很强硬，不同意。我爸妈就威胁我要来单位找我男朋友，同时来堵我，抓我回去相亲。干啥？你爸妈干嘛？地主啊？你爸妈是干什么？上次已经妥协过一次了，虽然见面之前跟相亲对象就坦白过，但还是觉得这样不好，所以这次我一点都不想妥协。现在他们每天电话、微信轰炸我，威胁我，逼着我去相亲，我该怎么办？拉黑吧，神经病啊！疯了吧？我估计呢，你跟你爸妈是不住一起的啊，应该是不住一起吧，对吧？他每天只能电话、微信轰炸你，应该是不住一起，应该也不太能逮得着你，你还挺厉害，挺好，挺有主见的，是吧？逮不着你，最后没辙了，说出这种话来，要去单位找你男朋友，然后堵你，来吧，让他们。那单位大门谁想进谁都能进呢，你保安干啥吃的？没事买点牛脆脆，给保安大哥送点牛脆脆，然后把你爸妈照片给那个保安大哥看一眼，说这俩人啊，大哥，牛脆脆吃着，这俩人有妄想症，说我是他们女儿有妄想症啊，千万别让他进来。开玩笑，这是开玩笑，但是你领会一下歌词大意啊，不要完整的执行，你领会歌词大意就行。歌词大意是啥呢？歌词大意就是要强硬到底啊！歌词大意就是强硬到底，不能妥协。你现在呢，就是你爸妈呢，这是测试你，你这回一妥协，你这辈子都完了。他们现在就啥招都用上了嘛，这最后一招就无能狂怒啊！你爸妈现在就开始整这一套了，说我去单位堵你男朋友堵你，你现在一妥协，好了，你这一生都完了。他们就会用这种招数一直控制你。也不是他们很过激，但咱别过激啊！你就是在正常理性的范围内就是拖，哎，就不同意，你慢慢拖，哎，时间够了就慢慢的，人不可能一直处在狂怒的状态下的，慢慢的他们要么就无奈的接受，要么就是哎成长了理解你了，都可以吧，反正就拖一拖，最后会好的啊。这男友咋了？为啥不同意？不知道，没说呀，没说，不知道。一个单位的同事，就说了这么多，啊，他没说，光这么看嘛，就是觉得他父母的行为太过激了。但你也别太过激，你不能太过激了，你就拖一拖，这事儿拖一拖就过去了。建议相信爸妈。行，你也可以看看，有人这个大家成长环境不一样，有的人呢确实能，这个父母有的时候确实，我有时候也觉得有的父母确实很好啊，但是呢，是吧？有的父母是真的很糟，咱不知道是吧？光从这个来信推断，这父母是属于很糟的。有的父母是很好，我有的时候也会建议你相信听爹妈的，但你看这
这很不成熟啊！威胁你说我要来单位找你男朋友，然后堵你，这是啥意思？这很不成熟了。实在不行，4个人吃个饭吧，坐下来聊一下。人家黑社会都能谈判，你们4个咋了？你们4个坐下来吃个饭吧。找一个没有那种刀叉的那个餐馆，没有火锅、没有刀叉就比较安全的。4个人吃点那个牛脆脆吧，比较安全。你们4个人找个公园，附近也没有砖头的那种，4个人吃点牛脆脆，买2罐牛脆脆，这塑料的啊，没事，你看这打不伤，这肯定打不伤，没事的啊。4个人吃点牛脆脆，聊聊说咋了啊？咋了？我这男朋友怎么了？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这男朋友怎么了？聊聊看吧。我觉得可以聊聊，是我就聊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搞得这么僵，这聊都不能聊了吗？是我就聊一聊，聊一聊看呗，当面谈谈，实在聊不了就拖一拖看看，啊，有些事情嘛，时间会帮你解决的，没必要非得现在着急解决。别太极端啊！你爸妈现在动作已经很极端了，那如果这个处理事情，你父母都这么那个激进了，你可千万不能激进啊！你还是要保持理智的处理。欢迎大家想看手机壳啊！会不会是个男生？哎呀，不，这想往哪儿想呢？这是个女孩啊，这个女孩。他干啥？他整我啊？他不可能啊！你别整我来了。别猜了，这你们还猜上了，说估计岁数大，估计咋的，男方有家庭，估计咋个，咱也不知道，咱只能说我是这样啊，咱们别做这些猜测，没有用，帮不上他。我给他的建议就是理性、理智、缓、直面聊啊，冷静啊就好了。你猜那些咱猜不着，他这咋上哪猜去？猜中了也没用。啊，蛋总，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结婚1年多，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怀上孩子，去医院查过几次都没有说有特别大的问题。我公公婆婆对我一直很好，我能感觉到他们想要一个外孙。外孙？哎，这不是孙子吗？哎，我又乱了吗？你公公婆婆对你很好，我能感觉到他们想要外孙，不是孙子吗？应该。但他们从来没明说过。但是每次聊到别人家的小孩，我就觉得很烦，不接话，想结束话题。其实我们的生活没有房贷车贷，没有压力，就工作上有点压力。我有时很想要小孩，有时又觉得不想要，因为孩子的问题，我变得很抗拒回公婆家吃饭，大家庭聚餐见长辈我都很抗拒。我该怎么办呢？该如何坦然接受他们的好意，避免引起冲突呢？超纲了，听听姐妹们怎么说吧。这问我这个超纲呢？超纲啊！问问有经验的朋友，是吧？姐妹儿，看看这个姐妹们怎么说啊？你为啥没提提你老公呢？你老公在这件事上是啥态度啊？
我其实是不太愿意做这个心理分析啊。我孤往说之，你孤往听之啊，姐们儿，我可是非常不专业，我是乱说。我就读信的感觉，我觉得你不想要孩子。我的感觉是这样。你们不结婚1年多吗？你要不给自己心里设个期限，3年内什么的。我感觉你不想要孩子。我读下来，我感觉你不想要，哎，然后呢，大家都对你很好，是吧？你就感觉到了压力，觉得不要是不是不太好呀？咋办？问问你老公商量商量，挑明了3年之内不考虑要孩子的事儿，3年之后再说，是不是可能可以？也许可以，我不知道啊，这题太超纲了。我就只是用生活常识在回答，我也不知道。酒推荐哪个？太多了。绿酒，举酒老板推荐，2瓶送个杯子，1瓶送个袋儿啊，2瓶送个这，质量不错的小杯子。磕哪能磕？悠长一点，哎。还有6分钟发券啊，你也可以买啤酒啊，啤酒倒酿重新加载。都喝啥？我啥都喝，我卖的这些我肯定我都喝啊。酒这个玩意儿就是看场景、看心情、看跟谁喝，看那天你吃啥配啥。它不是说你每天爱喝一个就天天喝一种。那你说我今儿吃个虾干是吧？我这咔咔吃虾干，我这炫这个。你说我吃这个，我喝个葡萄酒，我就觉得不太配。这个葡萄呢，白葡萄还是配一些生的海鲜，我觉得配一些。这个嘛，它就不太配，它配啥呢？配个啤酒可以，啊，配个啤酒，配个黄酒，这都好配，是吧？这看你吃啥，看你咋配。然后你在那吃一个，比如说吃一个生蚝，啊，吃一个生的虾，你配个黄酒，那就有点奇怪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就配个这个。你看你咋配啊？啤酒吧比较好配，基本都能配。还有5分钟发券，发券的时候提醒我上个厕所。哎呀，又来这种问题了。我打眼一看这种题就是你们一定会反对的那种，我猜你们一定会反对啊。但我父母不同意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我27，男朋友大我2岁，我们是一个单位的，这不是刚那个吗？情况好像啊，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他离过婚，有个女儿8岁。我估计我说到这儿，下面就有很多人说分，不要在一起。平时是他父母在管，他女儿上学离这边近。他前妻跟我男朋友是没有联系的。自从我爸妈知道我男朋友有个女儿以后，就开始反对我们在一起。我也为此吵过架，我妈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我爸也总是偷偷掉眼泪。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8个月，我父母逼我分手大概5个月。我不想分，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本来嘛，父母在村里住的好好的，现在他们每天下班就来城里看着我，不让我跟我男朋友来往。我一到下班时间就开始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家。我男朋友和他父母、女儿之前住在一起，他父母知道我们在一起后就搬出去了。前几天我和我男朋友吵架就提分手，
他说他不想跟我分手，找我想和好，我很痛苦。我父母也经常吵架，我妈说都是因为我的事儿，我爸心情不好才跟他吵架。父母告诉我，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幸福的，当后妈很难的，结婚以后会很麻烦，矛盾也会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受他女儿，怎么和他女儿相处，感觉也确实也挺难。而且我们俩工资也不高，我男朋友有时也会向他爸要钱。从感情上来说，我们俩确实很相爱，舍不得对方。蛋总，我该怎么办？能给点建议吗？你看我都没抬头，刚才。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在劝分。你跟他的女儿相处过吗？你问我，我给你点建议，你就跟他女儿相处相处。听劝分，哎，这事儿我怎么看啊？我是这样，我每次都没有大家那么那个什么，每次有这种就我们小卖部的朋友，其实大部分人，我每次看到都是很坚定的劝分，我每次倒没有那么坚定。我觉得嘛，你们相处时间太短了，在一起8个月，其中有5个月都要对抗这种父母逼你们分手的压力，你俩就等于没有好好在一起过，你们俩处于一种战斗状态、应激状态。可能呢，在这种战斗和应激的状态中，你俩产生那种感情了，产生了这种并肩作战的感情。可能本来就没那么爱，让他们这么一搞吧，现在爱的不行，死去活来。人嘛，谈恋爱就有一种那种演电影的感觉，那种戏剧感的，就很容易在谈恋爱的时候上身。好了，又有父母反对，彻底悲壮起来了，是吧？仿佛戏中人，很有悲剧感。我的建议呢，我倒没有那么绝对劝你们分，我建议相处一下嘛，你跟他女儿接触一下，你试试看，平和的相处一下，也许你才有答案。发券了，上个厕所。大家帮我售卖一会儿啥呢？哎，还是锅巴正常吧，锅巴加一个道具干条。我不看屏幕，我就猜有一堆人说洗手没，肯定有一堆人在那说洗手了吗？冲水了吗？洗手了吗？有没有？误判了，刷视频都听到了。你们上班的时候去厕所不玩手机吗？啊？
上厕所啊，上厕所啊，这个上不上厕所不重要，但是必须玩会儿手机是吧？上厕所怎么看手机？啊？咱们要聊的这么细吗？1.6万人，咱们1.6万人聊上厕所怎么看手机？不好吧？不太妙吧？啊？不好吧？没外人，哎，我说不说？我都犹豫了。算了算了算了，不是，这不就对呀、这不就是对呀、对，这不很多朋友在说嘛，对。咱们这个文明一点，这卖吃的喝了，你聊这些干啥？不合适啊。看到朋友，看到底下有朋友，好的，同意是吧？谢谢你的同意。我就别聊这么细了，神经病。刚刚这个信就算回答完了吧，朋友们，我这个回答还行吧？你们同意吗？你们是不是不太同意？你们应该是希望他离婚是吧？赶紧不是离婚，赶紧分手。我的建议嘛，我真的没那么极端，因为我确实啊，我确实身边有不少朋友是这种叫什么重组家庭，就有的是各带一个孩子，有的人带一个孩子，我看人家真的过得很好。然后呢，以后这样的家庭注定越来越多。如果大家就觉得这样的家庭一定好不了，这会挺可怕的。将来保不齐，我不是诅咒你们啊，我没那个意思，但是真的保不齐将来谁遇上这种事儿，那你就是离婚了，就是有个孩子。难道离婚有孩子的人就不能再拥有爱情了吗？我觉得这太绝对了，我是一直觉得这太绝对了。我是觉得这太绝对了，我觉得我确实见过真的人家离了婚，因为这个人嘛，离过一次婚吧，哎，我这说的好吗？这个人嘛，他离过一次婚，他可能更懂婚姻，他可能更成熟一点，他可能比那些没结过婚的人更适合结婚。我这利益相关啊，你可以不听啊，但我确实见过一些离过婚以后再结婚的人，就成熟多了，就好多了。利益相关啊，别听我的，我就是说一些我的感慨，因为每次有这种来信，就说哎呀，我喜欢的那个对象是有孩子的，然后底下的朋友们都在说分，没那么绝对，真的，真没那么绝对，我真是见过太多幸福的，反倒是，是吧？不说了，然后，那以后我们从概率上来说呢？以后这种就叫什么重组家庭，真的只会越来越多。那大家都一棍子拍死，那以后咋办呢？那这咋整啊？我是不是也不应该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社会责任？但我就是觉得大家还是不能这样啊，就是我是觉得不能那么绝对啊。
那你可能确实啊80%会不幸，但是总还有20%是幸福的嘛？一点都不尝试，咋知道呢？不知道呀。我利益相关啊，我这说话利益相关啊，大家别听啊。我刚刚说这番话，那个可信度减90%啊，随便听听就行了。我利益相关啊。行吧，好吧，朋友们，随便说说。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太奇怪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看看这啥卖的好，哎呦，这个压缩股可以，压缩股800件，椰子水你们还是挺喜欢啊，椰子水差不多600件。我看看这个新品里卖的好的。啊，16还是卖的很好。啊，虾干卖的很好，虾干不是新品。牛脆脆嘛，3000多件，那就还有4000多件牛脆脆。虾干是卖了600多件啊，给大家报数，你们可以看看这个之前的朋友们都在买啥。牛胸口应该还剩个100单，没多少，每次都没多少。大家随意挑选，随意购买，感谢，接着读信。连咖啡为什么呢？哎，真的有朋友就爱上这个连咖啡了，是吧？经常来补货了。这连咖啡又卖了快500件，因为他每次卖的都好，就是应该这玩意儿确实是消耗品，是吧？这个咖啡，我喝完了就得补，是吗？那我们连咖啡这次你补货，我们又换了赠品啊！你加给那个是不是上次买的朋友已经收到这样的杯子了？我们这次不赠这样的杯子了，我们又换赠品了，换帆布包了。哎，你买这个连咖啡给你送帆布包，喜欢苦一点的喝那个火山味的，不喜欢太苦你就喝这个冰川的。可以也可以各样来一点试试。番茄汁儿啊，番茄汁儿，我有时候都看一下这个销量，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番茄汁儿我今天讲过吗？哦，我提了一嘴啊，这番茄汁儿。对，我们这个番茄汁儿呢，一克大这个番茄汁儿就是只有番茄汁儿，一瓶里差不多有3.5个番茄，没有一滴水，跟我们这个枸杞原浆一样，就只有枸杞啊，它是只有番茄。你们可以喜欢的话啊，看一下，就是番茄的味儿，纯番茄味儿，酸不溜溜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哪个酒适合情侣微醺？都，你这问的我都懵了。什么叫适合情侣微醺？为啥要适合情侣微醺？不是人微醺不就行了吗？你俩人喝是吧？都行啊。你买2瓶这个不都可以吗？你买2瓶绿酒也行，你买2瓶这个威士忌都行啊。哎，这难道有一种酒是单身喝了不微醺，只有情侣喝了才微醺吗？没有这种酒吗？那你们是酒不醉人自醉了，没有这种酒。那是你们自己情绪到位了，这跟酒没关系。你们适合情侣微醺，给大家推荐一款生茶啊。你们情绪到那儿了，你喝这个你都微醺。好吧，该熏你就自然就熏了。感谢各位，欢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啥？催，red 啥玩意儿？说啥呢？券好少。哎呀，我就是刚刚聊一下这个社会现象啊，这个谣言真的是。蛋！我在公司和部门男同事暧昧半年多，他算是我工作上的师傅。
最近几乎每天都要聊天，上一个礼拜我们也一起出去吃饭喝酒，变得亲密了很多。可是就在我想进一步发展关系约下一顿酒的时候，他突然冷漠了起来，和同部门另外一个女同事暧昧约饭。我一整个震惊了，而且我跟这个女孩也挺熟的呀，她知道我们私下有聊天啊，但是她不知道我们有约会。李诞，请问我该不该告诉她，还是我默默远离就好？默默远离就好，默默远离就好啊。但我今年夏天喜欢上了一个男生，比我小6岁，开学大4，在美国，而我已经工作3年了。认识他是他放暑假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一开始纯粹是想找个人一起玩耍，一起分享日常。哎，分享着分享着喜欢上了。最初呢，两个人都不敢说在一起，异国恋，年龄差，一个工作，一个学生，我们都不勇敢。但是呢，又控制不住，几番拉扯，还是在一起了。恋爱也就1个多月，他就出国继续读书了。13个小时的时差，我本以为我忙于工作，每天休息时间就挺短，没准谈个异国恋还挺适合我。我真是高估我自己了。每天下班到家洗漱完，他还没起，起了聊一会儿就去上课了。感觉这重合的时间还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感情。本来嘛，就对和他在一起的未来没有信心。哎，他尚且20岁，正是无畏体验的时候，但我觉得我不能了。你几岁呀？你不就26吗？你说那话，说的你好像比他大多少似的。他20，正是无畏体验，你觉得你不能了？你26，你多啥？多6年吗？不就？哎，我说的有点语无伦次，但是差不多顾虑就这些吧。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要狠心一点，干脆断了，还是勇敢一次，先这么爱着。目前认识相处这几个月下来，感觉他真的很好，善良，尊重女生，细腻，炙热，主动沟通解决问题。我其实都没有谈过这样的恋爱。哎呀，命运捉弄人呐！这也是捉弄啊。要是两个人的年龄没那么差那么大，要是我遇到的是已经毕业的他，或许就不会这么纠结了。聪明智慧的蛋，快点醒我吧！开学大4，比你小6岁，开学大4，那你再等个半年不就行了吗？1年半年的，你不就是想遇到已经毕业的他吗？你再等个半年1年，不就能遇到已经毕业的他了吗？先谈着吧啊，谈到他毕业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你遇到毕业的他会不会就不纠结了？我怀疑你还是会纠结啊。那你可以等一等。纠结啥呀？先谈着呗，咋了？这命运咋就捉弄你了？这啥意思呢？有的朋友是痛苦哈，痛苦；有的人是为了幸福而痛苦。你是为了痛苦而痛苦嘛？虽然也是挺离谱，但我能理解。哎，就这种为了幸福而痛苦的，我就咋的呢？这命运这也捉弄你，你让命运如何自处？命运懵了呀！这给你好的不行，给你坏的不行，给你稍微这咋的呢？20岁大4，善良、细腻、炙热的帅小伙不行，觉得命运捉弄你。哎呀，你可别这么乱说啊！以后命运不捉弄你了，你看你怎么办？命运一听，哦，命运一听说，行，行，好，给他一个善良、炙热、尊重女生，比他小6岁的男生是捉弄他。好啊，好，这是捉弄你。好，我记住，可不能这么说命运啊。
是不是？是不是朋友们？这就捉弄啊！哎呀妈呀，那些真捉弄的可咋办呢？活不活？活不起来。好好的吧啊，先谈着呗。这干啥呢？这居安思危呢？给我整这一出，享受当下。天天嘛，鸡汤嘛也都不少看。哎，心理学呀，这专业不专业的，心灵鸡汤也分不清，啥也不少看，词儿学一堆。活在当下，每个人都挂在嘴上。这该让你活在当下，你给我想，你想那么多，你就活在当下呗，你管呢？是不是，朋友们？啊，感谢各位啊！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开那个销冠看一看，看看我们牛翠翠卖咋样，牛翠翠有没有销掉4000件，跟阿蒙硬要个8000罐啊，还没卖到。哎呀，这个卖不到，阿蒙不会笑话。牛脆脆还是原味好吃，碰到知己了。我就是爱吃原味的，但他们大部分人看数据反映是更爱吃孜然味的。椰子水没了，怎么又没了？不可能啊！椰子水应该有很多吧？红豆薏米水没了，那个确实没了，椰子水还有啊。好吧，感谢各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过两天小红书找我去阳澄湖弄点那个大闸蟹，但是我想想吧，你们应该还是爱看我做这读信，我就跟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要不去也去，拍点视频看一看，了解了解，但是还是回这儿播怎么样？这播这个还是回来播吧，你们觉得咋样？还是你们想看我在那个湖边播呀？这个湖边播，我总觉得你们并不喜欢我猜的。对，湖边回来，湖边你猜错了，湖边得白天吗？不让喝酒。阳澄湖其实我去过好几次。阳澄湖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卖啊，但估计大概率卖不了，因为那玩意儿卖不上价，也不知道能不能标准化。我在阳澄湖最爱吃的还不是大闸蟹，虽然那阳澄湖大闸蟹很好吃，我最爱吃的是他们喂大闸蟹的那个螺丝。他们会养那个螺丝喂那个大闸蟹，那本来是喂大闸蟹，喂鸭子啥的，那螺丝特别好吃。完了那个螺丝，他们用那个鸡汤煮，然后炒，贼好吃。但我估计那玩意儿没法弄，咋卖不知道。我特别爱吃炒螺丝，但那玩意儿确实，你要是做不好吧，那就不好吃。这主要它还不是个原料的事儿，它还真是，虽然阳澄湖那个螺丝原料特别好，但它主要确实还是个厨艺的事儿。朋友们，我们读信，我接着读信了。读信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弹起来的东西，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回归的大西梅，这个就是卖的比较好的啊。你就大家不知道买啥，反正你听信听个，你就可以看看有啥你需要的。这个西梅嘛，一大包40来个这样的大个的西梅，没有核，配料表就俩字儿西梅。比较重要的是这句话啊，吃的时候悠着点，爆款回归。反正你就看着弹起来呢，弹起来一般就是卖的不错的，然后你就可以在评论区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一问。我读信我可能看不见，但是买过的朋友会回答你。
我先缓缓吧，咱们去离开这个情情爱爱一会儿，看点别的，咱们找点别的看看啊。但友情需要在经济利益上划分的很清楚嘛。4月份我闺蜜生日，我送她一条项链，也不贵，就500-600块钱。然后呢，我前几天我过生日，她给我转红包，祝我生日快乐，转给我的金额跟那条项链一模一样，我太难过了。她肯定是查个项链的价钱。你这个闺蜜这个情商也是可以的，这不恶心你吗？他故意，他是情商低还是故意膈应你啊？这是不是故意膈应你啊？这干啥呢？友情在金钱上一定要划分的清清楚楚吗？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啊，我这要么就是情商低到一定程度，要么就是有点故意膈应你了，这干啥呀？这是啊？这是吧？我买一条项链546.2，完了我过生日我送你一条546.2的项链，我过生日你给我发红包发546.2，这不膈应人吗？你发个555啊，是吧？都可以，虽然也很奇怪吧，但是这有零有整的，是不是有点这干啥呀？这是要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有点膈应人了。我觉得有点膈应人了啊！我有点膈应人了。蛋总，我想单纯分享一下我一个人的旅行故事。事情是这样的，今年6月底因为工作太内耗提了离职，但是他一直挽留我，我就请了3天假吧，加上周末双休，我就决定去趟青岛，一个人旅游。在青岛一家比较火的咖啡店里遇到了一对一起过去打卡的母女。因为女生认错人，以为我是哪个博主，就聊起来了。我就帮他们拍了照，母女2人都夸我拍的很好看，嘿嘿。本来我们2桌分开坐，后来我们就一起坐了，因为我那个位置是最佳的观景机位，然后还点了蛋糕一起吃。我跟那个女生随意的聊着天，她妈妈还偷拍了一张我们的照片，拍的很好看。嘿嘿，交谈中能感知到他们是一个高知家庭，因为我们比较能聊到一起，所以接下来呢，3个人一起打卡，走到银鱼巷那边，女生看到一个意式冰淇淋，说嘎嘎头，意式冰淇淋这单词怎么读？说要进去吃，这家店挺火，一进去那个女生服务员刚开始对我们态度都挺好。但我跟他们说我这个身体不舒服，不吃冰的。女生妈妈说，吃一口没关系。然后我就让那个女生服务员给我试吃一下吧。这个时候那个店员不情愿了，眼神中都看出来了，可能我本身也是高敏感吧。后面那个女生就要了一份，我们就坐着休息。女生的妈妈跟那个女服务员聊着关于意式冰淇淋由来的话题等等，反正那个服务员对那对母女特别好。然后我一问他就选择性失聪，眼神透露着看不起3个字。我心想我没得罪他吧。然后我再观察了一下，可能是因为那个女生背了一个名牌包包，我自己是普通穿着，但是还是很不舒服。而且我连续好几次问他一些小问题，他都不鸟我。那算了吧，我又不是什么很贱的人。这也是这次旅行让我难过的点，哈哈。但也有开心的，跟这对母女认识很开心，路上碰到的小姐姐也夸我裙子漂亮。总的来说，这趟旅行还是很开心。太敏感了，太敏感了，疯了！你要干什么？他看不起呗，那是他的事儿，何况都未必是吧？我的妈！你可真行，
马上又交到一对新朋友，是吧？这么浪漫的旅程，开开心心的，哎，你就你的关注重点就放到了一个眼神不善的人身上，这样很难快乐起来啊，朋友姐妹儿，这些事情就赶紧忘掉，你还给他写下来，我的天，不应该记他超过1页的，第2天肯定是忘掉。啊，蛋蛋你好，今日是孤独感侵占的一天。从吃饭无人到喝酒无伴，可笑的是都快30了，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是一个没什么朋友的人，也可以说就没朋友，没有一个能不提前的约定，就因为发疯的一句话，而且马上就能出来见你的朋友。晚上出去吃饭，隔壁是一家3口，爸爸妈妈亲切地叫他女儿阿妹。爸爸说，重要的是调节自己，在大城市嘛，要学会一个人出来吃饭，挺好的。爸爸还问女儿会不会喝啤酒，还主动跟她干杯。我很开心，看到这么有爱、亲近、和谐的家庭，我很羡慕。这后面搞上文学创作，就是一个忧伤的日记啊。后来又开始喝上酒了，爬上了狭窄的铁架楼梯，钻进了下沉式的小酒吧。我仍旧喜欢这里，小巧温馨。这是个小说吗？后面有什么转折吗？没有，就是很孤独的一个日记啊，就是换了个酒吧，然后都是一些思绪，说哎，隔壁的人是怎么的呀？bartender又换了呀？我在这个空间遇到过谁呀？我和他曾在这里喝过2杯呀？哎，最近又看了一个什么电视剧呀？说回忆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我默默地把这句话记了下来。回忆怎么就没有力量了？我知道自己仍在意2年前突然消失的他。哦，嗨，就像我并没有真正走出来。你是个文笔比较好的恋爱脑，我是看到最后才发现你是恋爱脑。前面整上孤独感来袭，你就恋爱脑，你还孤独感来袭？请问都是如何熬过孤独瞬间袭来的孤独的？哎呦我的妈！这文笔好，这整的还挺隐蔽，一会儿观察人一家3口，一会儿钻小酒吧了，这最后不就是曾经跟他喝过1杯，2年了没有忘掉他吗？孤独嘛，这都孤独啊，人生都孤独是吧？而回忆是没有任何啥，回忆是没有什么呢？回忆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啥意思？啥意思？回忆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没有吗？我看显然回忆是有力量的，至少有文学的力量。你要回忆没有力量，你咋写出来这篇小日记的？回忆有力量啊，给你打懵了，这回忆都给你打懵了，你还在这回忆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咱们说的惨一点，回忆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可能是对的。回忆可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但是回忆是有力量。你被你的回忆干懵了，你还在那说回忆没有力量，回忆充满力量，但是回忆没有希望啊！别想了啊，没有希望，别想，回忆只有绝望，没有希望，别想了，过去就过去。改上作文了。别说了，又要 emo 了，emo 就好了，不认清现实，认清现实才能开开心心啊。
但我发现自己经常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明明和朋友、家人的关系都很好，但总是觉得自己特别孤单，甚至因为这种感觉一个人 emo。这种想法要怎么解决呢？想听听蛋的看法，谢谢。你半夜啊，11点半还有点早，你再过1个小时，再过2小时吧。你再过2小时，点开那个网易云那种忧伤的歌啊，就是播的比较好的那种，看看都是你这样啊，大家都一样，都一样，都被抛弃了，都被抛弃了，被抛弃到哪儿去了呢？都被抛弃到网易云了，是吧？大家都在网易云聚在一起了，说哎，我们都被抛弃了。一看，哎，我靠，这里怎么有2万多个被抛弃的？点赞2万多，一句我被抛弃了，后边点赞2万，那个时候是最有意思的。我有时候看到这种 emo 的时候，我都感觉特别有意思。我不是嘲笑，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就是啊，我觉得我很孤独，没有人理解。然后后面点赞2万1000多点赞，说没有人理解。哎，那他到底有没有被人理解呢？显然被理解了嘛。是吧？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别那个开心点，是吧？我没有嘲笑大家，我也会 emo。这有时候一个人就是感觉被抛弃了，会 emo， 我也会。这个时候你就调节调节嘛 ，emo 一会儿不也挺舒服的吗？人天天快乐像话吗？这个皮筋一直绷着能行吗？人的心跳不是也都是生命的节奏不是这样的吗？这就是生命的节奏。大自然不也是一年有4季吗？要转的啊！你说你一直开心，不可能啊！一直往上，疯了，心跳过速，挂了是不是？不可能的，肯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心跳在这儿的时候呢，开开心心的享受，下来了就感受一下哦，原来 emo 是这样的。听会儿歌吧，网易云，没有人能理解我，我被抛弃了。点开评论区一看，哎呀，哈哈，被理解了，哈哈，不挺好吗？又开心起来了。都一样啊，我真没有那个笑话你的意思，都一样，我也会这样，我也会，但就有时候就看看，因为他事实显然太明晃晃的摆在那儿，一个人说我感觉全世界都不理解我，然后有2万多个人给他点赞，你不就觉得至少这个世界上有2万多人理解他吗？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个被抛弃的时候，你就看一看，事实明显的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被抛弃的，你只是有这种感觉，很正常。你可以读点存在主义的哲学，算了，你这读哲学更容易读糊涂，听会儿歌得了。蛋总，我一直认为自己极其缺乏爱人的能力，无论是多少年的朋友还是父母，对我好的，我都是记得要还人情，而我一般都是别人对我5分好，我才会主动对别人1分好。所以亲密关系中总被对方说太过理智、冷漠、疏离。爱人的能力是天生的吗？或者说是可以后天改变的吗？但总认为有爱人的能力是重要的因素吗？啊，当然了，一般来说都是要从爱自己开始啊。极其缺乏爱自己的能力。再念一个，咱们回去看些情情爱爱的吧。但你笑的声音实在是太像我舅舅了，让我忍不住想问一下，为什么笑声一模一样的2个人，人生却如此不同？哎呀，我感觉要读到一个忧伤的故事。我舅舅是我们家第1个大学生，北大研究生，从小给我喂奥数题，把我也喂到了清华研究生。可是就在我读书的时候，我舅舅蹉跎了，回到我们的县城照顾老人。在那儿呢，他也没什么可创业的，开饭店也失败，开酒吧也失败，人呢变得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回到过职场。现在他的人生就是看电视、养孩子，估计想照搬我的路子，把他女儿喂进好大学。那小孩比我小时候可怜多了，我看着都压抑。但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能把他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别折磨小孩了？管不了。
明明那么好的底子，怎么一下子这么懦弱了？就是底子太好。男人的懦弱我真的不太懂，起伏太大了。牛翠翠已复购，我该怎么办？跟你没关系啊。你能管的不是他，你可以管管那孩子。没事给那孩子讲讲，你可以讲讲你小时候天天做题丢失了什么，然后讲讲现在读完清华又得到了什么。没事多跟孩子聊聊天，讲讲在你们那个城市小时候你在哪玩好玩，跟什么样的朋友交朋友快乐。多跟那小朋友聊聊吧，你管不了啊，这你舅舅你是管不了。你呢？清华研究生，我看你又斗志昂扬的，应该日子过得还行吧？有机会可以带你那个，你舅舅家这孩子，你应该叫啥呀？是不是叫外甥？不知道。哎，你应该带你舅舅家这孩子去外面看看、走走、玩一玩、转转。啊，你舅舅愿意嘛也行，但这玩意儿就不能强求。哦，弟弟妹妹。哦，对了，哦对了，糊涂了，他是他舅舅的外甥。我这一天还给人读信，还解决人生的困扰呢。我这弟弟外甥都分不清楚，别念了，整点情情爱爱的吧。头晕。但我和我老公都很喜欢你，我和他两地分居，他每个月周末回来1-2次。我们结婚8年，2个孩子，他年薪有100万，我自由职业赚的不多，孩子主要是我和保姆带，有时候我挺想他的。大家也说父亲的陪伴对孩子很重要，但是他舍不得他的事业，工作太忙了。我想呢，我们之间还是有爱情的，我也一直在支持他。就是两地分居这件事儿啊，随着孩子越来越大，我感到越来越心累。他说过让我们去他工作的城市生活，但那个地方太破了，要啥啥没有。我海归硕士，家里独生女，工作8年后开始自由职业，我觉得我还是精神比较独立的，并不是有多恋爱脑。没孩子前嘛，也其实排他在那个地方待过5年，有个孩子实在受不了，那个一切都很不方便，教育也很落后，我不能在那个犄角旮旯消耗青春。但是他回家里这边没有适合他的工作，我出生在很幸福的家庭，也想给我的孩子一样的爱，可是爸爸不在身边，缺少父爱的孩子会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他如果放弃事业回来也挺可惜的，对，挺可惜。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吧。我不想给他压力，他是很好的丈夫和爸爸，虽然我知道在他心里事业比其他这些更重要，我们还是相爱的，我也从来不查他手机，无条件的相信他。当然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就离开好吧。祝你健康快乐。第一，最重要的，第一，你让你这个老公保重好身体啊。年薪100万，然后生活环境很破，工作的地方很破，大概率呢要喝不少酒。你让他注意身体。你俩感情先放一放，你俩离不离的，你为了孩子你也得让他注意身体啊。第二，
逻辑题，姐们儿啊，逻辑题，很简单的逻辑题。你现在觉得他爸爸呢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爸爸，每月周末回来1-2次，你觉得给孩子的陪伴不够，孩子会缺少父爱。好，那如果你离婚了，孩子会更加不缺少父爱吗？好好处啊，好好处啊。是吧？好好处啊。听下来嘛，听下来我是觉得你比较没有安全感。我听下来呢，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你老公这个事业心一直这样，你有点缺乏安全感了。哎，那咋办呢？咋办呢？啊，有点缺乏安全感。这个全在看事情的角度，是吧？我们这个小卖部嘛，有些姐妹听到你这个情况，老公1年100万，每月周末回来1-2次，然后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自己呢也有收入，自由职业，觉得哎呦，这不是幸福梦想中的人生吗？自己还是海归硕士，家庭也很幸，家里也很幸福，是吧？出生在很幸福的家庭，觉得这很幸福呀。然后你呢，觉得很不幸。很奇妙是吧？人生就很奇妙，人生真的很奇妙，非常奇妙。人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姐妹儿，你可以看看，就现在有多少人羡慕你可能能缓解你这个不安全感。每月周末回来1-2次，你也说他是很好的丈夫和爸爸，我觉得孩子不会缺少父爱的，想太多了，太焦虑了。这能怎么样呢？那还有，那我也认识很多，这个说的那个过分一点、过激一点，也很多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也没怎么样嘛，对吧？要不要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呢？随着孩子长大，慢慢的可能心态就变了。也许小朋友很喜欢他爸爸那个地方。啊，我想想嘛，我小时候，我一年应该有个至少4-5个月不跟我爸在一起吧？有没有？有吧？我得有个4-5个月不跟我爸在一起。然后在一起那些时候呢，我爸也经常出差。怎么样？不知道，没觉得缺少父爱啊。有时候觉得父爱过于浓烈了。不一定啊，大家有时候这个流行的育儿理论吧，你看看得了，这玩意儿也没个定论。这家10年前流行这个，10年后又跟你说那个，有时候看看得了，自己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啊。这缺少父亲的陪伴又不行了，不行吗？还行吧，每月周末回来1-2次，这不可以了？要那么多干啥？
这孩子不烦吗？会烦呐！我小时候我爸出差，我特别期待他回来，因为他每次回来嘛，在外面会给我买点玩具啥的，特别高兴。然后呢，他在家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什么时候出差？说爸，你最近有没有出差的计划？会不会？不会吗？是吧？回来我买点玩具呀、买点这个好吃的啥的，可高兴了。而且这个确实他回来的时候对你特别好。他天天在家吧，天天在家可吓人了。你一回家，哎，放学了，今天作业多不多？我一听这个头就一晕，是吧？啊，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哎呀，想死，就是那种感觉，想吐。时间长不在，回来他也不问你这些，就是哎，最近怎么样啊？在家什么？哎，挺高兴，嘻嘻哈哈的。不知道，真不知道，真不知道。这一代人和一代人不一样，人和人也不一样。你说这个陪伴，有的父亲吧，那个陪伴还不如不陪；有的父亲吧，很少的陪伴，哎，就已经很足够。这谁也不知道，你就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啊。重中之重，年薪100万是吧？我就不说的那么那啥了，咱也不是说钱就怎么样，但是这不有个孩子吗？钱还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咱们尽量还是用钱解决吧。啊，好吧，你啊，珍惜啊，珍惜。欢迎各位，还有10分钟发券。我们这个柚子有最后300瓶啊，又快卖完了。这个每次都卖的比较好，它就是小甜水，6度，哎，微微晕啊，它不对，它是小酸水，说错了啊，又不严谨了。它就是柚子本身的那个酸味，没有什么别的那种酸，就是柚子那个，你就像吃了一口柚子一样，尤其是冰着喝呢，你就像咬了一口柚子一样，哎，就是那个柚子本身的酸味。然后你像小甜酒是这个桃子酒。桃子酒像喝那个桃子罐头的桃子汁儿一样，好喝的，给大家分别推荐一下。牛脆脆3罐没了，不可能啊！牛脆脆今天阿蒙答应给了我8000罐了，不可能，应该没卖完，我看看啊，没了吗？不可能啊，不可能，没有，才卖了4000罐了，还有4000罐，那牛脆脆。虾干卖了个700多件吧，大家随意挑选一下。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会不会太甜？那个杨梅酒和桃子酒贼甜啊！怕甜别买了，买这个柚子酒酸酸的。3罐的真没了，大家那个我伟大的同事调那链接呗，调那个链接呗。蛋总，特别喜欢看你直播，吃瓜，最后吃到自己的身上。3个月前认识一个小哥哥，比我大2岁，好帅，好有钱，一起骑行认识的。后来他表达想在一起就在一起了，在一起哪都挺好。结果就在前2天，我发现了他的小红书，就仅关注了2个人，一个男骑友，一个女骑友。那我自然就点进去看了看这个女骑友。就发现他们比我俩认识要早1周，这个姐姐呢就发了好多他俩骑行的照片啊，还要一起吃文创雪糕的照片。我就是从拿雪糕的手认出他，哈哈哈。
他有糖尿病还能吃雪糕，我也是神奇了。毕竟平时奶茶雪糕都不陪我一起吃，可能文创雪糕不甜吧。文创雪糕不甜，但是他心里甜呀。我看着他俩骑行的照片，我都气笑啊。他嫌我离得远，我家离得远，不陪我骑。他能陪这个姐姐晚上从这个省会城市的西边骑到北边，再骑到东边。哎呀，巡逻呢这是。可能我们城市比较小吧，他们速度快，毕竟我俩在市区住的都嫌远。看来是高楼阻止了我俩的脚步，也没有阻止他俩的恋情呀！哈哈哈，这阴阳怪气的这姐们。还有就是之前他给我发过一个他的动漫头像，当时我就觉得画的真好啊，衣服上花纹都画出来了，我当时就好佩服。哦，我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姐姐画的真行啊！希望姐姐以后也给我画一个，真的好喜欢呀！我还没有跟这个小哥哥说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打算这2天见面沟通一下，实在不行就祝他俩幸福吧。毕竟他俩中间还有一个男骑友，也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祝他们仨幸福也行。4个人的世界太拥挤了，让他们仨过吧，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哈哈哈太精髓了，别哈哈了，马上就哭出来了，还哈哈呢。心态很好啊，非常好，心态好就行，哎，心态好就行，啊，只要心态好就没事儿啊，心态好就行，啊，还有6分钟发券，这姐们太可爱了，哈哈哈哈哈哈！他们吃啥？啥玩意儿不陪你吃？奶茶雪糕不陪你一起吃。我卖奶茶雪糕，我也不卖奶茶雪糕啊。我送你点啥呢？送点巧克力吧。同事，给这个姐们送点这个吧。我们这个绚丽多彩的黑巧，吃点甜的。这男的不糖尿病吗？没法陪他吃。你自己在家吃点甜，吃点巧克力吧。这么爱笑，吃点巧克力可以。太有意思，吃点巧克力吧，开开心心的，没事啊，让他们仨过吧，你也好好的。太逗了。这巧克力很好吃啊，但我今天确实不能再吃甜的，吃太多了。虾干我可以再吃一个，还有5分钟发券。吃个虾干，边吃边读吧。这么长，读个短点的。蛋总好，我是恋爱脑。好的，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没结果的男人。他道德感比较低，我们3观不一样。我是纯爱型，我对他一见钟情。这壳很好扒啊，壳肉分离的。他是我喜欢的类型，啊，什么玩意儿？3观不一样，我对他一见钟情，他是我喜欢的类型，心理生理都很喜欢。2年过去了，我终于放下了。现在有一个困扰，我的择偶观被他影响了，导致现在我再去认识别的男生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跟他比较，每次一比较就觉得现在的男生相形见绌。我现在看男的都不如他，咋办呢？我还能正常择偶？
还有3分钟发券啊，没放下，有滤镜，爱他哪里，魅力。魅力的魅字有个鬼字旁，你们注意到了吗？鬼魅，魅惑，魅力的魅字有个鬼字旁，他就是被魅了，魅住了。被魅住了啊！你就觉得那样的呢？你就觉得那个那叫什么？哎，你就觉得他那样的，你明明跟他3观不一样，你觉得他这种鬼里鬼气的，就这种魅力是吧？喜欢的不得了，喜欢的不行，其实是被魅住了。你这搁古代都应该驱邪。还有2分钟发券啊！魅住，你仔细想想，你就是想他那个，你现在呢就是觉得他那些哇，这个怎么这人跟我这么不一样，这么迷人，怎么回事？你想想你们为什么分开呢？你现在就记住他的好了，你找新的男朋友就拿人家，就拿他的长板跟别人比，就得想想他的短板。魅字咋写？我刚看是不是旁边还有个人说那个不是，刚底下有个朋友说这个魅字的魅有旁边还有个未，是吧？就是未得到是吧？刚是不是有个朋友在说未得到就有魅力？这就是魅力，魅力嘛，这玩意儿呢，魅力这个东西呢，俩人都有责任。一部分呢，他确实有魅力，但这个魅力这个东西要释放成功，就是接收者其实给他加持了很多。哎，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帅啊？他那种不顾一切、道德感低的样子怎么那么帅啊？发券了，发券了。啊，被魅住了，被魅住了。还能正常择偶吗？能，但你不想正常择偶，你就想择这种不正常的偶啊。你喜欢这种有魅力的。哎呀，人嘛，可以理解，喜欢有魅力还可以理解。你看个电影吧，姐妹儿。这个世界上历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超级直男电影系列叫《007》，你没看过你也听过吧？詹姆斯邦德是吧？就很有魅力。哎，小时候看嘛，很多男生都很喜欢。但我前2年看呢，我长大了又看了看，我就有点头晕了。你可以看看这个电影，你看看这些有魅力的男人，你想一想，你要跟他在一起是什么下场？咋不吐籽？对我们这10个就不太用吐籽，它籽儿特别小，一咬就就咽下去了，对吧？你看看那个007，小时候觉得詹姆斯邦德啊，那可是太有魅力了吧？现在看看就你可以看看那个电影，挺有意思。
感觉跟那个邦德在一起的女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吧？好像是。我看看牛脆脆卖多少啊？啊，4000件，还有。牛脆脆3盒没了。可以。我们11号这个阳澄湖还没确定是湖边播还是回家播，我们先把11号预约挂上吧，预约个8点半吧，咱们保守一点，应该是比8点半要早，但我没确定我到时候是回家播还是就在那儿播，就是阳澄湖。你们这湖边播呢？湖边播是不是感觉不太对劲儿啊？你们知道，要是在外面播，朋友们，在外面播呢，这种湖边播又是晚上播，你肯定得打光吧？打光你就得有灯光师。打光，你湖边播你就不能这样对着个手机，你就得有摄像师、摄影师，那个气氛就会有点尬。我在这念这个恋爱脑配得感，对面一个摄像大哥吃着石头看着我，灯光大哥流着一滴汗吃着螺丝看着我，我的同事旁边敲着电脑看着我。会有点怪，你知道吧？就是会有点奇怪。想看，喜欢看人尴尬，什么兴趣？就是什么乐趣？你们这是？要上大闸蟹吗？上啊，肯定是要上。这个倒螃蟹的季节，我也很爱吃大闸蟹。上点这个蟹卡吧，就大家可以自己按自己的需求时间去提那个蟹，上点蟹卡，肯定保证那个蟹好吃就行。我很爱吃大闸蟹，但是大闸蟹这个玩意儿一年也不能吃太多，哎，就一年就这个季节吃一吃挺高兴的，吃多了吧你就没意思。我同事说，好，嫌我尴尬了。一天，你牛逼！欢迎大家啊！感谢各位，随意挑选，手机壳随意挑选。椰子水酒，哇，虾干好呗，再吃个虾干吧。这虾干吃着难控制。手机壳没了，咋又没了？不可能！但我今年26，开年的时候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即将领证了。一开始只是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儿，后面有一次在一起喝酒，然后我们就发生了，然后就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1个月他就领证了。准备今年年底摆酒之后同居，但是他说他不爱他，结婚只是因为家里逼着的。决定结婚的时候没遇见我，想着说结了就结了吧。好随性的人啊！现在他也没胆量说不，这会儿咋不随性了呢？又放不下我，说很爱我，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内耗，处于道德的低位。你是被拉进了道德的低位啊，你不是处于道德低位，是他在道德的低位把你拉过去了。每天都想的是为什么我要喜欢他，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遇见。哎，我很清楚这段感情我什么都不会得到，但是每次我想提分手，他红着眼说你不要我了吗的时候，我又会心软。
真会织啊，好会织啊！这招有用吗？他红着眼说你不要我了吗的时候就会心软。哇，我的天，你们不买虾干了吗？但我这个眼也红不起来啊，我红你们也看不出来，我怎么才能红着眼说你们不买虾干了？这都有用，我的天！哇！蛋总，我觉得他或许是爱我的，但最爱的肯定还是他自己。他嘴上说着爱我，另一边又在和他按部就班的准备酒席。这会儿不红着眼了？准备酒席的时候，难道也是红着眼说：“你不准备，你不办酒席了吗？”红着眼，当时跟他未婚妻办酒，咱们不请司仪了吗？我之前问他，你明明有机会说不，他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了，虽然没领证嘛，但是和领个证也没区别。如果悔婚，他家人朋友要怎么看他，怎么说他？嘿，挺好面儿，嘿，我的妈呀！这个人不要脸，怎么会又这么好面呢？好奇怪啊！经常遇到这种人啊，很奇怪，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但是又很好面子，太怪了，怪死了！你这世界上怪人怎么这么多？好怪呀！特别怪啊！明明已经不要脸了，哎，但是特别好面子，这很惊人啊！经常发现这种事情啊，非常惊人。啊，惊人，哈哈！啊！哎呀，我的妈呀！这姑娘后面又反思上了，我要吐了。她和她的另一半是同一个地方的，权衡利弊之下，可能她确实是优选吧，还权衡利弊呢。你就让人权衡啊？你是利弊呀？啊？你就让人家权衡，人家要权衡你，你就让人家权衡，那么爱让人权衡呢？还权衡利弊之下，他确实是优选。我和他还是异地，高铁40分钟的路程，4分钟的路程又怎么样？哎呦我的妈呀！1个月见不了几次面，平时就是每天微信分享生活，下个班连麦打游戏，晚上睡前视频。哎，我知道我应该早点抽出来的，毕竟他有退路，我什么都没有，还他有退路，这怎么就成退路了又？你就是岔路啊，姐妹儿，我说话难听一点啊，你是岔路。还退路呢，还人家又有退路，你这干啥呢？怎么他有退路，我什么都没有？哎呀，你那啥吧，看电影经常看啊。你愿意嫁给他，无论贫穷富有、疾病饥饿吗？啊，我愿意。你愿意娶她，无论贫穷富有，应该就我愿意。那有人反对这桩婚事吗？然后你坐高铁40分钟，突然出现在了现场，手举一罐牛脆脆，不知道为什么，这经常我这种戏剧化的场景都要举一罐牛脆脆，突然手举一罐牛脆脆，我也不反对啊！你以为我要让你反对是吧？你也不反对是吧？赶紧，跟你没关系，赶紧让他结他的，让他赶紧让他退步去吧，让他去权衡利弊去吧，把自己日子过好是吧？很奇怪，这种也很吓人，是吧？就是说那个上面有人说，哎，谁反对？然后你突然出现说，哎，我也不反对，然后回头就走了，全懵了，这吓傻了。整个婚礼现场特别，哎，又不觉得有，哎，
就是哎怎么回事？说哎刚那个人哎，但是他没反对啊，他没反对，但是他哎，所有人都哎，想进去了是吧？这挺好笑的，是吧？这写个段子行，这生活中不要这么干，写个喜剧可以。突然间说谁反对？突然哎我走错了，我没有意见，我就喜欢喊。凯司令好喝吗？怎么又有凯司令了？啊，我们这个酒叫白司令，白司令雷葡萄酒。欢迎大家喝这个白司令雷葡萄酒，一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你买1瓶2瓶都送你一个美丽的毯子，毯子长这样，我得轻点，它上面有灰，时间长不动。老演员是我们这个小卖部老演员，得轻拿轻放。大家可以预约一下这个直播啊，9月11号应该比这个早，但是我呢怕迟到，我就先写8点半了，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欢迎大家，大家好，醒一醒，我醒了啊，我每天到这个点是最精神。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啊。点开这个头像可以加入一下群聊。新来的朋友点开我们这个销冠分类看一看啊。刚刚我吃半天那个虾干，手给的这个牛肉干条，刚刚的重要道具牛脆脆，这都是我们的销冠，卖的很好。今天一嘴没提的奶脆脆依然销量很稳健，几百袋没提它，还是卖的挺好。这个就是小时候如果偷吃奶粉的话，就那个感觉，干吃奶粉的那个快感，比奶粉甜一点，好好吃。然后老朋友点开新品看看，今天卖的比较好的新品是那个风干的鸭架，鸭架老好吃了。这个包装就是这种朴实质朴，品牌名都看不见，我就怀疑他们家，他说1993年就有了，我就怀疑他们家以前呢是叫啥呢？做这个供应链代工厂啥的，给人家供货，现在自己做品牌做的还是很低调，这包装不仔细看都看不着。好吃是很好吃，就是保质期短，你们看自己按需购买。这个新品这个卖的比较好，当然还有椰子水，椰子水一般上椰子水卖的都会比较好。爆款回归的西梅卖的也很好啊，大家随意挑选一下。我吃个鸭架，接着念。牛脆脆是哪个？谈一下牛脆脆啊。比较干，干香，香是很香。我推荐椒盐口味。热量每百克1532 kJ。黄酒怎么样？这老朋友都知道，滩田黄酒从我们小卖部开张第一天就有了，好喝，冰饮，配虾干，绝配。蛋总，我快崩溃了，也快支撑不下去了。是不是得认真点？这是个忧伤的开头。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结婚好几年，一直没要小孩。男方家庭环境可以用差来形容，
当年他自己搞个点事儿，赚了点钱，后面做啥赔啥，也就不做事了，家里的房子都抵押了，然后就这样一晃好几年，创业搞不成，班也不上，天天混吃等死，家里所有花销都是我来，两个家里也会补贴一点，就这样持续几年了，我已经崩溃了，我的经济状况也垮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有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他人不坏。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他人不坏这4个字就头晕啊，就是情商低下也不会疼人。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丧偶式婚姻，他从来都没有为我的未来考虑，我真的好累好累。而且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居然还有单身的人来追我，对我特别好，给我花钱，帮我解决问题。追我的人也知道我是什么情况，我没有隐瞒。他恨不得等着我离婚，蛋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接下来的路，我其实也提过离婚，现在也提过，那接着提呗，过不下去了，你的赶紧提吧，离。那这干啥呀？不离那啥呢？我经常看到这个人不坏就头晕啊，就大家没得说啊。其实是你俩有感情，不是说他人不坏，是你俩有感情。有感情嘛？你不想否定自己的感情，你就通过不敢否定这个人来不敢否定自己的感情。其实你是不敢否定自己的真心，不敢否定那个感情。这个人他坏就是坏嘛，他怎么就人不坏了？把房子抵押了，不上班，在家待着，情商低下也不疼你，不会，这不叫坏，他人不坏，他就叫坏啊！只是说你不想否定你们的感情，没有感情了，赶紧离吧。啊，这肯定还有感情，但是这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爱的不行，哎呦天，还爱呢，肯定是爱的不行，还爱呢，呼呼爱，嗷嗷爱那种。哪个酒甜一点？雷司令白葡萄酒。你要嫌它度数不够高，你想度数更高的有17度的这个酒，这个酒甜，度数高，送你4瓶大瓶的巴黎水，然后有一个杯子的盲盒，就这种质量的杯子，你不一定是这个款式，但是是这种质量，杯子不错。然后呢，你说不想17度太高啊，6度的也有，6度的桃子酒，甜，像那个桃子罐头一样，就这么甜，6度的桃子酒，看你自己需求。哎呀，这个姐们还是爱呀，还是爱。爱啥呢？沉没成本，有的就是爱沉没成本，有的就是自己确实心动，不想否定自己的付出，不想否定自己的感情。那感情这个东西会变的，会消失的，没了就是没了。雷司令酒味会很大吗？不大，一般，没有那么度数就那样吧，12度，我看看，差不多12度吧。啊，10度啊，比我想的还低，10.5度。哎，那哪个是12度？啊，一般都是12、3度，它就更低。绿酒更低，9.5度。很干，这是很干。17度的酒给大家谈一下，刚刚有朋友说谈一下17度的酒。不行，这我爹的话，这骨头肯定他又嚼了。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像他似的。好吃，快乐。我吃了鸭架。
17度那个酒肯定有朋友收到了，上次就卖的很好，结果他这个杯子一直比较麻烦。他这个赠品吧，很多朋友就喜欢他这个盲盒杯，你看它杯子质量确实很好，给你听一下动静也很好。这光它撞还撞不出来，锅给撞。啊，这质量挺好，嘎嘎的，哎，然后但是杯子一直没，最近又有了盲盒杯。你说我不想盲盒，我想整点那个确定的啊，可以整这个杯子。这个是买2瓶这个绿酒就送这个杯子，这个更悦耳一些，回味悠长。有人说，哎，送我的杯子也这么脏吗？啊，不是啊，我埋汰。我这吃吃喝喝的吧，就空手抓这个杯子吧，它抓太埋汰了。你回去抓这儿就不至于啊，我没辙，我搞抓它上头。这种杯子高脚杯为啥是这样的呢？朋友们，为啥？它一方面优雅，一方面有个实际作用，就是要保持那个葡萄酒的温度。我不是卖这个绿酒，我们也是喝冰的嘛。冰的呢，你像我这么抓，它不光是埋汰，它就不就热了吗？哎，就这么抓能保持它这个冰的这个温度。当然，它也是有点这种是吧？仪式啊，有点讲究，什么？哎，我就比较那啥，我比较稀里糊涂。我就喝酒，我有时候这葡萄酒一次性杯我也喝，别跟我似的，大家可以优雅一点。这杯子挺好，这杯子喝个精酿啤酒也行。你买我们这精酿啤酒嘛，你拿这个喝精酿啤酒，你去那个精酿酒吧，是不是有时候发现精酿啤酒也拿这种杯喝？它也是保持一下温度。有的时候它很复杂，这葡萄酒杯我也不是特别懂，我就不给你们瞎讲了。反正它有时候收口啊，这种度型啊，它跟这个香味儿、扩散啊、保留都有关系。我就不乱讲了，我也不卖杯子，这都是赠品。哎，就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知识吧，听一听，当一个趣闻听一听，学习学习没什么坏处，但是也别太上头。除非他能帮你赚到钱，是吧？李泽就特别爱讲这些，他也特别懂酒，他可以赚到钱啊！你就花钱，你就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我对葡萄酒的态度就是，我买的，我爱怎么喝怎么喝，别管我，我对瓶吹也行，是吧？有时候人家那些讲究的懂酒的就说，哎，这人粗野，哎，粗野就粗野。你后面那个是啥？这4件套，床单被套啥的啊？牛翠翠谈一下，给大家谈一下牛翠翠。对瓶吹太傻了，我有时候喝葡萄酒就是对瓶吹。我就这么说吧，我卖的这个绿酒也好，还是雷司令这个酒啊，我不是说不尊重这个酒啊，这个酒呢挺好喝的，冰饮没问题，但是它就是一款入门酒，它不是说需要你拿个高脚杯在那品啊、醒啊，没必要。你把它冰够了，你就这么抓着，就这么喝，就挺开心。这就10度嘛，你就这么喝挺快乐的，这上头可快了。吨喝到这儿的时候，你就开始微醺了，就很快乐，非常快乐，这体验特别好。我经常是这样，但有的酒就得加冰在里头，就不能这么喝了。比如说这个桃子酒啊，这种，那你就杯就得用杯，它得加冰块才好喝。没那么讲究，我喝酒有时候就是它好喝就行了呗，自己开心就行了。有时候你说你在这外头听个歌蹦，你像话吗？手里拿个这个，手里拿个这个，随着音乐摇摆。你不想踹我？你在舞池里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你不想踢我一脚？不行吗？我一般都这样，就蹦就这样喝了就。这很危险啊！我都不是说多做作，但多危险啊！你这人一撞，你洒人身上就碰地上，弄都碎玻璃渣了。我真见过，老吓人了！我说别这样，干什么？好吓人！
哎，这个脏脏年糕条今天为什么突然被唤醒了？好多人买脏脏年糕条。我们这个脏脏年糕条，它就是吃起来是那个就是扎实一点的鲜贝的味道，外头这个红色的是红糖，就硬脆一点的鲜贝，但是它有一层红糖。我看很多朋友今天突然在回购这个，好久没讲过这个品了，好久没讲过，怎么突然它默默的卖个300多件儿？蛋，哇，好长啊！咋这么长？哎，行，来吧。哎，我看到你为大家排忧解难的样子，想着我一直憋在心里很久没有办法和别人说的话，或许可以问问你。不用或许啊，肯定可以问我，我只是不一定能解答。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哎，不要给自己贴这种标签了。一般给自己贴这种标签就是悲剧的开始。男朋友跟我正好相反，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会很好，但他跟我告白的时候，我还是哭了一晚上。哇，天，是有点敏感，这是为啥？幸福哭吗？后来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工作，他一直赚的没有我多，我爸妈一直也不是很喜欢他。时间久了呢，哎，也都接受，两个独生子女，家里呢也都有房有车，生活也很宽裕，没有为了钱担心过，不会为钱吵架，两个人感情也很稳定。真正开始有变化是去年他考上了一个著名大学研究生，父母为了不让我落后，也把我送出国读研。我们在异国保持每天视频联系，感情很好。但是呢，我回国了一趟，发现他在研究生的同学都事业有成，储蓄很多，他在这个环境包围下开始焦虑，学了一些投资。我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因为一直花的也不是什么大钱。我也没想过他养我，到现在我们也基本都是 AA。但难受的是，他就在那次回国的时候一直缠着我，让我给他用我的手机贷款。我看你不咋敏感的，你后面还有这么长的信。手机贷款这儿应该跑了，应该已经跑了，真的高敏感已经跑了。你们这敏感都敏感到哪去了？这高敏感这会儿不就应该跑了吗？这哪敏感呢？不敏感的，很钝感啊，钝感力满满啊！让你用手机贷款，后面还有这么长的信，还没跑，我的妈！发券了，12点半发过券，这不纯钝感天才吗？这不纯钝感小天才吗？这该敏感的地方不敏感，给你告个白你哇哇哭，拿你手机贷款。你说也不是什么大钱，嘿嘿，哇，他一直缠着我，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钱，我就把手机给他了。之后对我来说是长时间的折磨。我也在上学，没有收入，贷款的事情除了他和他父母知道，从来没有告诉过身边任何一个人。他一直有在每月帮忙还贷，但是我也想他就一个学生也没有钱。所以我在国外做了一些兼职来补这个漏洞。太敏感了你啊！哎呦，高敏感！你说说你们一天上网学这些破词儿，这就高敏感了。这不敏感，这该敏感的地方满满钝感。哎，我写到这里发现自己还是挺可笑的。爸妈花钱送我读书，我在这赚钱给男人还贷。但是我们在一起快10年了，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些责任。你有啥责任？你有啥责任？其实身边的钱一直够填补这个窟窿，但是我又不想用我爸妈给我的钱去帮他还贷。你就不应该帮他借贷，你这个，哎呀，啊！其实这点钱还不是我心里难受的主要原因，最主要是我前2个月暑假回国，因为我要去别的国家旅居1个月啊。你还是有钱，这家庭肯定是家庭环境不错，就在这种环境下打工还贷的情况下，说我还要去别的国家旅居1个月，哇，好新鲜的词汇，在别的国家旅居1个月，厉害！哎，太吓人了。你要是没钱还则罢了，你这有点钱吧，更危险。
没有时间陪他，我还特地飞回国1个礼拜，然后又给他留了点钱。结果没想到前2天聊天的时候，他居然完全忘了我给他钱的事儿。我也不是说需要他感恩，但是他真的对这些小钱一点都无所谓。我怀疑也不是多小的钱，只是你们比较有钱，你们觉得是小钱。唉，让我觉得我为他还贷，他真的从来没有心疼过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非常敏感，你不敏感啊？你超级钝感啊！所以我有担心会不会是我想多了？你想少了啊！担心自己想多，你想少了啊！我身边也没有另外的高敏感人群，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我在干这些事，所以我只能来问问你了，蛋总，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分手，让他把那个，他是用你名字贷的款吗？用你手机应该是用你名字啊，让他赶紧还完。头晕死，晕得一塌糊涂。我头晕得一塌糊涂。分手，他要是不能一次还完呢？你这样贷款不是有利息吗？你不是身边也有钱吗？啊，不是，你先把这事告诉你爸妈。我想到了，我这也是气糊涂了，我居然忘了题眼。这道题有题眼啊，这封信有题眼。身边没有人知道啊，赶紧告诉你爸妈，肯定骂醒你。你看，我也是会说让他听爸妈的，是吧？这些他肯定他爸妈是对他挺好的。告诉你爸妈，然后你爸妈处理这种事儿肯定比你有经验，把钱嘛先还上，然后让他慢慢还给你钱，把借条补上，没有的话让他补一个借条，补完借条再分手。真是离谱。然后这个男孩的爸妈知道贷款的事情，除了他和他父母知道，从来没有告诉过身边任何一个人，多吓人，太恐怖了，简直可怕，是吧？当然有可能是一封信一面之词，我把事情想得太坏了，我希望是我把事情想得太坏了。所以呢，我推荐你告诉你爸妈有这么个事儿，你让你爸妈分析判断一下，如果真觉得，我希望它不是什么大事啊，如果居然不是大事的话，那太好了，是吧？你让你爸妈判断吧。啥情况？你不说你们2家都是有车有房，生活相对宽裕吗？太诡异了这个事情。然后那个男孩家里也有车有房，生活相对宽裕，完了拿你的手机贷款，他父母还知道，还不帮他还，然后让你在国外读着书打工还这个贷款，太诡异了。这事你必须告诉你爸妈的。满满的危险，满满的危险。当然有可能是吧？我们错怪了，我真希望，我每次都是希望我是错怪了，我真的是希望我错怪这个男生了。然后他自己说也不是什么大钱，我真希望是个2000块钱，是吧？我太希望，我太希望是2000块钱了。你每个月在国外打工，每个月还，这个人生常识告诉我，他肯定不是个小钱。
牛胸口还有吗？有啊，牛胸口，哎呀，还有吗？我不一定还有，有的话给大家谈一下。牛胸口可能没有，一共就200单今天。牛脆脆还有啊，牛脆脆一共是8000单，现在还有3000单吧？啊，虾干还充足，虾干刚卖了1000单。随意挑选，随意挑选，感谢各位。哪个最好吃？牛脆脆。气得我起来啃胡萝卜，气得我，真是挺气的。我啃个炒干条吧，配一根。他们有人说刚刚没发券，是没发吗？没发的话，40补发一下，给大家过一下今天的前10名啊。第10名已经被我吃掉了，给大家过一下，大家可以按着购买。可能很多人要睡了，听一晚上故事了，最后想买啥的话，你可以看看一晚上大家都买了啥。第10名，猫山王榴莲月饼，100%的这个猫山王马来西亚猫山王的榴莲馅。第9名又是这大石榴，这石榴呢上次就卖的很好，很大，然后这个籽儿呢，我是不吐的，这籽儿我觉得咬一咬就能吃了，不费劲儿。这连咖啡变成了这个常驻嘉宾，这是第8名啊。连咖啡，喜欢苦一点的买那个火山味的，不喜欢太苦买这个冰川味的。今天的赠品不再是这个杯子了，我们比较体贴啊，可能上次有朋友买过这杯子觉得挺好看，但我们这次又换个帆布包，因为知道咖啡这玩意儿你消耗要补货嘛，我们赠品就换着花样啊。第7名是这个坛子酒，1瓶送坛子，2瓶也送坛子，1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的入门葡萄酒。第6名是这个断货王柚子酒啊，我们这个柚子酒好像今天是不是又快卖光了？我不知道这柚子酒还剩多少瓶了，刚刚看好像还剩800瓶。这柚子酒卖的比较好，它就是微醺嘛，6度，酸酸的，确实很好喝。它一直也不是说就在我这卖的好，在很多地方都卖的很好。第5名是我们的椰子水，这反正我这只要上椰子水都会卖的很好。哦，你看还剩300瓶柚子酒，大家临睡前可以这个听了半天说哎不知道买啥酒的，可以把这300瓶买一下。椰子水啊，第5名，第4名是刚刚啃光了的，这个是犯罪现场啊，生前的这个压价是我们的第5名啊，哎是第5名吗？说错了是吧？算了，就第5名吧。第4名是这个回归的大西梅，吃的时候悠着点啊，朋友们。配料表只有西梅2个字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经常要求我补货，没有核，就这么大个的西梅没有核。为啥说大家吃的时候悠着点呢？成人每日3到4颗啊，悠着点。这个一直都卖的很好，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了，就一直被人催，这回有了。前3名是很稳定，前3名我就一次性说完了。前3名就是这是第3名，这是第2名，这是第1名啊。前3名我们这卖的好的一直就是这几个。第1名牛脆脆，第2名虾干，哎呀阿蒙又来了。第3名是我们的这个超干条，哎，这都哈尼牧场的。刷礼物这个人就是这个始作俑者，做牛脆脆的人。年糕今天卖的很好，但是年糕居然也没有上榜，就还是这些传统的这些卖的更好。销冠就是这个销冠分类里的东西确实有点厉害。年糕今天也卖了不少，300多件。但这个像刚刚什么虾干啊，这都是上千件，那次一卖。
像这牛脆脆应该已经快5000件了，我看看，差不多。这牛脆脆今天5000件啊，今天8000罐可能卖不完了，但是反正就是现货吧，现货一共8000罐，现在卖个5000罐，还有3000罐，随意挑选，随意挑选。我天哪，刚刚这封信读的也是蛮头晕的。坛子酒，坛子酒榜上有名呀。坛子酒是 A4Game 嘛，入门的白葡萄酒。牛脆脆孜然味儿，我个人爱吃原味儿，但是数据显示大家更爱吃孜然味儿，这看你听谁的。啥没了？啥又没了？酒没了？咋又没了？坛子酒没了？咋又没了？嘿，为啥？经常半夜给我整这种惊喜，卖的好吧，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为啥经常这个他不是他也应该知道我卖的好，他为啥不给备货备足呢？我觉得很头晕啊，你经常也很无语。孜然味儿也没了，没了就买原味儿吧。柚子酒也没了，不可能啊！柚子酒刚不还有300瓶呢？啊，300瓶一下没了吗？真的假的？啊？一瞬间吗？出事了？售罄了。说这个雷司令售罄了，牛胸口售罄了，但是他们说柚子酒也售罄了，真的假的？我的同事们，这咋回事啊？这一波这啥都卖光，柚子酒也卖光了，柚子酒也售罄了，这个就是早就售罄了，整得我挺尴尬，这不太好。咱们下次能不能不要再出这种很尴尬的事情？那牛胸口没了嘛，我也能理解，它确实产量低。这个，我们坛子酒不是卖很久吗？伤感，开心的伤感啊，幸福的烦恼，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蛋总好，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情书，哇！来，我读一读看。我妈因为我年纪渐长，今年我31岁，我妈因为我单身，经常哭给我看。所以去年为了安慰他介绍相亲我都去。这次我遇到了一个人生轨迹和我极其相似的男嘉宾，就相亲了好几次了。对方和我曾经是一个高中一个大学，甚至连工作行业都有交集。所以这个男的我一开始就没有排斥，问题是长得不大行，哎，看看也勉强习惯了啊，是这样的。这个看直播的朋友把我都看习惯了，会这样的。我现在觉得我多少是喜欢上他了，可是因为一些现实原因，我不得不离家2小时车程的外地工作。这个机会我很需要，选择走前我就告诉他了。上周晚上我约他去我们母校散步，本想告诉他我要走了，并和他说了我的心意，结果他忽然牵起了我的手。我问他是不是喜欢我，他说不然呢。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想要结婚，所以对于相亲对象见一个爱一个，他说不是，他想谈恋爱。我又问他想谈还是想和我谈，他说有区别吗？我说当然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他又狡辩了一通，然后说是想和我谈。可是在我听到没区别的时候，我已经生气了，于是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心意。我跟他说我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他说没关系，甚至还支持我。我说如果不是坚定的选择呢，我宁愿单身。其实我是希望他可以坚定点告诉我他就是喜欢我。可是第二天他就消失了，再也没有给我发信息，好像我们从未有过交集。我其实觉得他没有那么喜欢我，所以轻易就退缩了吧，或者说根本不喜欢我。虽然我知道这样的人也不值得留恋可还是有些难过，毕竟我人生中第一次感知到我喜欢上了一个人，何况我也说服自己接受他的难看了。
还有就是有点遗憾，那天晚上因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连自己原计划的动作都变形了。我应不应该回头去找找他呀？应不应该，朋友们？你们觉得应该吗？哎，怎么这么幽默呢？都啊，这么幽默呢？再相亲相亲啊！再接着相亲吧。这新的城市也可以相亲的。他是31岁啊，他是母胎单身31年，所以呢，他说他这是第一次有恋爱的感觉，所以我支持你再多接触接触，再谈谈恋爱。你这现在很多感受都太新奇了。哎，谈太少了，谈太少，离开这个情情爱爱的，我去看看别的，看看有没有别的。但正在听你的播客讲死亡话题的，想跟你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19岁夏天，不会游泳的我和不会游泳的姐姐一起去泳池，手拉手在深水区，她脚滑松开了我一下仰面沉下去了，最后没有力气，眼睁睁看着周围感觉一片安静，往下沉，那时就感觉自己完蛋了，但是没有害怕，这时一只手把我救了上去。后来半年后，我去海边，被海浪盖住的一瞬间，窒息的画面又出现了，这时我才觉得害怕。我想说的是，我听你们讲关于死亡，都在说亲戚朋友这样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所以分享一下。我也想，也许死亡的当下没那么可怕，但也可能是当时年纪小，没有现在这么多欲望和留恋，到现在还是不会游泳，当然也很怕死。还有最近在看《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个插曲让我读到非常共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明断啊，明断。啊，桃子酒最后还有400瓶，这个桃子酒喝起来像那个桃子罐头的桃子汁儿啊，甜甜的，也要冰饮，最好里头再加点冰块喝。柚子酒卖光了，可以喝点桃子酒。但，我是一个深度洁癖患者，一天要洗很多次手，强迫症很严重。学校分新宿舍、老宿舍，我运气不好，分到了一个环境好差的宿舍。我是那种宿舍厕所环境特别差就一定不愿意上的。之前住到过这种很差的宿舍，连续便秘，心里非常焦虑。这次我就天天去求辅导员，辅导员终于答应我换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宿舍。可是因为一些原因吧，要开学第2周才搬。可是我真的不想去住那个破破烂烂的宿舍，住第1周1周我也接受不了。我想第1周请假不去上学，第2周再去可以吗？我是你辅导员吗？你第1周请假不去上学，第2周可以，这应该问我吗？你问你辅导员啊？你这怎么是这么个大结局啊，朋友？你问我可不可以，我当然觉得可以，我批准了，我说话算数嘛，我批准了，可以啊，你第2周不去都行。哎，批准了啊，我们小卖部批准了，行了，别去了。太可爱了。蛋总，为什么有的人大家第一眼就要和他成为朋友？这样的人阳光温暖，大大咧咧，无论美丑。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可事实上呢，我笨拙、敏感、自卑、小心眼儿。有的人说一句话感觉不太友好，当时假装不在意，微笑回应，却能在心里记个7、8年，时不时拿出来想想，然后一个人生气。我大学毕业，其实到现在工作已经5年了，我再也没有交到过小学、高中那时候亲密的好朋友，老朋友们都很忙，相聚的机会也很少，我经常觉得很孤单。我应该读些什么书？不是工作5年啊，刚工作1年。自从大学开始到现在工作啊，已经5年了啊。我就说嘛，这工作5年了还这样，不至于吧？刚大学毕业1年啊，觉得很孤单。大学毕业那1年就是最觉得孤单的时候，很正常。你大学刚毕业那年，刚开始工作那1年，是人容易比较觉得孤单的那1年。你明年可能就不这么想。我应该读些什么书？读些什么书？读托斯托耶夫斯基吧，《卡拉马佐夫兄弟》适合你，读一读。佛学入门一下也可以，读读佛学入门吧。放下去，想开了，读读佛学入门啊。佛学入门不是书，你可以听一听，是门课，可以听一听佛学入门。怎样变成开朗、大方、自信的女孩？交到情投意合的朋友，求蛋农植物。自信是对的，先自信起来。先自信起来呢，可能得想清楚，很多事情跟你没关系。有的人一句话不太友好，你装在心里7、8年，这世界上除了你谁还记得呢？只有你自己记得，折磨自己。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他说的那句话，他说他的，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你就非要听，装心里还7、8年，怎么变得自信？人际关系的事情啊，你要想清楚，有些事情是你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些事情就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吧，操心有啥用？请问我怎么跟嫂子处理关系？这来信的范围越来越广。我亲哥呀，大我10几岁呀，成家立业了。我之前嘛有点讨好我嫂子，送她很多礼物。我嫂子之前也给点回应，现在也不怎么回应了，我有点心累。而且她好像逐渐很不喜欢我给我哥打电话。我跟我亲哥打电话，基本只说正事儿，一般就是问我读书相关的事儿和重要的家事儿。我上学的原因，1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所以基本跟家里联系算比较少，但关系很亲。我其实近几个月察觉到一点，我基本就躲，能避免给我哥打电话就避免。我想问一下，我应该疏远我哥这个小家庭吗？其实我还是很想告诉我嫂子，我是跟你站在一边的，但是我感觉跟他沟通怎么这么难？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家比较其乐融融？还是说我们这种一家里兄弟姐妹的，注定要分裂成4分5裂的小家庭？谢谢蛋蛋，我经常买点小卖部的东西给我爸妈吃，你是不是也买给嫂子吃了？这人不大，操这么大心呢？这不是还上着学呢吗？这人不大，怎么操这么大心呢？天真来了，这么晚不睡，还有3分钟发券啊！天真，今天那个适合你的有啥呢？我给你看看啊，给你看看啊。哎呀，算了，这吃的估计都有点那个，都不利于你的健康。算了，买点虾干得。我这一看，这榴莲月饼、巧克力、大汉饼，算了，买点虾干得了啊。
牛脆脆他已经买好多了，我去他家，他家一堆牛脆脆，他牛脆脆，他这个都买一堆啊。他家猫特别有意思，在那一直假装跟我很疏远，我只要一拧，他家那个猫我只要一拧这个杆儿，那猫嗖就过来了，特别逗。买了圣农啊，圣农炸鸡很好吃，非常好吃。你要是有那个空气炸锅，就更快乐。猫特别逗。哎呀，小朋友别想这么多了，跟你没关系啊。你嫂子也有点过分了，你跟你哥多商量商量，比你大10几岁还得你操心这些事儿，这不应该是大人操心的事儿吗？维系这个小家庭，别操心。你买点牛脆脆，给嫂子也别送什么贵重的礼物，你这不还上学呢吗？买点牛脆脆得了。你可能是有点怕他吧，你就本来就有点担心。你其实呢，我不应该分析你心理啊，我就随便一聊，你别往心里去，我随便一聊啊。我猜呢，本来你哥跟你嫂子在一起啊，你就有点担忧，你说我们这个家是不是要分裂了？我哥以后是不是就不最爱我了呀？你就开始有点担忧，一担忧嘛，动作变形了。那我给我嫂子买点礼物吧，看看她会不会也喜欢上我呢？是吧？不要讨别人喜欢，去想这总想着讨别人喜欢，一般都是悲剧下场。把自己人生过好就行了。出发点老想是想讨别人喜欢，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出发点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哎，别人就会喜欢你，很奇妙的。安总，我跟我闺蜜是高中同学，从高中入学第一天就在一起玩，中间我家庭变故，自己一个人在市里读书的时候，也是她陪我，我俩关系真的很好。高中毕业我去法国读书没怎么联系，前2年她说她在英国读书很近，找我玩，我们就又变得很亲密了。她在法国玩这1个星期，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是个法国人。她英国读完书费很大的劲，现在在法国实习。这就是全部的背景了。事情就是今年暑假我回国1个半月，她住在我家帮我养猫，房子里还有别的室友。我走的时候还有2个快递要处理，一个是2000多的东西要退货，还有是我从国内转运的快递2个月才到。反正就是几件事儿，她都答应帮我处理。我在国内这段期间，退货的时间过了，退不了，转运的快递没取，直接退回中国了。我也没说啥，但是我气得不行，也没有听到他说猫有啥问题，就说猫粮吃完了。我告诉他买什么牌子猫粮，还说猫打劫了，小推子在哪儿。等我回来之后，发现猫粮也不是我说那个牌子，猫身上也全是结，而且我2岁的猫瘦到个5斤，我气死了。我憋屈了2天，我实在是心疼猫，我才跟他说，也很心平气和，微信发的文字，我就想要个对不起。我感觉他不把我当朋友，我实在不理解，那么多休息日他就拿不出1天时间帮我一下，而且我都说好了打车我都会给他报销。结果他一直在质问我，说是因为我没有主动问他猫怎么样，所以就没说，说我也没有关心他跟我室友相处怎么样，说他已经尽心照顾猫了。但是我从我室友处得知，猫粮没了都是我室友买的，问题是我也问过好几次呀。我就想着再也不联系他有劲了，结果前2天猫丢了，我在美国不在家，只有我室友在，就联系他，让他帮帮我找找猫，也是没说什么颓丧的话，找也把猫找到了。看猫的时候也跟他聊了几句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孤身一人来到法国，
只认识我和她男朋友，还有几位同事。我的天，再多几个，这不全法国人都认识吗？这种情况就不要用纸了啊！孤身一人来到法国，只认识我和她男朋友，还有几位同事。咋办呢？她来之前我都尽心尽力帮她各种忙，但是她对我的快递的事情我真的不能理解。哎，真有意思。我每天这读信，就是也挺觉得挺好的，能回忆起自己就是年轻的时候想的特别多的那些日子，还会了解很多女生在想啥。我经常也不知道女孩子在想啥。我现在看看吧，就想想哦，原来20岁的女生在想这些，难怪我20岁的时候不能理解她们在想啥，在想啥呀？这啥呀？这心确实太细腻了啊！我不是嘲笑，我觉得想这些，我的心情是可爱，然后呢也有点同情，怎么就太细腻了，就整得自己这么难受。累，我就是觉得太累了。但我20岁的时候嘛，我想想我年轻时候也算是够细腻的，但是笼统来说啊，就是这可能小卖部的数据也不准。我那个时候细腻吧，我还不太在这个人际关系上这么细腻。我这个读信吧，确实可能读信这个数据不准，来信的本来就是有点那个烦恼才给我写信，但确实读到这个年轻的人怎么这么多为了人际关系烦成这样，这朋友非处不可吗？我经常看着我就觉得这个恋爱非谈不可，这朋友非处不行。我经常其实内心就是这种感觉，非处不行吗？这朋友咋个呢？小时候不懂是吧？对，小时候确实，但我确实我小时候我也没有这么纠结于人和人，咋个呢？行就行，不行拉倒呗。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这不出门随便出门不认识俩人呢？好就好好的在一起，好就好好的，不好就体体面面的就不在一起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可能我想的太简单了。男女不一样，我倒还不是觉得男女不一样，因为我也经常收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吧，我这个数据也是被污染过的，但我确实觉得有些人，他有一种人，他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很耗神。那个我这也有很多是男孩啊，就这个，尤其不是情情爱爱的这个来信里，就聊到友情什么的，也有很多男孩就是想，哎，这个朋友啊，怎么办呢？是不是？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挺有意思。人际关系，那个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前面不提到那个阿德勒吗？课题分离。那阿德勒不就说这个阿德勒那个心理学不就是说，人际关系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吗？对吧？分不清楚啥是自己的事儿，啥是别人的事儿。你说他这封信我能不能回答？我也能回答。你托你朋友处理你的快递，这是你对他的信任，好吧？他没有做到，那是他的事儿，他没做到，他辜负了你的信任。这是3件事。第一，
一，你信任了他，让他帮你处理他的快，让他帮你处理你的快递。第二，他的事儿是什么呢？他要处理这个快递，他没有处理这个快递啊。第三件事是他辜负了你的信任，这又变成了你的事儿。哦，有一个人，哎呀，我相信他，但他没有做到。你得分开啊，这是三件事。你把这三件事分开，其实答案是一目了然的。这朋友能不能做？我觉得还是能做的。这朋友能做吗？接着做这朋友，就以后就不要拜托他这种事儿了。你们可能就是嘻嘻哈哈的朋友，你们俩就是一起玩的朋友，在法国逛街、上网认识一些男生帅哥，谈恋爱玩，你们是这种朋友，就不是能托付事儿的朋友。这咋个呢？不就出了这么点事儿吗？但你觉得啊，不行，我的快递很重要，那你也可以跟他分开，绝交都行。就这么点事儿。好吧，我不是那个啥，我真没有嘲笑，我也帮你分析了，我刚说的也是很认真的。这个姐们儿，我知道这个事儿让你很痛苦，我以后我建议你这个，我建议你也可以试着这么分析你的这些人际关系。三件事啊，你选择相信一个人帮你办事，这是你的事啊，你选择了，好了。你选择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有风险的，他就不一定会帮你办。第二，他没办 ，OK， 他没办，那是他的事儿，你也别因为说啊，他是不是心里没我，他是不是哎，你别想了，那是他的事儿，他就是没办就是没办。然后你第三件事是你怎么消化这个现实，说哦，我相信了他一次，哎，他没帮我办，好吧，那以后就不找他办了。当然也可以绝交是吧？都可以，但你得分开想。你这几件事混在一起想呢，混在一起想你好不了。你混在一起想，你看你这最后又动感情了。嘿，帮你找猫，嘿嘿，视频看猫的时候说了几句话，现在不知道应该是什么状态面对它。你就把这几件事分开想想啊。然后他最后的问题是这句，说他有把我当朋友吗？我觉得他有把你当朋友啊，但他这个人就不靠谱，咋办呢？他就不是那靠谱的人，他就不是一个会照顾猫、会替别人操心、会帮别人收快递的人。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种朋友，非常可爱，人特别好，一起玩的时候太快乐了，在一起是吧？喝杯酒出去玩，哎，迟到就是2个小时起，这种人你要不要做朋友？迟到就2个小时起，这种人要不要做朋友？我还是选择做朋友，因为跟他一起玩真的太快乐了。那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你就想他迟到是他的事儿，我要跟他做朋友是我的事儿。那他迟到2个小时，我心里有这个预期就算了呗。那你爱迟到迟到呗，那关我啥事儿呢？有的人他就这样，你说他是坏人吗？你说他是针对你吗？真不是，你长成熟一点就知道了。他有的人他就这样，人的性格很怪的，有的人就是很怪的。但你最后你们交朋友嘛，你就觉得他可爱，你就多想他那可爱那一面就行了呗。我是哦，我想想吧，一般我是选择无条件信任别人的啊。一般呢，我无条件信任别人呢，哎，我发现你也不能说辜负了我吧，我发现你最后我发现你不值得我信任，那我会调整自己，我从来不会去指责对方，那是我选择相信人家的，又不是人家也没有说要我相信他，我选择了相信一个人，最后这个人，哎，我发现好像不值得相信，那我就调整我以后的行事方式就好了。那你还是改变人家，你改变不了他，都是大人了，改变自己就好了，改变自己的预期，好好的，大家开开心心的，怎么不是一辈子呀？这不挺好的吗？你俩在法国，他孤身一个人在法国，我也被这句话逗到了，太可爱了。他孤身一人来法国，只认识我和她男朋友，还有几位同事。
说这么悲壮吗？他谁出来不是一个人呢？我还孤身一人在上海呢，你都同情我你啊，太可爱了。所以呢，这句话我为什么觉得可爱？我为什么觉得好笑？就是有点可爱，又有点同情。他就把这事儿当自己的事儿了，你知道吗？就这个女孩一看她这个闺蜜孤身一人来法国，只认识我和她男朋友还有几位同事。好了，她又把她孤身一人，从她的描述，她就是又把这个女生孤身一人这事当成自己的事儿了，又赶过来开始帮人家这帮人家那。你可以帮人家，但是你帮人家的时候那是你的事儿，你愿意帮人家，你帮完就帮完了，人家有一颗感恩的心跟你说个谢谢，这算你捡着了，不说谢谢就是应该的。你这么想事情啊，以后就只有快乐。你别，哎，看着真挺可爱。好难呀，是难呀。我的妈呀，这什么阵型，好吓人！我朋友给我自拍了一张，一堆朋友在屋里说我们在看你直播，买个虾干，都在等你下线过来喝酒。几点了？朋友们，休息吧。几点了？看看表啊！你们家没有表吗？别看我直播了，看看表呀。手机壳好可爱啊！手机壳也有。我多说两句啊，我这个到后半夜有时候说话就是，哎，就是都啰嗦啰嗦，大家能理解吧？能理解我刚刚为啥这么啰嗦吧？因为我确实我知道有很多很年轻的人在那个看我直播，我有时候说话呢就都啰嗦啰嗦。我希望那是大家，我可能确实年纪大了，我怎么要说出这种话？我刚刚溜到嘴边的话是我希望大家少走弯路。我好可怕呀！我怎么了？哇，我怎么了？啊 ，M2 的，哇，我在说什么？好恐怖！哇哇，2的，哇，M2 的了。爹味儿满满是吧？哈哈，满满的爹味儿，挺好，没事儿。哎，还用我刚才那个理论跟大家聊，是吧？我这样说话呢是我的事儿是吧？那我觉得我是真心的，我觉得我确实知道很多年轻的人在这那个看我，给我写信啥的，我就想多啰嗦啰嗦。当然，你觉得也有爹味儿也很正常，也确实很正常。没事儿，我觉得大家这个现在互联网对爹味儿有点太恐惧了。我想想，我小时候跟那些我敬佩的前辈、长辈、师傅、老师学习的时候，他们教训我的时候，我现在回忆回忆，要是按现在的标准，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爹味儿，但我为什么都是感激之情呢？我想想，我也不是一个容易被 PUA 的人，但我怎么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感激之情的？这些按现在的标准都很有爹味儿的人，有时候也不用太过敏啊，对这个爹味儿。那你确实有些人经验比你多，年纪比你长，学习学习嘛，味道散去，把那个经验学掉，是吧？把那个味道，这个爹味儿吹吹，吹吹，然后说，那个内核学一下，是吧？
大家这个有些嘛，网上哎呀说一说，大家发泄发泄吧，就说一说，我也无所谓，我也会说一说。但是呢，你要学习要成长，那大概率确实还是要跟比自己年纪大的人学习，那咋办呢？这咋办呢？没办法呀。没辙，没辙，没办法。那时候想想，真的没办法。又看到一个，又看到一个。我的朋友觉得我是恋爱脑，有点瞧不起我，因为我追一个不是很优秀的男生，追了5年，一直也没追到，但是我们成了很不错的朋友。我也没有因为这事内耗，也没有经济上的损失，但是我朋友却觉得瞧不起我，觉得我不放弃这个男的，还喜欢他，就是很恋爱脑。我现在因为我朋友的想法感觉很烦，我朋友平时也是从各种层面上都觉得高我一等，让我很内耗，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很幽默？有时候觉得就觉得，哎呀，就觉得很可爱。我觉得人生吧，我其实真实想法是，我觉得人生吧，还在为这些事情烦恼吧，挺幸福的，真挺幸福。还在烦恼这些事儿，太幸福了。我真是年纪大了。确实年纪大，年纪大是大的，有什么恐怖的？年轻就很好吗？哎，我年轻的时候就不觉得年轻有多好，我现在好不容易老了，终于可以说点老人说的话了。年轻有什么好啊？年轻有什么好？哎，就是为这些事情烦恼嘛，让你觉得应该过得很好吧？应该是过得很好才会烦恼这些事情吧。你这个朋友吧，平时从各种层面你都觉得高你一等了，你就很难受，就别做朋友啊。这朋友，对吧？他能给你啥呢？他能教你啥？他是能给你智慧，还是给你爱？感觉他也没给你爱，给你钱更不可能吧？那你还不换？牛翠翠什么时候补货？牛翠翠有货，生茶好喝还是那个乌龙栀子乌龙？我觉得那栀子乌龙好喝，但是生茶那个我喝完了，所以一直在喝生茶。意大利莫斯卡托起泡酒的口感，气儿酒啊，就是气儿酒，甜甜的气儿酒。有人问这个酒是吧？气儿酒，甜甜的气儿酒，冰饮啊，冰冰的喝。这种挺容易上头的，因为带气儿，虽然度数不高，但是带气儿。怎么还有1.4万人啊？我刚都在聊这么这个老年人发言了，怎么还？朋友们，你们现在不应该说，哎呀，爹味儿太重，臭，退。怎么没有把你们熏走啊？还是不够重啊！我再来一个，我看看我能不能挑战一下，更重一点。不行，这个道具不对，这个给你们打扮一下真正的那种爹感。
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个氛围感，首先得这个毯子呢太花哨了，但是这个先得披一件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得披一个东西，披个外套就更好啊，披个外套披个衬衣就更像样，但是呢，披个毯子也行啊，披个毯子啊，拿一个这种瓷杯喝饮料就不行。还得吹是吧？一直吹着。啊，各位朋友啊，各位小朋友各位这个小朋友啊，你们好哎，欢迎你们啊，哈哈哈，帅啊，哈哈哈哈，还好啊，哈哈哈，年纪大了，没有年轻时候帅啊，哈哈哈，哎，是年轻时候是帅，哎呀，现在就那么回事吧，哈哈哈，我看看啊，这又哪个小孩困惑了？哎呀，我来看看啊，写的啥？纯老头儿，纯好人味儿。其实你们觉得爹味儿的核心是啥？是年纪大吗？肯定不是。爹味儿的核心是啥呢？哎，爹味儿的核心就是榨汁。我们小卖部每次今天没说啊，几乎吧，经常直播就是说我们不榨汁别人什么。这个倒不是爹不爹，这个年轻你也不应该榨汁别人，就不要说人家怎么样。我们这个读信嘛，也是尽量帮别人想想办法，也不尽量不说别人好坏。说嘛，也就说你这个事儿办的不太地道，就别说这个人好坏，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就少说点这些就好了。这倒其实都不是说爹不爹，做人就应该这样，是吧？榨汁是什么意思？榨汁呢，就是说呢，现在我手里有个石榴，我现在手里有个石榴的话，如果我有一台机器，把这个石榴的壳啊，这个籽儿啊，这个果肉啊，变成一杯水的话，这个行为就叫榨汁啊！不搞我呀，什么不要搞我好不好？什么榨汁是什么？你不搞我，搞我干什么？听不懂啊？从有记忆开始，我好像就是一个虚荣、爱攀比的小孩儿。比如上学成绩一定要比同桌好，上大学一定要是全寝室最漂亮、最受欢迎，工作后一定要比同组人得到表扬更多，生活里一定要比亲戚好看、有钱。一旦没有实现，我就很烦躁。其实我知道我已经拥有了很多，爱我的爸妈，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好的样貌，然后也去了很多地方旅行。我要是虚荣，我为啥看网上那个也不仇富？我也不觉得，我也不会看这个别人过得好我就难受。我就是见不得周围的人比我强。比如因为我谈的男朋友不是富二代，我就觉得丢人，至今不想把他介绍给朋友认识。比如我一看到我妹妹在朋友圈秀自己买了个7万的项链，而我买不起，我就破防一整晚。我疯了，哈哈哈！我感觉我就像小说里被设定了的女二一样，明明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我突然要走主线任务，我就看不得别人好，突然开始厌世，然后发疯，怨天尤人。5天平均5天来一次，这是为啥呀？我要看点啥净化一下心灵啊！佛学入门啊，姐妹儿，快给这个姐妹儿吧！佛学入门谈一下。
贪嗔痴，你这个是啥？你这个叫嗔啊。贪嗔痴三件事给你，这个叫你主要你贪一点一般般，吃嘛一般般，你是嗔啊，嗔恨这个叫啊。听听佛学入门，贪还好，贪就还好，主要是嗔恨。好像是芒格说的吧？我真没想到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成了我们这个小卖部一个情感午夜电台小卖部的常驻嘉宾。怎么又提到查理芒格？好像是查理芒格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说的特别好，说七宗罪里嫉妒是唯一不能让人感到快乐的罪，所以这条罪是很奇怪的。你为什么要犯这个嫉妒这条罪？嫉妒是唯一不会让人快乐的罪。你说你是暴饮暴食是吧？你是那些你有可能都能感到快乐，你嫉妒是完全不会感到快乐的。哎，但是呢，很多人就会嫉妒、嗔恨，是吧？嗔恨是查给芒格说的吧？芒格说的啊。学佛学入门吧，佛学入门主要就是干这个了，贪嗔痴。我佛嘛，我佛这个佛学吧，主要就是帮人解决这个贪嗔痴的。一时嫉妒很正常，非常正常，非常正常。嫉妒这个词，你用好话说，不就叫见贤思齐吗？是吧？有时候嫉妒叫见贤思齐，哎，但是你见贤思己过，见贤盼人家不好，见贤就想着超越人家，然后笑话人家，哎，这心态就变态了，是吧？见贤思齐就好了。我觉得他这个行为里没有，他主要是折磨自己嘛，是吧？你一定要比工作组其他的人优秀，得到表扬更多，可以啊。这换句话说，不就要求上进吗？是吧？然后呢，但是你说你这个妹妹买个条7万项链你买不起就破防，这就有点病了，这就是听听佛学入门了。毯子就没了，对不起啊，那个又没货了。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看看这个，听听佛学入门，很多观点是很有启发的，都是假的。7万的项链又怎么样呢？戴在脖子上它又怎么样？能怎么样呢？极度啊，有人说应该是2声是极度啊，对不起啊，这个我读习惯了，我觉得嫉妒比较好听，有一些读音我不太在乎这个字典上是怎么说的，我喜欢按他那个读的顺口的方式读，我觉得嫉妒比极度好听，所以我一直读嫉妒。是吧？这还好啊，没啥事。哎呀，语言嘛，主要重要是交流，能交流就行。我特别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那种咬文嚼字、的警察是吧？我是一个。后来想想，哎，算了。
看看这些真挺有意思。但我觉得我妈妈所有快乐都围着我转，但是我一定要吸收她的负能量，又觉得很累。首先，她生活里的确有太多烦恼，我每周回家是她为数不多快乐的时候。因为每次回家都要接受她的吐槽，但我会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更难受，所以我也不想回家了。哎呀，我又怕造成她觉得我不够体贴，养女儿没用的想法。回家之后又熬夜，是不是那个我的阿克泰里有一句话，那个台词马伊琍说的，我养你不是为了有用的。我觉得那个台词写的真是太好了。什么叫养女儿没用呢？那养来要干嘛呢？养有用的话，我养点牛羊不行吗？我养你是为了有用吗？是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说真说的太好了，非常感人，说的特别好。回家之后他又要熬夜早起给我煮汤，整这死出是吧？熬夜早起给我煮汤，很奇怪啊，有一些汤呢明明可以白天好好煮，不行就得熬夜早起煮。我不喝又觉得我辜负了他的心意。对呀，这个汤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你觉得这个汤煮来是为了让你觉得好喝吗？这个汤主要就是让你觉得不喝，觉得辜负了他的心意。我妈妈最近情绪非常不好，经常睡不着，我很心疼，但我没有太多时间安慰她，我也很忙。怎么帮她找到除了和我聊天之外排解负能量的方式呢？天哪，后面还有我妈呢，身体最近不舒服，我想约她带体检，她也一直推脱啊，听起来就是一个挺典型的家长。只能是戒断疗法。我一说这个，我又不想那么残忍，那你只能是两个人先分开一段时间，让他冷静冷静。其实这种妈妈吧，我其实主要呢，这种爸爸妈妈这种我也挺能理解，也挺心痛。他们吧，小时候应该也是没怎么被好好对待过。长大呢，养个孩子其实是给自己养了个父母。自己是小孩的时候没有得到太多父母的爱，现在养了个女儿，希望从女儿这得到父母一样的爱。得不到的方式就是撒泼放赖，熬夜早起煮汤。天，头晕，很伤感的，其实是很伤感的。有没有解？有解，其实有解，也没有那么伤感，没有那么绝望。伤感归伤感，没那么绝望。怎么解？离他远点就行。离开远点一段时间呢，多聊聊天，往手机上聊聊，少聊情绪，多聊事儿，是吧？你这身体好点吗？去体检了吗？没体检，体完检再找我吧。让你买那十字绣买了吗？我喜欢十字绣，给我绣个十字绣吧，给他找点事儿。找点事儿干。怎么不睡觉？戒了，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这个人到半夜真的是胡说八道。睡什么觉啊？嗨起来！人睡什么觉？没事干睡什么觉？睡觉也很累的，做个梦很头晕的。
啊，我经常觉得睡觉做梦还不如醒着呢，啊，特别累。这样，不睡了以后。开玩笑啊，好好睡觉啊！我这真是胡说八道，主要是为了个梗。我挺注意睡眠的，一天还是要睡够时间的。你看我这天天喝酒，哎，这生活习惯奇差无比，但是为什么体检身体还没出问题呢？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睡觉睡得还行，睡觉还是要好好睡啊，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多久？6、7个小时差不多了吧？那个我听那个有一些搞科普的，就7个半小时差不多啊。成年人7个半小时，这个关于睡眠的说法也很多啊。有的人说有周期，有的人说深度和这个算时间不一样，有的人说你得带个监测，看个手表，是吧？这说法很多。你第二天起来不累就行啊，不用听他。你第二天起来说不累就行。我一天就睡5个小时，人和人不一样啊，人和人不一样。我有段时间也是，我有段时间每天必须睡12个小时，不睡够我就痛苦。有段时间呢，每天只睡个4、5个小时，哎，就觉得很精神。阶段也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当然，我这说的有点玄学了，有点不那么科学了，但我确实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情走的，我也没去听，我科学的知识我也看，但是我觉得自己累不累还不知道。大家好，售罄了，又售罄了，啥又售罄了？妈，看着，牛翠翠补货了啊！牛翠翠补货了，不是售罄的悲伤的消息啊，快乐的消息，牛翠翠补货了。炒干条原味好吃，这个大家都大半夜的随便买点啥，买点牛翠翠。圣农买哪个味儿？哎，这真看个人了。炸鸡嘛，我不太爱吃那个，就奥尔良味儿呢，我就一直都不是特别喜欢。就是这个，我也吃啊，但就是不会特别主动的去点啊。就看个人吧。这炸鸡这玩意儿，这太个人了啊。有的人就只爱吃奥尔良味儿。哎，你们没发现这个麦当劳就那么几个汉堡，其实你都点不全，发现了吗，朋友们？这麦当劳、肯德基就那么几种汉堡，就那么几个炸鸡，你这一生可能都没吃全过，有没有发现？这很奇怪的哈，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人真很有意思。你像我就觉得板烧鸡腿堡，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吃板烧鸡腿堡？板烧鸡腿堡到底谁在吃？我身边有的人只吃板烧鸡腿堡。人和人的差距是很大的，要理解这个世界啊。这是个很小的事儿，其实你也可以想想，要理解一下这个世界，人和人的差距就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很多朋友，你看给我来信这些人又不理解了，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人和人就是可以，确实可以不一样到离谱的地步。我今天中午在机场，我还感动了一下。我今天中午在机场，给大家闲聊一会儿。今天中午在机场，在那个买那个肯德基，我特别爱吃原味鸡。
我说给我来2块原味鸡。那个机场人特别多，然后呢，它不是都是自动点单吗？那大屏幕，哎，就有2个大姐特别吸引我注意啊！我觉得这太厉害！我觉得人在什么岗位上，只要有热情，都很容易感动到你。一个大姐就坐在那个不是坐的，就靠在那个收银台旁边说，点那个牛肉什么什么牛肉汉堡不用等啊，哎，点双人套餐在这边直接下单，大家不用那个刷2维码。哎，就有很多人一听，其实你在那个机场匆匆忙忙，它是很简单的一个促销，就一个引导，哎，那人就过去就去他那儿就买他那个牛肉汉堡去了，可能是他推的新品。然后给我原味鸡这个大姐就说，哎，7324号，我说在这儿，说您要的那个2块原味鸡，哎，其中给了你1块比较入味的那个鸡翅部位。我觉得这很感人是吧？特别好，特别好，我很喜欢商业社会，特别好。你说他这句话，他说不说嘛？他都给你的是那块鸡翅，但是他就会说一句，哎，给你这个1块很入味的，嘿，弄得你心情也特别好，是吧？但你看，有的人就说好假，对，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哎，好假肯定是培训过的，但是我嘛就觉得挺好，假点好，这世界虚着点和气。而且我就觉得他就特别，我就觉得那个大姐就工作热情，她的状态，大家都是站那上班，我就觉得她比旁边那个人这个班上的他要快乐，他就会跟顾客说一些这种可说可不说的话，非常好，是吧？你说有没有技巧在里面呢？培训有没有讲过呢？哎，那肯定是吧，但是又怎么样呢？今天是不是周末呀？哦，嗨，我说怎么这都不睡觉找我喝酒？感谢大家，我可能想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你上班嘛，怎么都是上班。有人说这个工作要不要跟生活分开？我说实话，我觉得分不开。我就觉得那些上班，他真的能在上班这个过程中能体会到除了钱之外的快乐的人，才算是把这个班也上明白了，把日子也过明白了。那日子咋过不都是你的一天吗？你非得愁眉苦脸的把自己的情感隔绝了，说我就是来挣个钱，我在这8小时，我不是我，我是机器。我就觉得何必呢？何必呢？我就觉得那个大姐就特别好，那个状态特别打动我，非常可爱。用心生活，对啊，哎，怎么不是一天呢？有时候生气，你说给谁看呢？生气完了就自己知道。嗯，
哇，这么精彩吗？但我比较喜欢文学。我大学毕业那会儿谈了个男朋友，2012年分手。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同样喜欢文学的男孩子，巴拉，确实挺喜欢文学啊，写了好多呀。反正就是跟这个男孩有一些互动吧，咔咔的有点那种呼应啊。后来的几年，我们各自工作生活已经被生活磨得没有了诗情画意。他大概是16年结婚的，我18年结婚。然后很巧，我18年结婚的当天，他给我发信息说你在干嘛？多了一个字儿啊。18年确实他还没处学在干嘛，发给你在干嘛？我回了一条结婚，哈哈。然后他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说祝我新婚快乐。我说谢谢。以后我们就不怎么联系了，只是相互有微信。就是最近呢，我比较懵。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学哪个圈子里有个好玩的事儿，谁出了一个集子，我想到他了，我去打个招呼，跟他说一些我收到的文集书法，他就会说怎么想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回一个没有。他最近半年老是这样，特别让人回不上话。他有家庭，有老婆孩子，我有家庭，有孩子，我有原则。就是现在和这个兄弟的相处，感觉太不舒服了，总给我一种有那么一点想法，又不敢有那么一点想法。你已经有想法，蛋总，你要问我想不想这样一种想法，我很明确的跟你说我不要，但是你已经有了呀。这种复杂的关系消耗的只有我的精力和情绪，但是我咋让对方正常一点呢？我直接说，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自恋呢？求指教，你别联系他不就行了吗？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是吧？当局者迷，他写封信，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就是有想法吧？有想法嘛，理性上觉得不应该有想法，但就是有想法了。有想法还问我，还想让对方改变，说咋让对方正常一点？这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吗？他不正常他的，你联系他不就是你的错了吗？他不正常他的，你不联系他不就完事儿了吗？说出来其实特别简单啊。课题分离是吧？又说到了，就很多这个词儿叫课题分离，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说人话，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啊，少管别人的事儿啊。Mind your own business 他不正常是他的事儿是吧？你 mind 你的 business， 你正常点不就行了吗？双语蛋 ，double language egg 是吧？这播会差不多了吧？又快2点了啊！但今天是周六，哎呦我天，为啥还一直有人给我哇？给大家过一遍那啥吧，朋友们，你们可能很多，哪怕是周六，也有很多朋友要睡了。再给你们过一遍今天卖的好的10个产品，你们该睡啊，或者你就把手机放在旁边当一个助眠也可以。如果今天听到现在呢，也还没买啥，可以那个，不知道犹豫，不知道买啥，可以听一听啊。卖的比较好的第10名，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这个呢。它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进口100%的榴莲馅儿，那个猫山王榴莲馅儿，冰冻的啊，化个20分钟吃，跟吃雪糕一样，非常好吃。第9名是这个大10个，我们这个10个嘛，可以那个啥，可以那个籽儿是可以吃的，我感觉啊，没啥问题，非常好吃。
汁儿很足。我今天开播的时候穿的不是这短袖，一掰滋一身换了一个。第8名是连咖啡啊，连咖啡今天呢，为了考虑大家也挺用心，知道有些朋友是补货，那个美丽杯子应该已经都有了。这个美丽杯子是上一次的赠品，这次换赠品了，给换了那个帆布包。你补货这个连咖啡可以补点帆布包，喜欢苦味一点的买那个火山咖啡，不苦就是冰川。第7名是这个酒啊，那个酒卖光了，不说了。第6名是这个酒啊，柚子酒，柚子酒也卖光了，那还说吗？啊，桃子酒还有啊，卖光了是吧？这个桃子酒还有，比较甜，有桃子罐头的桃子汁儿的那种味道，甜甜的，加冰块在里面稀释一下更好喝。第5名吧，这是第6名啊。第6名是这个椰子水啊，这椰子水就没啥毛病，百分百椰子水，百分百配料表就仨字儿椰子水。第5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鸭架，风干的这个鸭架，我的就是这个朴实的包装，质朴的包装，没有什么营销的感觉，但是它确实是味道很好，干干的，就是保质期短，7天。它是现做，保质期比较短，大家考虑一下物流，自己决策一下。福建啊，这个厂子在福建，93年就有的传统。传统叫什么？就是做这个鸭架啥的。第4名是这个爆款回归的大西梅，一袋40多颗，完整的，没有核的西梅，配料表也是只有西梅俩字儿。吃的时候小心点啊！推荐这个千万听劝，成人每日3到4颗。还有5分钟，咱们把最后一波券给大家发过来。其实我们平时播也是播到2点，有些朋友一说，哎，怎么这么晚？其实我们就都是这么晚。前3名就是老演员了，第3名是这个超干条，经常当道具的这个干牛肉干，4斤出1斤。我们内蒙人比较爱吃的风干牛肉干，从小吃的是这个超干牛肉干。第2名是虾干，买这个大号的就行，九节虾，这个是来自温州的特产，滩天下酒菜系列。将来我们还会出一些温州的什么猪油渣呀，江浙沪这边的什么泥藕啊，什么就是滩天我们去想做一做啊。但是这个虾干非常好吃，因为他这个做酒的朋友嘛，他这个酒是他做，但是他家里是做这个，就这些海产品，好吃啊，烤干的，所以它这个壳肉是分离。第1名就是依然是它，牛脆脆。刚刚已经补货了，刚刚有朋友说牛脆脆没货了，补货了，就是其实是有货，就是你那个买3罐那个链接没了，现在有了。好的，给大家过完了，可以睡了，朋友们。哎呦我的妈呀，阿蒙还没睡，我的妈！下巴会嚼大啊！你吃牛脆脆不会啊，这个不费牙，你吃这个会。这个确实难咬，但是你说你又不是天天吃，你说不是天天吃，应该也就还好。这还好。虾干在啊，虾干没了吗？没给大家谈虾干吗？鸭架我吃的是那个，我爱吃这个椒盐味儿的，椒盐原味儿。有不费牙的吗？牛脆脆不费牙啊。连咖啡杯子还送吗？喜欢杯子，我们下次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接着送杯子。这次送的是帆布袋，你这杯子有了就可以再弄个帆布袋呗。反正这咖啡常卖，好朋友，一直合作的。还有3分钟发券啊！虾干不费牙，虾干也不费牙，就是韧的，它不是那种，这个是硬难咬，虾干是韧的。想集齐2个杯子，行，帆布包看看。对不起，我都没找着那帆布包，抱歉啊，你只能看看图片。我经常找不着，同事说那个签收了，但是东西太乱了，没找着。对不起，还有3分钟发券，我下次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是下次有可能又不送这个，人生是吧？总是这样。想买椰子水啊？有椰子水啊，今天椰子水卖的还挺好。
卖的不错呀，还可以。虾干推荐哪种？大号的，推荐那个大号的。我吃的就是这个大号的九节虾的虾干，非常好吃。你回去我直接就吃了，你可以煮汤，你也可以微波炉打一下，你也可以蒸一下，都可以，看你个人厨艺。我是直接吃就觉得很好吃。我推荐是直接吃，但是他们官方推荐的是微波炉加热个30秒1分钟的，说热一热更香。我觉得直接吃就很好吃，真的。黄酒推荐哪个？谈天，这老朋友了，谈天。东去嘛，你可能送礼比较那个包装，确实它这个陶瓷瓶啊什么，送点那个年纪大的人可能会更觉得，是吧？咱们自己喝点这玻璃瓶也挺好看的，我也没觉得包装不好，就是冰饮啊。萨琪玛好吃，年糕就是你在吃那个鲜贝的，就是比较脆的鲜贝，鲜贝不是一碰就是那种，你听这动静就是比较脆的，味道就是鲜贝那个味儿，它外面刷了一层红糖，甜的鲜贝的味儿。还有1分钟发券啊！什么是黄酒？这问题也是问住我了啊！它的配料表就是糯米、鉴湖水、小麦，酒精度是10度。我觉得冰着好喝，当然传统都是热着喝，这个款也可以热着喝。你就说它是米酒吧，其实黄酒就是米酒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放在那个自然这个叫什么发酵，没有那么烈，就10度。哪个酒精度高一点？今天酒精度高的是这个，17度。这丽雷嘛，大家去酒吧应该你往那个酒架上看看，一般都有这瓶酒，酒吧一般都常备，调酒常备啊。你这回去你也不用学怎么调，没事的，你买回去呢已经给你配了起泡水，啊配好了，这是送你的，送你4瓶这个大的这个巴黎水，你就兑起泡水，放点冰块，然后呢杯子也是送的，杯子盲盒啊，我打开是这个，你打开不一定是这个，你怎么调呢？倒一份那个酒，倒点起泡水，加点冰块，然后你手边有什么你爱吃的水果，丢点进去就行了。你丢点石榴也行，丢片柠檬也行，丢片橘子也行，都可以，很简单。这个酒调起来非常的容易，也很易意，就是甜口嘛，非常好，容易喝啊。我看看绿酒今天卖的怎么样啊？绿酒还是可以啊，这是我们那个大家经常看我小红书能看到的举酒老板李泽推荐的，专业侍酒师推荐的。买这个2瓶这个绿酒送一个美丽的杯子啊，买1瓶送一个酒袋帆布袋也有，2瓶送一个杯子。这杯子质量挺好。价格你这弹起来了，能看到啊？什么口味？酸，微甜，有点那个青苹果的青提的那种风味。9.5度，度数也不高，就是冰饮，就是一个清爽的那种酒。虾买哪个好？买大号的，虾干买那个大号的就行。虾干头能吃吗？看你做法。我是直接掰开这个头的部分，我是吃的。但你要是你有的人他不就是害怕吗？但我觉得虾这头虾的就是这个头好吃啊。我吃小龙虾也是最爱吃这个，虾不就这个玩意儿好吃吗？哎，我怎么又掰开一只？哎，掰开吧。这玩意儿确实有点
有点讨厌，一吃吧有点没完没了。缺点嘛也有，就是这个缺点。好处嘛，就它还好，就点蛋白质，有点咸盐，就都不至于说让你多么的胖。我觉得这头好吃。牛脆脆推荐孜然味，但你第一次买，你也可以3罐一起拍更划算。我们现在也有3罐一起拍的链接啊。虾干买大号的，开袋即食，我这就是开袋即食，你也可以拿它做菜加热。牛胸口受芡。虾干好吃，好吃，大号的吃2个就饱。啊，我就吃了2个，我今天也是就吃了2个，对，2个就饱了。绿酒嘛，它开盖保存，因为它是这种木塞的，你有办法吗？它拧着吧，你放冰箱3、4天、4、5天没啥问题。但是这个它木塞，你家有那个吗？酒嘛，你只要密封的好，塞的好，放个3、4天没啥问题。冰箱里。啊，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木塞？柚子酒不甜，但柚子酒受沁了，朋友，你想买柚子酒也没了，不好意思。脸大1倍了，别吃了。这样会小点吗？有没有可能是离你们太近了？虾干怎么储存？虾干，你吃的快，我就冷藏。我不是跟你们说我的那个科学建议啊，我说我自己的体验。我冷藏放了有半个月了，我还是吃的没啥问题。但是它官方推荐是冷冻，所以你要是吃的快，你就冷藏。你要不就是拿出来一半冻着，你拿出来一半吃着。常温我没试过，我都比较听话，我就都放冰箱了。我至少冷藏了，我也没太听话。我感觉常温问题也不大，但是现在这有的地方还是很热，别冒险了吧。但是其实人家很多温州本地人都是但是我是卖这个，我不敢跟你保证，你这万一再吃出事儿了呢，你就还是严格按照厂家说的冷冻吧，就是我就怕你这个万一呢，是吧？好吧，感谢各位啊。酒喝一半要冷藏吗？要，酒不喝都要冷藏，冷藏比较好喝。我卖的酒都是冷藏比较好喝。大家对这个辣味的东西有需求吗？因为我自己吃辣比较少，所以我卖的这个好像每次卖辣的比较少。我同事问我，看看大家是不是更喜欢吃点辣味的零食。你看我自己推牛脆脆，我都比较少推这个辣口。有，想吃爱吃辣，超爱吃，想吃辣爱吃。OK， 我们回去其实一直也有，我自己呢还在选，就是这个找我合作的辣口的。我下次突破一下极限，我都是按我的口味选的，都不会太辣。你看我这卖个鸭架也是甜辣，我就是选点那种爆辣，哇那样，哇。
吃了，买这么多下酒菜，买点啤酒喝。这精酿啤酒特别好喝，这精酿啤酒在很多酒吧都是贴一个当地酒吧的标，就当他们那个酒吧，都是这供应商。这供应商在全国各地已经很多年了，很好喝，也有果味儿的，配点我们卖的这虾干啊、下酒菜很搭。酒不冷藏会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我卖的酒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非要冷藏的，它只是冷藏更好喝，朋友。不冷藏不会怎么样，只是冷藏更好喝。我卖这些酒都还好，没有说什么非得冷藏，它就是冷藏好喝。酒精，你有酒精度数，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啊，有这个度数嘛，有度数在就比较安全。酒这玩意儿，大家这不喝再不喝，你看那个电影也能看到吧？什么沉船里头长出2瓶葡萄酒，拍卖100多万，听说过吧？这酒这个玩意儿嘛，对吧？你只要密封的好，保质期是很长很长很长。大家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直播。9月11号，我不一定是8点半，我应该比8点半早，但是我怕我在阳澄湖，到时候真在阳澄湖播的话，我争取还是回家播吧。反正就是应该是比8点半早，你们可以预约一下。卖大闸蟹，对，大闸蟹那个蟹卡。大闸蟹嘛，就这个季节是吧？这还是一个每年总是要吃一吃的东西，还是好吃，那玩意儿还是好吃，每年吃一吃还是好吃，但是就这个季节吃一吃得了。好吧，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到时候给大家整点大闸蟹。梭子蟹也好吃，是，但我更爱吃大闸蟹。我这个江浙的朋友确实很多，这对梭子蟹是情有独钟，上顿下顿的吃。我就比较爱吃那个呛蟹，其他做法的梭子蟹，我特别怕一个那个肉饼蒸蟹，你们吃过那个菜吗？哇，那也太挑战我了，那简直是。对吧？我那个确实我有点那个味道嘛，没什么问题，太麻烦了，我就特别恐惧这种吃的感受。你们吃还有一个吃法就是，有的人吃那种螃蟹面，我就惊了，就是一碗螃蟹上面，一碗螃蟹上面弄一只蟹盖在面上。不是，我是刚说什么呢？一碗面上面盖个螃蟹，就那么吃。因为我吃面嘛，我就想这么一直呼噜呼噜呼噜。哎，我要中途停下还得弄壳，哇，就头晕。但确实有这种菜。蟹黄面没问题啊，蟹黄面没问题。蟹黄面这很方便，很好吃。但这种盖一个有壳的东西，在一个需要囫囵吞的东西上，我都吃的有点费劲。比如说这个肉饼上面蒸蟹，这个味道不差，但是我就想吃大块朵颐，我还得剥壳，我就有点费劲觉得。蛋总，没想到吧？突然开始读信，猜不到我你们。蛋总，看你的视频总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今天试试投稿，是个小事儿，不过总会困扰我。我和我老公感情挺好，沟通无碍。他有个习惯，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戴着一边耳机，
苹果耳机，我也分不清他到底是物理空间上跟我们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总感觉他在另一个世界听一些某书啊，某些音乐。因为有孩子，我就跟他沟通过，陪小孩的时候摘下耳机，他有的时候能做到，但有的时候需要提醒，他有的时候也会解释说没有听东西。我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自己不去在意这件事。其实双方工作都很忙，我就希望在一起的时候陪孩子有高质量的陪伴。当然这只是我的愿景，我也能理解每个人习惯不同，理解归理解，还是会不爽。所以我是说服自己呢，还是说服对方呢，还是有啥别的办法？谢谢蛋子，祝小苗不大卖。嘿嘿，很简单啊，这方法很简单。我已经想到方法了，你们想到了吗？我看看你们有人想到跟我一样的方法，直接给他扔了，拔了，你也带，一人带一个，你也带，把他耳朵割了。天，没收手机，你戴眼罩，你戴另一个。哎呀天哪，戴墨镜。让孩子说。知道有一种耳机叫骨传导耳机吗？见过那玩意儿吗？骨传导耳机。见过吗？见过吗？就是它挂在这儿，挂在这儿，挂在这儿以后用这个骨头传进去，然后这儿不堵着，耳机在这儿，这儿不堵着啊，就可以了。你送他一副耳机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它是心理隔绝，我挺理解的。就我也很烦，就是我跟你聊天，你戴个耳机确实很烦人。那普通朋友嘛就算了，但你这个是要在一起的，你也觉得你老公还不错是吧？感情也挺好，你就送他一副这样的耳机，你就没有这种心理隔绝了，你就能看到他的耳朵，他也能听到你的说话，儿子也能，孩子是儿子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孩子也能看到他的这个耳朵，就是知道爸爸在听他说话，就是这个视觉上的尊重有了，他也确实能听到，也不耽误他听东西，很简单。啊，骨传导没有骨传导，现在那个设备多的是，还有一种是背在这儿的那个音响。你买功放音响嘛，有时候他听点东西你也烦，对吧？有时候他听个书，他听个什么平台什么东西，你也烦。你别这音响，你别让自己搞那么烦躁。有时候听点啥了，孩子也烦躁。有那个背在这儿的耳机，音响，就是音量可以调小一点呢，他自己能听到，旁边的人别凑太近是听不到的。就是一个背在这儿的那种音响，声音往上走的，或者就骨传导的耳机，买点这种设备就解决了。没必要割他耳朵，割他耳朵太猛了，没有必要。这世界有一个梵高可以了。是不专注的态度。可是真的能一心二用吗？咋说呢？咋办呢？朋友们，咱们按照你们说的这个推理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好，你是态度有问题，你以后不许听了，你跟我们在一起就应该全身心，你不要再听了。我觉得是无异于解决的。就有时候吧，这过日子吧，它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绝对，没有那么刚刚好。大家工作也都挺忙，然后他俩本来就感情挺好，沟通无障碍。然后这个男的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一起，其实就是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候，要在一边戴个耳机，干嘛呢？其实他也是休闲，就工作忙嘛，他也是好不容易
有点休息时间，他就想抓紧时间休息。我是有我的理解啊，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想抓紧时间休息，那他就想一边陪家人，一边还学习点，是吧？听听书啥的，一边吸收点知识，休闲放松，他就抓紧这个休闲时间。那你说你给他搞成本来就这么点事儿，买一副这个开放式耳机，一个开放小音响的事儿，你非说哎不行，你这样就是对我和孩子不尊重，你不爱这个家了，你不够全身心投入。我觉得不会有好下场。你这么跟他聊天，本来嘛，他就觉得，这何必呢？就是不尊重，你不懂。哎，行，我不懂。但是咋办呢？他有的时候，咱们就说他就是不尊重，咋办呢？一个人不尊重你，你能逼他尊重你吗？朋友，咱们说的再直白一点，他就是不尊重。我其实也挺同意你的，打心底里他就是不尊重。那你能逼他尊重你吗？你能逼一个人尊重你吗？你无法逼一个人尊重自己。一个人尊不尊重你，那是他的事儿，他不尊重你就是不尊重你。但是你表达个对他的体谅，你给他买个副耳机，你尊重了，你首先表达个对他的爱好的理解，表达个对他的尊重。我是一个将心比心的人啊，可能我太天真了。我觉得她和她老公本来就感情挺好，能有沟通的人，也许她一下就感觉，哎呀，我太不是人了，我怎么跟我孩子跟家人在一起？哇，我老婆居然没有怪我，还给我买了副耳机啊！我以后再也不听了。我希望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吧？可能我太天真了，我总希望给这样美好的事情发生，给他个机会嘛，总不要上来就说别听了，你不尊重我。那有什么好结果呢？先试一下嘛，实在不行再走你们这种切耳朵路线呗。切耳朵啥时候切都行，是吧？先试试看嘛，万一呢？是吧？而且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人和人还是能理解的，人是能理解彼此。对吧？你如果对沟通，对一个人对你的理解完全就是放弃了，你没有不抱希望，你就觉得要制服他，你觉得要骂他，要教训他，一辈子好不了，你总是好不了的。你怎么能控制他呢？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你改变自己了呢，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啊，发生了就发生了，没发生嘛，继续期待。对吧？那肯定你后面还是有，是吧？最后发现怎么回事？这男的给你送个耳机，给脸不要脸呢？送你副耳机，你还天天听个没完了，声还越来越大，你再跟他吵吗？你哪怕咱功利一点、现实一点说，你是不是也站在了一个有理的位置上？你再跟他吵的时候，你是不是理直气壮的？不愿意把话说的太直白啊，我还是希望美好的事情能发生，没发生走向坏处，你也是对吧？立于不败之地的。对不对，朋友们？是吧？我是永远是抱着好的希望，但是呢，也留着后手，是吧？他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嘛，那我肯定也有办法，是吧？那我当然是希望他向好的方向发展。你一上来就切他耳朵，就全完了呀，他就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然后你有理也变没理了，本来你挺有理的，是吧？他不好好陪你和孩子，你给他一顿骂，一顿发脾气，闹离婚，那这整的就尴尬了，是吧？
当然我也是一面之词啊，大家可以那个，你也可以看看其他人的意见，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意见，说直接摘掉也可以，是吧？你都可以看看，都可以看看。我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就是满怀希望吧。还有几封信，一共就2封，我给他读了吧。但我今年研3，去年下半年实习的时候，互相心动一个男同事，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在协商离婚了，分居3个月了。离婚是他老婆提的，我跟他互相表明心意之后，火速分手了，谈了4年的男朋友，准备迎接我的真爱。他说：“哎，他俩是没有可能了，也马上离婚。但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没离。因为我们都有点承受不了这种道德压力，中间断联过几次。”每次断联都拉黑微信号、手机号，最长一次有2个月。他让我等他，但是我每天都在计较身份和爱就是用来享受的，不要计较身份之间内耗。在这期间，我也还在准备一些重要考试，雅思考了2次。按理说，以我聪明的大脑，第1次就该过。我觉得都是因为我心态崩了。我一想到如果最后前途和他都没得到，自己就挺小丑的。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他彻底拜拜，但是他又在跟我说已经预约号了。我又觉得很有希望，不想把之前付出和委屈变成沉没成本。你看，你学了个沉没成本，你都不知道沉没成本是啥意思。它就沉没成本，不是说你能不能把它变成沉没成本，它发生了，它就是沉没成本。然后你还在意它，哎，你就要继续付出沉没成本。不过实际情况是一开始坚决要离婚的他老婆突然不想离了。唉。我猜啊，他老婆就是不想再拖延，想挽回。但，我该怎么办？等不等他？等的话，我该怎么等？感觉只要他一天没离婚，而且我还是以虚假的女朋友跟他身份跟他相处，我就会受折磨。我咋办呢？蛋骂醒我，怎么办？你不是会拉黑吗？每次断联就是拉黑微信、删手机号。你这次拉黑他微信之前给他留一句言，离婚以后再把我加回来啊，然后就删掉这个人，就删掉。删掉以后呢，你该干嘛干嘛，你该考试考试，该谈恋爱谈恋爱，你该干嘛干嘛。然后他离婚以后再回来找你的时候，你再判断一下，说哦还是喜欢啊，那到时候再说吧。哎，可能你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已经遇到新的喜欢的人了，就算了，你就给他拉黑了，说离婚以后再找我啊，一个字都不要错哦，离婚以后再找我，句号，拉黑。最后一封这么悲伤吗？咱们找一封开心点的行不行？但，这没了呀！哎呀，我看看，挑一个，哎，行，就他吧。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遇到的男生，24岁，有点小钱，开一个45万左右的奔驰。没见面之前很会聊天，很热情，见面的时候也很好。见完面之后呢，说聊天线上就没有那么主动了，基本上都要我来主动提出见面。第2次我约他去公园，他说他要跟朋友打球，第2天又问我去不去。每次约会，我觉得我的打扮、外貌都没有问题，聊天也会跟他开玩笑，损他、夸他。约会的时候吃饭、看电影体贴，他也不抠门。看电影的时候和我十指紧扣。但是我第2次跟他约会的时候就发现
他也会给别人发消息，跟别人聊得很好。开车等红灯的时候也会回复。我怀疑可能是女生吧，别怀疑了，肯定是。我主要的困扰是，我线下约会很热情，线上他也能感觉到我喜欢他，但是他约完会线上就不主动找我聊天了。这种情况我还用主动吗？不用。他是不是选择权比较多的海王？你自己已经会总结了呢。我现在声音小一点，因为我刚刚跟人家说了，有些朋友我说你就睡吧，你把这个手机放旁边，你就当助眠吧。我现在突然一惊一乍的，容易把他们吓醒，所以我声音小一点。真头晕呐，姐们儿，还没点正事儿，一天开45万左右的奔驰，你没事干对车的售价这么了解吗？啊？要正事行吗？自己出去找个班上，自己争取早日也能买45万的奔驰，好不好？真没正事儿，我都不知道啥车45万、35万，你这没事干对这玩意儿研究这么透干啥呀？啊？你自己喜欢想买行啊，你别拿这个玩意儿判断这个男的靠不靠谱。咋呢？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看过那个电影吗？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看过吗？你们都没看？哇，我太老，我真的年纪太大了。《天下无贼》这个电影已经很多人都没看过了，是吧？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个奔驰还是宝马，他就说，就是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刘德华特别有意思。IAC、IA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太喜欢。想吃烤鸭了，这是看过。我每次看那个电影都得点个烤鸭吃。打劫。范伟老师真的是大师，演的太好。睡吧，朋友们，2点半了，再不睡，这第一波睡的人该醒了。就这样吧，今天播得够吧。这后面我刚确实还看到还有一个，但是有点忧伤，我看看忧不忧伤？忧伤不念了，太痛苦了。不行，太忧伤了，咱们最后就留在一个这个45万左右奔驰，行，挺好，姐妹儿啊，自己好好挣钱，咱们自己买奔驰啊，离这个朋友远点吧啊。太痛苦了，真不行，太痛苦，容易听着做噩梦。往下人，睡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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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事还在最后的时候，像这个紧急换挡一样的在谈链接，咋呢？听说能下班兴奋了，我同事是不是？辛苦啊！
辛苦，就这样吧，睡吧。好吧，朋友们，晚安。我们9月11号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月11号，预约一下9月11号的直播。到时候见。得睡了，你看这胡子都长出来了。播着播着，怎么胡子都出来了？睡好。晚安，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